广才，吃慢点，没人跟你抢。6年了，来到这个世界6年了，爹是药农，娘是缝补的，上头有个大哥灵山，大姐灵秀，日子紧巴，但胜在和睦。这就是我的金手指了，没有大礼包，没有数据量化，所谓的属性点就是实打实的增强。6年没动，就怕身子骨没长开，加点容易长歪。今天6岁了，是时候了。1200岁，我有的是时间。这世道乱，城外山匪、城里帮派，还有飞天遁地的修仙者，什么最重要？加点儿。只要体力好，速度足够快，一根木头也能戳穿人。加3点根骨，加3点速度，试试。这速度太快了，不是失控，是随心所欲的清零。如果之前是拖拉机，那现在就是装了推进器的拖拉机。苍伯，绝不能让人知道我跑得快，这是保命的底牌。爹娘、大哥、姐，小天，今儿生辰，姐给你煮了鸡蛋。小天快吃，长高个。养育之恩、家人关爱都不是假的。这就是系统赋能的空间，视野只有这么点儿，再远就是空气墙，怎么都走不进去。神魂强了，迷雾才会散。这竹子肯定不简单，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死沉死沉的，明明只有棍子粗细，感觉像在搬铁锭。这要是拿出去当棍子使，一棍子下去，不得把人脑浆子打出来？太长年份的不能拿出去，不然就是祸事。这几年偷偷把爹采回来的药移植进来几株，长势确实好，偶尔也往爹的背篓里塞几株年份短的补贴价。这玩意儿300年的剧毒，别说人了，就算是大象舔一口也得当场暴毙。我年纪小，有系统我也跑不过成年人，那又怎么样？小爷我毒啊，还是300年份的毒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毒草就是我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的首要任务，苟着长大，全点根治和速度。虽然不能打，但至少能保命。明天的安排，继续去私塾外面蹭课，不仅要修身，还得修脑子。不识字，以后捡到功法都练不成。睡吧，傻狗，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呢。沉，死沉。旺财，把那根骨头叼过来。这才是神兵啊！那妖兽骨头就是个弟弟。小天，大事，天大的事儿！咋了？黑风寨打进来了？不是，是仙门。归元宗要来收徒了，就在城中广场，说是18岁及以下的都能去测灵根。哦，要是能进仙门，那咱们老林家就翻身了。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泥腿子，好不容易有机会，必须去。小天，你从小就聪明，去试试吧。要是没选中，咱们再回来也不迟。空间里的灵药越来越多，不学炼丹术，100倍灵素的空间岂不是白瞎了？你和山子要是能成仙，那咱们林家以后谁还敢欺负？这城不行啊，测了一上午全是凡人，哪怕来个4灵根也好啊，我也好回去交差。师兄别急，这不还有半个城的人没测吗？仙师好。5行杂灵根，虽然资质差点，但好歹有灵根，身体素质不错，是个种灵田的好把手。过，我有灵根，我有灵根。下一个，嚯，这狗养的不错啊，这身板都快赶上1阶妖兽了。家里伙食好，稍微胖了点。又一个5灵根，虽然修炼慢，只要勤勉，在外门当个执事还是有希望的。过。那个仙师哥哥，我能不能带我的狗一起去啊？带狗？宗门里虽然不禁止养宠，但你这是反狗，带去了也没啥用，还费粮食。我不费宗门粮食，我自己带口粮。行，带上吧。爹娘，这是在山里遇到一个老人家，他说跟我有缘，将这些好东西都卖给我了。这是百草宝叶，百病不生，这是大力肉，吃了长力气。我的乖乖，仙家宝贝啊！小天这运气真是绝了，养育之恩还清了。登船！爹娘姐，保重！我修成了神仙，回来带你们飞。去吧，在那边要听话，别惹事。出息！娘烙的饼忘拿了。归元宗，希望那里的地够肥，人够傻啊，不，人够和善。长生路漫漫，咱们这一家3口，哦不，2人1狗，算是正式上路了。到了，都站起来，打起精神！前方就是我归元宗山门，不想丢人的都给我把腰杆挺直了。这就是仙门，那是内门真传弟子和长老们的洞府，只有筑基期以上才有资格在悬空岛修行。肃静！张峰，到，我在。金水木3灵根，资质尚可，入丹峰为外门弟子。钱3多4灵根，入扶风外门。凌天在。带狗入宗，行吧？杂役峰正缺看守灵田的，这狗倒是壮实。凌天入杂役峰，编入灵芝堂。谢谢仙师，弟子一定好好干。种田好玩，而且种田就代表可以接触到灵兽粪便，那可是上好的肥料，正好给空间里的紫竹眼施肥。嚯，这身板，灵山5行杂灵根，安平城人士，
灵山入杂役风，编入。且慢，凡俗武学能练到这种程度，骨骼如铁，气血如虹，好苗子，好苗子！哈哈哈哈！这小子我要了。这不合规，长老，他是武灵根，按宗规当先入杂役风。武灵根怎么了？老子当年也是武灵根，这小子天生就是炼体的料，去杂役风挑大坟，那是暴殄天物。小子，跟老子走，入我霸体风，老子暂且收你做记名弟子。若你修炼有成，入我门不是不可。他是谁？回长老，那是我弟弟，我们一起来的。也是武灵根。是武灵根，资质平平。那就没办法了。霸体风只收炼体苗子，你弟弟身板太脆，经不起折腾，让他去杂役风待着吧，那里安全。小子，放心，等你练成了，以后整个宗门没人敢欺负你弟。走喽！小天，照顾好自己和旺财，等哥回来找你。完了，现在变成了天才大佬的废物弟弟。旺财，咱们以后得更加低调了。不集齐，都在这儿呢。我是灵芝堂的执事，你们可以叫我黄师兄，也可以叫我黄八皮，不对，叫黄执事就行。都是武灵根，行吧？咱们灵芝堂呢，规矩不多，就是种地、伺候灵蛊灵药，活不轻，唯一的好处就是清静。哟，这狗不错，看着挺机灵。正好，咱们西山那片灵田最近总有灵鼠偷吃，这狗能抓耗子吗？能，太能了。这狗别的不行，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方面，它是专业的。行，那就带着吧。走吧，带你们去认认门。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地盘了，不过别高兴得太早。种灵田是技术活，弄坏一株苗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前3个月都住这个院子，集中学习灵芝敷基础、遇水诀和害虫防治300问。3个月后通过考核，才能分到属于自己的灵田。咱们灵芝堂的规矩，种出来的每一粒灵骨、每一株灵药，全部归宗门所有。私藏者废除修为，逐出山门，情节严重，小命不保。不过宗门也不会让你们白干，每年秋收核定产量和品质，给宗门贡献点，换功法、换丹药、换法器，甚至请长老指点，全凭贡献点，全额上交，没问题。贡献点结算更没问题。有空间做底牌，高产量手拿把掐。今晚先凑合睡，从明天起，你们就是光荣的修仙界农夫学徒了。先当3个月的好学生，然后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夫灵职者，天地之精也，欲善其事，先利其除。先利其器，笨蛋。那个谁，明天到，说说一阶下品灵骨黄芽米最怕什么害虫，怎么治？治理方法有3：一是引雷符镇杀，2是养灵鸡啄食，3是用童子尿灌根，将其逼出。童子尿，亏你想得出来。坐下吧，虽然偏方了点，但也算你答对了。其实书上写的是驱虫散，但童子尿更省钱，安平城种菜时亲测有效。行了，理论课就到这儿，下午去丁字号灵田实操遇水诀，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谁要是再把雨下到自己裤裆里，别怪我打人了。心静气沉，感悟水灵气。灵雨落。你这是给灵田漱口呢？只是我肾虚，不是气虚。遇水诀，马马虎虎，控制力还行，就是法力太弱。下一个。不突出，不落后，才不会被枪打。这就是狗道的自我修养。3个月已过，考核内容很简单，每人发1颗紫灵草种子，谁能在1个时辰内让种子发芽并长出3片叶子，就算合格。长得越高，叶子越多，成绩越好，优先挑选灵田。开始。旺财，把你的口水借点用用。这开挂了吧？这株紫灵草品质接近1阶档的中品了，灵气充沛的不像话。小子，你是怎么种的？回长老，可能我平台跟他说话比较多，这草有灵性，听得懂人话。跟草说话吧，修仙界之大无奇不有，也许你真有什么特殊的灵植亲和体。按规矩，成绩最好的优先挑，你自己选吧。那个执事，这块地有人要吗？地处偏僻，乱石坡，离主路10里地，除了野猪和猴子，没人愿意去。土层薄，但有山泉水流经，灵气也不错，有优有劣，你确定？执事，我就喜欢清静，而且我带着狗，怕它在人群里惹事。那地方偏是偏了点，但地方大呀，我想给旺财搭个窝。行吧，既然你坚持，那就这块了。不过丑话说前头，那地方野兽袭扰，一个照看不好，收成难达标，年底交不够灵骨灵药，你可别哭。弟子晓得。啦啦啦啦啦啦！别尿了，攒着点儿。到了新家，那是咱们的肥料，肥水不流外人田，懂不懂？谁说这是鬼见愁的？这分明是世外桃源啊！旺财，看，那就是咱们的皇宫。看来得动动功了。旺财，干活。安身立命，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行了，别护食了，那骨头渣子也就你当个宝。天黑了，做饭。刚才不还守着你的吗？这就叛变了，等着，少不了你的。虽然我是武灵根，但天天吃这个，就算是头猪也能成仙吧。开工了，
今天要把地翻出来。旺财，别整天游手好闲的，这地也有你的一份，过来干活。少来这套，今晚想不想吃大骨头？想不想吃红烧肉？很好，你负责前面那块，用杖把土刨松就行，就像你平时买骨头那样，懂？有点渴，哎，爽！这狗道的第一步，在这修仙界，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接下来就是让这窝里长出东西来了。旺财，老规矩，系统空间进。外界1个时辰，这里就是8天多，2层灵力留不住，那我就练到3层。笨功夫死磨，还磨不出个炼气3层来，抓住了，不容易啊！这资质差，好在有卦。命长，成了，这才是种田的神技。旺财，使点劲儿，这可是明年的口粮。灵田需要保养，地肥了，明年的收成才好。这块地本来就是没人要的烂地，不趁冬天好好捯饬，明年拿什么换贡献点？哎，执事大人，见过执事。嚯，你小子可以啊，这么冷的天还在养地。把这块鬼见愁的烂地打理得井井有条。闲着也是闲着，我想着趁冬天把地养肥点，明年开春好种地。毕竟我还指望着这点收成换贡献点呢。不错，是个过日子的把式，看来没少吃苦。主治是，这点苦没什么。正常，武灵根嘛，那是得磨。别急，这是宗门发的过冬物资。另外这块地你打理得不错，这是我私人赏你的零花钱。谢执事。这破地方真冷，还是回去抱暖炉舒服。不知爹娘和姐姐他们有没有夹菜？留给他们的杂菜舍得吃吗？旺财，走了，回屋。今晚咱们吃火锅。旺财，别在那儿刨了，那是蚯蚓，不是肉条，吃了你会拉肚子的。呸，吐了！你是灵兽预备役，有点追求行不行？咱们现在的条件，至于跟蚯蚓抢饭碗吗？呸！豆腐渣工程，这宗门的采购绝对吃了回扣。这硬度，这手感，用来做锄头把子，简直是暴殄天物。但这不就是狗道的精髓吗？把神兵利器伪装成农具，大智若愚。爽！灵田出大事了！前山的灵田遭了虫灾了，皇指示让咱们赶紧带着家伙去支援。虫灾？咱们这偏僻，暂时还没过来，但要是前山守不住，这虫子迟早飞过来。快走吧，去晚了要扣贡献点的。看家，别乱跑！这虫子壳太硬了，普通法术根本打不动。我的火球术烧在他们身上，跟挠痒痒似的。别废话，给我打！守不住这一波，大家都得喝西北风。贡献没了事小，宗门怪罪下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哎呀，这虫子好像也不是很硬嘛。灵天，别愣着，快去那边，那边漏冲过来的了。好的，执事大人，来了。你小子练过体修？这是没练过，就是翻地势翻多了，力气大了点，再加上这虫子可能真的不经打。行了，这次你立大功了，回头多给你记20点贡献。谢执事。旺财，过来，这是大哥特意给你带回来的宵夜，嘎嘣脆，鸡肉味儿，尝尝，这可是灵虫，大补，没口福的土狗。行了，别笑了。旺财，准备好了吗？开镰。这要是报上去，黄执事得把我切片了。狗道追责第2条，永远只展示别人希望看到的实力。听说了吗？前山那几块地因为虫灾减产了3成。惨啊！撤铁柱那个倒霉蛋，今年估计连基本贡献点都拿不到，搞不好要被罚去矿山挖煤了。唉，修仙难，种田更难啊。哟，灵天，你那块鬼见愁收成咋样？没绝收吧？贵执事，还好咱们那儿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都没怎么祸害。行了，别贫了，过秤。总计4736斤。你小子行啊，这种烂地都能让你种出4000斤的木产，你是不是晚上睡在地里给稻子讲故事了？嘿嘿，哪能啊，就是笨鸟先飞，勤快点，再加上执事大人去年教的好，还有我这狗施肥施的好。按照宗门规定，亩产达标奖励基础贡献点10点，你这超产超的，额外奖励20点，共50点，总计30点贡献。才50点，这宗门也太抠了，果然还是得靠自己开小灶。多谢执事栽培。小天，大哥，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刚才看背影就像。哥松手，腰要断了。嘿嘿嘿，太激动了，没收住劲儿。老弟，你没事吧？
咋还是这么瘦？是不是没吃饱？我没事，倒是大哥你这真的是天赋异禀啊！嘿嘿，我也没干啥，就是师傅让我吃肉我就吃，让我挨打我就挨。师傅说我是什么蛮牛体的弱化版，反正我也听不懂，只要管饱就行。我这半年都在闭关挨揍，刚出来就听说今天是杂役峰秋帆盘点的日子，我这就是和事情家赶了过来。对了，老弟，你现在还是杂役弟子，你有什么需要的功法、丹药还是武器？大哥，我攒了50点贡献，想去藏经阁换点东西，但我身份低，很多典籍不仅贵，还没权限看。嗨，这多大点事儿？走，去藏经阁，你看上啥，哥给你换。我有真传弟子令，打7折。7折，走走走。这就是特权阶级啊！请进。大哥，我要这个啊！你也知道我五行杂灵根，修炼慢，总得学门手艺傍身吧？万一我炼丹不行，说不定是个画符的天才呢。也是，这是些初入门的书，不值钱，都拿着。元虚70贡献点，真传弟子7折，实符49点。剩下1点，换黄灵纸1捆，狼毫伏笔1支，再来套木匠工具。这下子，空间里的漫长岁月终于不再只是种田和发呆了。执事大人，你要的种子、止血草、凝气花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练手用正好。你那块地打理的不错，明年继续保持。谢执事，弟子一定好好肥田，好好休息，好好养地。有了种子，炼丹的成本基本就是个炉子损耗费了。火球，一，成了。虽然这火苗小的连点烟都费纸，但这代表着我终于掌握了提吞火灵气的窍门。威力马马虎虎吧，打只兔子还行，对上修士不打中要害也就是个烫伤。炼丹要炉子，炼气要火候，唯独这画符要的是手稳、心静，还有对灵气运行轨迹的绝对掌控。成了，就这，还没我随手掐个诀下的雨大。不过这玩意儿有个好处，不用我自己耗蓝，以后若是种个几百亩地，往地里一撒，自动浇水，这才是大农场主的做派。老伙计，咱们来这儿5年了，3万斤百年陈酿灵酒，几10万斤极品灵米，这要是拿出去卖，估计能把归元宗的粮价打下来一半。物理学圣边，大成。现在的硬度，就算是中品法器飞剑砍上来，估计也得崩个口子。炼气10层，还是10层，2年前就到炼气10层了。按说接下来就是打磨圆满，然后尝试筑基，但怪就怪在五行同修，丹田气海比普通修士大了整整5倍不止。这哪里是气海，这分明是无底洞。虽然配上打狗棒同阶无敌，甚至能和筑基初期掰掰手腕，但还是以稳为主。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与炼气6层以上的人厮杀。但这丹田填不满的感觉，真让人焦虑。大哥，你怎么来了？老弟，再过3天就是宗门5年1次的大考核了。你一天到晚只想着种田不练功，怕你境界不稳，要不我求求师傅，让你也跟我去霸体峰好了。武灵根确实很难练，你现在炼气5层已经很不容易了。之前大哥还很担心你呢。明天，黄执事，我这里有一颗聚气丹，虽然是下品的，对稳固境界有帮助，你拿着，赶紧闭关。这几天也别干农活了，一定要稳住境界，不能让它降下去。小天，哥这儿也有灵石，你拿着用，不够哥再给你去换，咱一定要稳。哥可不想自己留在宗门。大哥，执事，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放心吧，我凌天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3天后的考核我一定能过。行吧，万一真的会跌落，我就豁出这张老脸去求堂主。我也去，我去求师傅。下一个，杂役峰灵芝堂，丙9527灵田灵天。啊，查验合格，可继续留宗。谢长老。哥，松手！刚过考核，没死在长老手里，再这样就要死你怀里了。哈哈哈哈！好小子，我就知道你行，吓死哥了！没想到你小子关键时刻真争气。这就是亲哥啊！恭喜啊，凌天！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归元宗正式的外门弟子了。多谢黄师兄。鉴于你那块丙9527号地种的太好，宗门特批，那块地以后就归你专管，好好加油。这感情好。行了，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见一面，我就不讨嫌了。哥，这腊肉切片涮着吃，别有一番风味。这味儿绝了，又香又劲道，而且这灵气怎么感觉比我平时吃的药膳还足？小天，你这是在哪弄的？嗨，这不我就一个人住吗？平时打猎打多了吃不完，就挂风口上吹着，没想到吹久了反而更好吃了。小天啊，你能留下来，哥是真高兴。但是你这修为确实是个问题，5年才勉强爬到创气5层，以后这日子怕是更难熬。修仙越往后越难，你那武灵根，要不也跟大哥一样改体修算了。体修大哥有些心得的，能留在宗门，有块地种，有口饭吃，偶尔还能跟你喝喝酒，我就知足了。你呀，就是心态太好了。
拿着，不许拒绝，拒绝就是看不起你哥。卡住了，已经在炼气10层巅峰卡了整整2年。既然气袋法力填不满，那就用狂暴的药力硬塞。现在的丹田不再是混沌的海，而是一座秩序有然的五行磨盘。果然，资质是硬伤。我的五行杂灵根就像个没有粘合剂的沙盘，虽然堆得很高，但一碰就散，始终无法凝固成坚硬的基石。缺了药引子，筑基丹必须要有筑基丹，没有筑基丹，我这辈子都得卡在炼气期。旺财，别睡了，起来收拾东西，咱们要出远门了。回家带你去见见世面，顺便搞点真正的好东西。路上小心点，记得半年内回来，不然你的那块地我可不敢保证能不能留住。放心吧，执事，我比谁都机敏。如果弟子错过了播种时间，麻烦执事大人帮安排一下，贡献也可以分一些给别人。放心吧，我会安排。拿好玉牌，这是你离宗归宗的凭证。哥，小天，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我不是升到外门了吗？有半年假期，所以我申请了探亲假，准备回安平城看看爹娘。真的，我也去，我也想爹娘了。还有大姐，也不知道她嫁人没。叶图，你想去哪儿？师傅，回什么回？你刚突破铁骨境，境界未稳，身上的煞气还没磨平。现在下山，你是想走火入魔，还是想一巴掌把凡人爹娘给拍没了？见过雷长老，大哥也是思乡心切。既然修行要紧，那就让他留在宗门吧。我会把大哥的问候带给爹娘的。你哥这种蛮牛，现在确实不适合入世。小天，我不回去了，你帮我多给爹娘磕几个头。这些零食你拿着路上花，还有这些丹药给爹娘调理身体用的，还有这个，这是我之前的兵器，现在我用拳头了，你拿去防身。放心吧，哥，我会照顾好家里的。你在宗门好好修炼，争取早日金身大成。入城费1块下品灵石，灵兽2块。啥？大哥，你没搞错吧？人1块，狗2块，这还有王法吗？灵兽不可控，随地大小便需要清理费，若是有伤人风险，还需缴纳保证金。败家玩意儿！这间小院1个月5块下品灵石，爱住不住。这可是独立小院，虽然阵法坏了，但胜在清静。行。旺财，巡视领地，顺便把那边的老鼠洞给堵了。我手里这点灵石，别说买筑基丹方了，就连买几张像样的符箓都够呛。直接拿500年的止血草去卖，傻子都知道我有问题。一个炼气5层的散修，哪来这么多高年份药材？卖灵米，量大太招涨，看来只能先卖灵酒了。酒是消耗品，可以说成是祖传的，比较容易圆滑。完美！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家道中落、被迫变卖祖产的苦命人贾德进。行了，这下咱们俩算是门当户对了。掌柜的，去，要饭去别处。掌柜的误会了，家中老父做化田，留下几盘陈年李雅酒。如今在下修行遇到了困境，急需灵石，这才不得不。好东西，起码窖藏了几百年。酒倒是老酒，就是这酿酒的果子太次了，杂质有点多。一罐1块灵石，如何？ 1块半。旺曹，咱们走，这点钱连给你买肉都不够，咱们还是饿死算了。行了，回来3块，不能再多了。5块，掌柜的，这可是过百年的陈酿啊，少1块我都觉得对不起我太爷爷。3块5，爱卖不卖，成交。掌柜的，收药吗？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500年份的，你拿500年份的灵气去养一株止血草啊？这是我在山里捡的呀。就算它长了1万年，它也就是止血快点儿。但这可是500年。滚！拿这玩意儿消遣老夫！你要是能拿出一株500年的人参，老夫跪下叫你爹。拿个止血草当宝，神经病！果然，有些东西不是越老越好。酒可以慢慢卖，药材得挑品种种。现在最头疼的是那100万斤黄芽米。快去运粮！赤眼珠又要饿疯了，粮商那边还没送到吗？这群祖宗要是饿瘦了，咱们都得挨板子。刘管事，粮商说最近商路受阻，陈粮与黄芽米涨价了，而且货源不足，得几天后才能到。几天？明天猪都把栏杆啃了，还几天？这位管事大人，借一步说话。去，哪来的老叫花子？御寿司种地，贤大人等不得靠近。好米呀！你这是黄芽米，你拿来让我喂猪，这米来路正不正？若是偷来的，我这就把你送去执法堂。哎呦，大人冤枉啊！借老祖10个胆子也不敢偷啊！管事有所不知，老祖也是替主家办事。这批米其实是几年前囤的。几年前？主家以前是个大户，这米一直压在仓库里没卖出去。虽然看着成色好，但那是陈粮，灵气其实流失不少，人吃了嫌口感硬，塞牙。再加上主家最近遭了难，这就想着能不能折价处理给御寿司，毕竟猪不嫌口感硬嘛。硬是硬了点，但这灵气没毛病啊。你有多少？1000斤。太少了，不够塞牙缝的。大人，估摸着有100万斤。多少？100万斤？嘘，小声点，财不露白呀。老张，你家主家以前是大户人家？是，以前是，现在落魄了，只想换点灵石周转做别的。
大人若是全要，价格好商量。价格怎么说？大人，我家主家说了，只要25岁灵一斤，只求速出。25岁灵公道价，算不上大便宜，但能解燃眉之急。但是大人，这账面上可以按照咱们御寿司正常的采购价，25岁灵一斤买走，这中间给您3个岁灵的差价。我家主家说了，这是给您的茶水钱。老丈，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我家主家只想回笼资金，不想惹麻烦。只要大人能帮我们把这批货吃了，大家互利共赢。好一个互利共赢！但我家主有一个要求，必须用中品零食结算。不知管事大人您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只要货好，我一定给你弄成色上佳的中品零食。若是有1块残次品，你拿我试问。得嘞，有大人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那老夫这就去向主家复命，今晚子时不见不散。王财，走了，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管事，那钱老板的车队已经在2里外候着了，咱们这边急什么？主角还没登场呢，老哥可把您盼来了，我还以为来了就好。让大人久等了，100万斤，家主那边手续繁琐，清点费了些时间。理解，大户人家嘛，规矩多。那咱们这就开始。且慢，大人，规矩您懂的。家主说了，不见兔子不撒鹰。懂，老哥是讲究人。100万斤，共计2200万岁灵，折合下品零食22万，我给您全换成了2200块中品零食。老哥，您过眼。数目对，成色也不错。老丈，钱货2具，那这粮……好说，大人，您可看好了。去，好粮，没掺假。起火，老哥哥，爽快！这笔买卖，咱们御寿司成情了。以后若是有这等好事儿，务必还要想着我啊！老哥哥，看您这脸色，莫非家姐那边还有什么难处？你也看到我这人脉广，路子远，只要东西好，我这边依然就是赚点小回扣。其实我家主家还有一批陈年的果酒，跟上万斤风干的妖兽肉。老朽本来想着这些东西能不能也折价？能是能，但是不知道老哥哥可有样本，这东西得让人验验不是？老哥哥，这批货只要过关，我全要了，价格绝对公道，规矩照旧。这是样品，大人您先验验，若是觉得行，老朽回去禀报家主，过几日再来交易。好，老哥哥您慢走，一定要来啊，一定要再来看老弟啊！旺财，咱们发财了！以后等钱够了，给你买个零售袋，不然有时目标太明显了，像这种时候带着你就苟不起来，看见没？这就是咱们的第1桶金。吃，今晚就把那只最肥的兔子烤了。别乱闻，小心有毒。老板，这地火石怎么卖？1块下品零食10斤，来2天斤。3块下品。花钱如流水，但心里舒坦，清誉福祉，这叫战略储备。旺财这不对劲，这炉子的材质似乎不是金属，更像是一种不知名的骨头。老板，这炉子怎么卖？你这炉子都破成这样了，还这么大？不卖零食换3节妖兽内丹，或者延寿灵药。老板，我看也就是个废品，拿回去当夜壶都嫌漏风。废品，这是鬼谷明火炉，曾是几百年前一位金丹邪修的本命法宝。只要有足够的血水温养，它能自动提升丹药品质，甚至能炼制出拥有丹灵的神丹。吹的倒是厉害，但它现在就是个破炉子，而且还要血水温养。我是正经修士，不搞那一套。慢着，你要是诚心想要零食也行，但价格不能低，500块中品零食你拿走。150块，不能再多了。150，这可是金丹法宝底子，现在500是让你捡漏，你还砍？就150。180，这炉子缺个耳朵，我修补还得花大价钱。200，成交。露白了，中品零食在这鬼市里就像黑夜里的火炬，它神识微动，3个炼气9层，2个炼气8层，还有一个气息晦涩，我们是半步出击。别急，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这里人多眼杂，打坏了花花簇簇还得赔钱。逃，这几个人连尾气都吃不到，万一他们有追踪秘术，一路跟回父母那边，得把他们引开，或者借刀杀人。御寿司好地方。哎呀，得赶紧去御寿司会合。玉小子是御寿司的人，管他呢，出了鬼市就是荒郊野地，御寿司的人也得死。跟上，别让他跑了。小子挺能跑啊！把楚代留下，人可以滚。怎么不识抬举？那就成全你。动手，速战速决，别引来巡逻队。刘管事，有人要烧粮仓啊！快来人啊！有歹人！好胆，敢动老子的粮！误会，司长大人，我们只是误会你而已。你是谁派来的？敢动御寿司，反了天了！老哥，您没事吧？没伤着哪儿吧？大人，吓死老夫了！他们一路跟到现在，说要抢了货，还要把这粮仓烧了，岂有此理！在这青云城还有没有王法了？老人家受惊了，这么晚了，老人家不在家歇着，怎么来我御寿司了？回大人，老朽回去后跟家主汇报了管事大人的诚意，家主很高兴，说既然御寿司这么爽快，那剩下的这批货也别等过几日了，免得夜长梦多变了质。所以老朽连夜就把这13万斤灵酒和1万斤瘦肉给送来了。谁知道被这帮杀千刀的给盯上了。酒按2块下品零食1斤算，肉按1块下品零食1斤算，总计27万下品零食，折成中品就是2700块。老哥哥，
你看这价格如何？大人，老夫替家主做个主吧，只要2500块，剩下的200块是给2位大人出场费和惊吓费。好，痛快！这里是2500块中品零食，老丈点点。钱货两局，今晚多谢2位大人相救，老祖这就回去复命了。这一夜过得真充实啊！不仅解决了尾巴，还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了销赃，顺便又赚了一笔巨款。经过今晚这生死与共，利益联盟算是彻底稳固了。旺财，走。听说了吗？城西林家今天要办喜事儿。那是当然，林家出了2个仙人，谁敢不给面子？今天县太爷都亲自去贺喜了。这林家大丫头也是有福气，招了个赘婿，长得那叫一个俊。大姐招上门女婿，哈哈，大姐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旺财快走，赶上饭点了。一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这就是凡俗的幸福，简单却又那么真实。慢着，小天，大天，儿子回来晚了，没耽误讨杯喜酒喝吧？真的是小天，我的儿啊！哎呦，长这么大了还是那个样，看见我就摇尾巴。臭小子，一走就是5年，连封信都不寄回来。姐，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姐夫，以后要好好对我大姐哦。仙师放心，我一定对秀儿好。行了，别吓唬你姐夫。各位乡亲，今日是我大姐大喜的日子，各位亲朋能来捧场，是我林家的荣幸。我这次回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贵重礼物。这里有一枚养元丹，乃是仙家灵药，但凡人吃了，延年益寿还是没问题的。来者有份，1人1颗，全场消费由我林公子买单。谢仙师赏赐，林家大义呀！这可是仙丹啊，我这老寒腿有救了。小天，你这得花多少钱啊？姐，钱是王八蛋，花了咱再赚，只要大家高兴，这点东西算什么？小天啊，你这次回来住多久？住几个月。这次我要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再给你们2老调理调理身体。好，住久点好。小天，仙门里好玩吗？有没有认识仙女？你什么时候给姐带个弟妹回来？姐，我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嘛，春宵一刻值千金，你还是赶紧跟姐夫入洞房吧，别让姐夫等急了。臭小子，连你也敢打趣我！哎呀，快跑，大姐要打人了！这房子太吵太旧，地基反潮，梁柱重树，墙体透风。爹娘年纪大了，这种环境住久了，哪怕吃着灵药，身子骨也难受。找凡俗工匠太慢，我有手有脚，还有法力，为什么要按凡俗的套路出牌？旺财，别睡了，起来干活，当监工。这墙皮脱落还反潮，不错，这地暖算是铺好了。搞定，收工。养狗千日，用狗1时，你是一点都指望不上。死种又如何？在我这100倍频速灵气化液的空间里，石头我也给你泡发芽了，真的活了。有了这些幼苗，加上空间的100倍种速，也就是说，只要我回宗门再鼓上1年，筑基丹的材料我就能凑齐了。这是1万多斤精品黄芽米，也就是凡间常说的灵米。这米灵气足，但我已经处理过了，凡人也能吃，长期吃百病不生，延年益寿。这里面是5000斤灵酒，也是我特意勾兑过的，你们每人每天都可以喝2两，活血化灰，比什么人参鹿茸都强。还有这些干菜，这是荠菜。娘，你以后煮汤的时候放点进去，千万别放多，不然虚不受补。这是1万两金票，还有5000两现银。姐，这钱你拿着，以后家里的开销都别省着。咱们林家不缺钱，缺的是名声和安稳。小天，这也太多了。不多，我和大哥在宗门什么都不缺，你们过得好，我们才能安心。要是钱不够了，姐你就用那个传讯词给我发个信，我设置好了，没灵力姐姐你滴血便可触发，到时我哪怕飞回来也给你们送。这里面有3本书，大姐，这是传家之宝，里面有1本归元诀，1本五行诀，还有1本是我写的修炼要点。将来不管是你们也好，下一代也好，只要感受到气感，甚至引气入体，就告诉我或大哥，这有可能会成就我们林家的未来，就交给大姐你了。下官张有德给仙师拜个早年。张大人客气了，快请起，进屋喝杯热茶。张大人，我家里2老都是老实人，以后这安平城的大小事务，还望大人多照放1、2。仙师放心，只要我张有德在任1天，谁敢动林家1根草，本官扒了他的皮。好，这是一瓶养元丹，虽然不能让你成仙，但保你无病无灾，精力充沛，还是没问题的，算是我的答谢。谢谢仙师大人。来，干杯！祝咱们林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干杯！小天，过了年什么时候走？不急，过了元宵，等开春了再走。这阵子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陪你们。好，再住1个月。爹娘姐姐夫，我走了，勿念。等我筑基，不，等我成了大修士，再回来接你们享福。旺财，走了，下一站归元宗，咱们去种出个长生大道来。去。
撒泡尿占个地盘，告诉山里的野兽，咱们胡汉三又回来了。系统空间进，外界2个多月，空间里过了16年，浓郁到化不开的药香扑鼻而来。16年，长这么高了，虽然距离开花结果长成100年灵药还差得远，但它真的活了。旁边幻心草长成一小丛，叶片边缘泛着淡淡紫色，大概20-30年份。紫猴花刚刚抽出一个小的花苞，像害羞的小猴子拳头。只要活了，就是时间问题。外界1年，空间100年，再苟个1年半载，这些药材就能达到炼制筑基丹的标准。这1年就是我的蛰伏期，趁着药材还没熟，先把鬼谷炉玩明白，把炼丹术干上去，别等到药熟了，手艺不行给练废了，那才叫哭都没地儿哭去。见过黄执事，怎么样？这趟回家还顺利吧？托执事的福，家里一切安好，就是爹娘舍不得多住了几天。你有这份心就好。正好你回来了，今年的种植任务你自己挑挑。执事，我想种5亩紫玉稻，剩下的10亩，我想试试种灵药。紫玉稻、灵药，你小子胃口不小啊！紫玉稻可是2阶灵谷，对灵气和水肥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减产。灵药更是精细活，若是种死了，可是要赔灵石的。我也想多赚点贡献点嘛，而且我这块地偏僻，种点药材也没人来偷。这小子种田技术邪门，出了名的稳。行吧，既然你有信心，那就依你。种子回头让人给你送来。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年底考核不达标，你那点贡献点可不够扣的。多谢执事栽培。哥，你轻点，别把我那篱笆门撞散架了。听说你回来了，我这不是高兴吗？怎么样，大妈身体还好吧？大姐没被人欺负吧？好着呢，大姐嫁人了，姐夫是个读书人，老实得很。我还给家里留了咱们攒的钱，把老宅子翻修的跟皇宫似的。那就好，那就好，还是你有心，不像我整天就知道练块。对了，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特产，爹让我带给你的。这是咱爹酿的。嘘，这是我加了料的，你偷偷喝，别让你师傅知道，不然又要被没收了。懂，我都懂。行了，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师傅最近要我们准备一下，有一个秘境，再过2年多就要开了。师傅想我能获得参加秘炼的资格，如果顺利的话，大哥我可能要走几个月，你自己在家小心点，别惹事儿。秘境危险吗？嗨，体修哪有不危险的？不过据说那里有不少炼体的灵草，等我弄到了，给你带点回来。等大哥回来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悄悄摸到筑基的门槛了。旺财，开工！今年咱们种点贵的。又炸了，第38次了。那个坛主说过，只要有足够的血水温养，它能自动提升丹药品质。血气。我操，这炉子活了，有门儿！既然你爱喝血，那就让你喝个够。只要你能给我出丹，开！上品止血散，第1次成功就是上品，哈哈哈哈！这钱没白花，这邪门炉子真香！继续，继续！半个月，每次进来8天，一共120天。我在空间里不眠不休地练了整整4个月的丹。现在的我虽然还练不出筑基丹，但在低阶丹药这一块，杂役峰没几个人比我熟，技术练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该考虑筑基丹的辅药问题了。切，想灵石想疯了吧？极品！你当你是丹峰的亲传弟子呢？还极品辟谷丹？谁闲着没事把辟谷丹练成极品啊？爱买不买，识货的自然懂。老板，你这止血散真是极品，是不是极品？你试试不就知道了。神药啊！给我来2瓶，不5瓶，老子要去猎杀那头铁背熊，正愁没好药。盛会100块下品灵石，差不多了。空间里练手用的丹药堆得跟山一样，要是全拿出来，能把这坊市的物价打崩。让开，让开！丹峰办事。谁在这里卖这种丹药？站住！这位师兄有何指教？这止血散是你练的？这种奇纯手法，这种火候控制，你是哪个峰的弟子？师承何人？文师兄，这丹药是我在后山捡到一个储物袋里发现的，我看它品质不错，就拿来卖了换点灵石花花。至于炼丹的人，我真不知道啊。捡的罢了。还有吗？这种丹药有多少我收多少，价格好商量。没了，就这几10瓶都卖光了。可惜了，不知是哪位大师的手笔，暴殄天物啊！旺财，撤！此地不宜久留，回去种田。半年内打死也不下山了。神魂加1，对于炼气器来说就是质变，原本模糊的世界变得清晰无比，甚至能看到每一株秧苗根部的呼吸节奏，感觉到土壤中水分的微弱流动。去，这是给稻子喝的，你喝那边的山泉水去。小天儿，三美，哥来看你了。哥，停，别抱腰不行。小天儿，看你这气色不错啊，看来这半年没少偷懒儿。偷懒也是一种修行。哥，你怎么有空下山了？不用在那瀑布底下挨揍了。嗨，别提了，师傅最近不知道发什么疯，也不打我了，非让我去学什么绣花，说是要刚柔并济。我这手是拿斧头的，哪拿得住绣花针啊？你看
这是我昨晚熬夜秀的鸳鸯戏水。师傅说我有慧根。哥，你管这叫鸳鸯？我还以为是2只野猪掉进沼泽里淹死了。你们懂个屁！这叫意境。师傅说了，这叫心细如发。之所以这么折腾我们，是为了2年多以后要开启的那个五行陨星界做准备。五行陨星界？对，那可是几10年才开一次的中型秘境，据说里面连结婴的机缘都有。但那里面危险得很，不仅有各宗门的天才，还有各种诡异的阵法和妖兽。如果我只有一身蛮力，进去就是给人当靶子的，所以必须练着绣花功夫来控制力量。行了，不说这些糟心事儿了。哟，旺财，来，抱抱。跑什么？给你带好吃的了。这可是2阶妖兽雷暴熊的大腿骨，我昨晚特意留下的。你看他瘦的皮包骨头了都。小天，你是不是虐待他了？咋看着比上次还小了一圈？哥，他这叫虚胖，不是瘦。胡说，能吃是福。旺财啊，多吃点，长结实点。以后谁敢欺负小天，你就咬他，咬不动就拿这骨头砸他。对，就这么咬。对了，给你带了个好东西，拿着。这是啥？毒药？呸！什么毒药？这是断骨丹，霸体峰的秘药，专门给铁骨境体修用的。1颗下去，骨头酥痒3天，然后就能硬上1分。这可是我用这个月的贡献点换的，我自己都没舍得吃，给你留了3颗。给我哥，我是灵修，吃这个干嘛？我也练不出铁骨。我知道你练不出，但你这身板太脆了。体修吃了练骨，灵修吃了虽然疼点，但能壮筋骨，稍微增加点抗击打能力。万一以后遇到危险，跑不过人家，好歹能多扛2下，争取多个喊救命的机会。谢了哥，我会吃的，一定把自己练得皮糙肉厚。这就对了。行了，我不能多待，还得回去绣花。哎，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了，那根骨头让旺财省着点口，那上面雷劲大，别崩了牙。放心吧，他牙口好着呢。不对劲，大部分药材都对上了，但这丹药里有一股特殊的腥燥气，是那种能刺激骨髓药血、引发疼痛的核心药引，但分析不出来这是什么。你这死狗，是不是偷吃雷震子了？雷击骨？不对，是被雷火反复煅烧后的骨渣。我明白了，断骨丹的核心药引其实是骨髓被雷火淬炼后留下的精华。旺财，这东西你在哪儿吃的？别装死，这关系到咱们能不能发财，能不能让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10斤降大骨，不，20斤。这里是霸体峰废丹房的垃圾场，霸体峰那群莽夫炼丹手法粗糙，经常炸炉，所以垃圾特别多。这哪里是垃圾场，这分明是我的原材料仓库。只要把这些骨渣收集起来，提存一下，我就能炼出比霸体峰品质还好的断骨丹。好狗，真是一条好狗！回去我就给你做20斤降大骨。别刨了，别刨了，这么多咱们一次拿不完，而且太显眼，咱们得慢慢来。今晚先装几袋回去试试水。谁能想到，这堆垃圾未来将会造就一位肉身成圣的绝世强者和一条咬碎诸天法宝的无敌神犬。鬼谷炉，开饭了。蛮有效。这炉子不仅能提升成丹率，还能通过吞噬丹毒来自我净化。断骨丹的改良配方成了。旺财，你在外面林子里守着，别乱跑。极品止血散，50灵石1瓶，不还价。好药，全要了。老张，这本书怎么卖？100灵石，这可是上古孤本，记载了无数秘闻。5块，这可是知识。50，不能再少。5块，爱卖不卖，成交。这5块灵机花的有点冤。标题党退钱，这啥样，画的跟蚯蚓这2级似的，但也算值个乐子。这作者是不是上厕所没带纸，随便找了根竹子解决问题，结果被竹子给通了？垃圾书亏大发了。鉴定完毕。至于那书中被墨迹掩盖的真相，生于时空紊乱之地，祸福之源，这才是它的正确用法。此刻正安安静静的压在桌腿下，等待着某一天重见天日。有时候真相就在脚下，只是你把它当成了垫脚石。谁呀？大半夜的，报丧呢？林师兄，是我，张二狗，快开门，出事了！师兄，你被人盯上了！赵括那个当执法弟子的哥哥赵刚，这孙子一直眼红你那块能种出极品稻子的地，我听说终于让他找到机会了。什么机会？听说丹峰有个执事查到了一种带有阴煞魔气的极品丹药，赵刚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风声，就想借题发挥。他这会儿正带人往你这边赶呢，说是有人举报你私藏伪进铺，还涉嫌勾结魔修。还有更糟的，我刚才来的路上，好像看到那个丹峰的执事也在往这边走，手里还拿着个罗盘，神神叨叨的。师兄，你说这赵刚是不是疯了？怎么把丹峰的人都招来了？丹峰执事也来了，拿着罗盘，那是寻踪盘。看来那个极品止血散里的阴邪气真的引起了丹峰的注意，对方顺藤摸瓜，已经摸到了这附近。赵刚是来抢地，丹峰是来寻宝，这2拨人今晚要在我的小院里胜利会赢。师兄，你赶紧躲躲吧。虽然我知道你没勾结魔修，但那赵刚心狠手辣，要是他往你屋里扔点什么违禁户栽赃你，你就完了。躲？我为什么要躲？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勤勤恳恳给宗门种地，他们凭什么抓我？
那味道乍一闻还真有点像阴煞武器。二狗，信了，你先走，别把自己搭进去。记得明天帮我去访视宣传宣传，就说咱们杂役峰出了个倒霉蛋，被狗给坑惨了。被狗坑惨了。好，师兄你小心。旺财，别睡了，一会儿有人来找茬，你给我机灵点。阴寒之气，源头就在这附近。有堂主撑腰，只要我搜出违禁品，总规之下，就算你的亲传哥哥来了也没用。到时候让我的人占据那块地就容易多了。丹峰是为了寻宝，执法队是为了找证据。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就好好玩玩吧。旺财，把骨头收起来，一会儿那帮人进来了，你就负责一件事，记住，要真实，要震撼。执法办案，明天给老子滚出来！赵师兄，大半夜的，这是有什么公干？少废话！有人举报你私藏违禁品，还涉嫌勾结魔修，执法堂执事奉命搜查。搜查宗门规矩，执法堂搜查外门弟子住所，须有堂主手令。你这空口白牙的，给我搜！挖地3区也要搜出来！赵师兄，若是搜不出东西，这件事咱们可得去堂主那里说道说道。哼，等你进了执法堂的大牢再说。这里面有魔气。好啊，凌天，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私藏魔修之物，这可是死罪。那是我的私人物品，不是什么魔修之物。想抢证据，找死！这是，难道是那种炼制极品止血子特殊材料？谁？丹峰办事，闲杂人等退避。刘执事，这是我们执法堂要抓的犯人，这赃物也是我们搜出来的。放肆！这东西涉及丹峰机密，我看你是想抢功劳想疯了吧？滚！这就是魔修法。我家狗最近吃坏了肚子，这是我给它配的消食药渣，还有它没吃完的骨头。凌天，耍我！住手！赵刚，这就是你说的证据？拿着一堆药渣说是魔修法器，还不快滚！关你小子走运，去执法堂告你一状。哎，演得不错，来吧，小宝贝儿，开饭了。造反啊！滚滚滚，吃你二爷！啊！竹子大爷威武，竹子大爷霸气。大哥，别打脸！这功法名字还是五行诀，但这内容简直就是魔改版。第一层炼气片，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仿佛烙印在灵魂深处。但是第二层筑基片却被一层浓重的迷雾笼罩着。原来不是武灵根废，是以前的功法太垃圾。有了这真五行诀，再加上这根专治各种不服的竹子大爷，以后谁要是惹我，我就用竹子敲他闷棍。因祸得福啊！看来以后可以放心的用这炉子炼丹了。有竹子大爷罩着，他翻不了天。赵刚那种小人肯定会盯着我不放。丹峰那边虽然暂时被恶心到了，访视那边也暂时不能去了，尤其是止血散，坚决不能再卖。那玩意儿虽然来钱快，但太招摇，得放个路子。卖给人吃的药容易被查，那给狗吃的呢？只要我把噬灵丸做成拳头产品，谁会去查一个卖饲料的？而且这玩意儿消耗大，回头客多，只要效果好，那就是细水长流的暴利。好宝贝，这就是那根从空间母烛上脱落的分支，我的物理学圣仙打脚棒。自从五行诀 Plus 修炼入门后，我似乎能跟它产生某种极其微弱的感应。当我握住它时，仿佛能感觉到它内部蕴含着一种沉睡的、浩瀚如海的生命力。这变异了，真的变异了！植株矮状，茎杆粗得像小树苗，叶片灰厚带锯齿，颜色暗红如吸饱了鲜血，散发出的不再是温和的灵气，而是一股浓郁、狂暴，甚至带着一丝野性的血气。这种血气太过狂暴，不适合灵修使用，但是对于体修来说，这玩意儿简直就是绝世大补天。体修修的就是气血，练的就是肉身，吃下去绝对比什么丹药都带劲。以后这块地就叫血玉田，这米就叫血玉道。劲儿太大了，我这练气期的小身板都有点扛不住，看来只能给大哥这种铁骨劲的猛男吃了。雷火风味强力噬灵丸，这玩意儿虽然不能让人吃，但给狗吃绝对没问题。只是今年可能让您失望了。怎么说？这紫玉道确实娇贵，我那块地本来就贫瘠，今年又是第一次试种这种2阶灵骨，结果底力有点跟不上，再加上前阵子雨水多，我这手艺也不精，总共就收了1000斤。1000斤5亩地，才1000斤，亩产才200只是，您别急啊，量虽然少了点，但这质我觉得还行。极品，这是极品紫玉道，你小子，你管这叫还行？可能是因为产量低，所以地里的养分都集中在这点米上了吧？这就叫浓缩就是精华。您看，我为了种这几袋米，头发都掉了好几根。信你个鬼！掉几根头发就能种出极品，那我全秃了，岂不是能种出仙丹？好一个浓缩精华，虽然产量未达标，但这品质足以抵消。按极品价算，1斤给你算1点贡献，另外额外奖励你50点贡献。这才是我要的项目。对了，
你那剩下的10亩地呢？不是说种辅药吗？种了些白玉参和芙蓉心。不过药材这东西长得慢，这才半年，还没熟透呢。我就拔了几株长势不行的给您看看。不错不错，虽然年份还浅，但这品相绝对是一流的。这苗子养得好啊，等年底成熟了，肯定又能大赚一笔。丹峰内门弟子苏清风，奉师命前来，有事前来会见凌天师弟。鱼咬钩了，旺财，收起你的猥琐样，给我表现得高冷一点。苏师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凌师弟客气了，冒昧来访，其实是为了黄执事送去丹峰的那几株白玉参，那种温润如玉、药性内敛的极品白玉参，正是家师云鹤真人急需的。听黄执事说，是你种出来的。是啊，运气好，这块地风水养人。运气？林师弟，明人不说暗话，极品灵药偶尔出一株是运气，但能一次拿出好几株，那可就是本事了。不知师弟方不方便带我去你的药田看看？当然方便，师兄请。虽然不是全部极品，但这极品率竟然达到了1成。师兄，这师弟放心，我是代表丹峰峰主前来的，只要你能长期供应这种品质的辅药，我们支付双倍贡献点，而且每一株极品辅药额外补贴给你5块中品灵石，如何？苏师兄，实不相瞒，我在宗境外遇到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前辈，他老人家觉得我与他有缘，当知道我是灵职夫后，就顺便指点我几手种田的法门。前辈交代过，不许我透露他的行踪。原来如此，那这位前辈可有名号？也许有吧，但师弟不知，老前辈从不说名字，只让我叫他种地的。种地的？那凌师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丹峰可以给你挂一个丹峰特批灵职师的名头。师兄也知道你遇到了些麻烦，只要你不违反宗规，丹峰定可保你平安。既然是为了云鹤峰主炼丹救人，那弟子就冒着被那老前辈责骂的风险，答应。好，爽快，这是令牌和定金。凌师弟，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师兄，丹峰苏清风去了凌天那里，还给了丹峰的特约令，看样子是达成了什么约定。该死，有了这块令牌，我在宗门里根本动不了他。既然宗门里不行，那就等机会去外面去，给我盯着他，只要他敢离开宗门一步。终于出关了，小天，哥。行啊，小子，半年不见，身子骨结实了不少啊，都能扛住我有意控制的1成力道了。1成哥，你这就有点炫了啊！嘿嘿，实话实说嘛，师傅这半年把我扔进万宠屋里闭关，天天跟那些石头人对练，不结实点早被打死了。对了，我听说你前阵子来找过我好几次。是啊，每次去你都在闭关，正好这次给你攒了一堆好东西。带劲儿，这比上次送我的那些还要补。算是吧，还有这个饭后甜点，这成色，这比师傅私藏的还要好。小天，又是那个朋友炼制的，你那个神秘朋友到底是什么来头？是啊，大哥你不要问了，问就是缘分，赶紧吃，看看效果。爽，力量至少提升了1成。有了这丹药和血米，我有信心在1年内冲击金神境。行了，我得回去了。师傅让我回去，还要加炼3个时辰的碎石掌，去晚了又要挨棍子。哥，那你加油，我会在这里给你多准备点补给品。咱们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好，兄弟齐心。温润如玉，药力内敛而不散，甚至隐隐有一丝先天木灵之气的韵味，这简直是完美的辅药。清风，你确定是那个叫凌天的外门弟子批量种出来的？回师尊，千真万确。虽然不是每一株都如此，但极品率确实达到了1成左右。而且，他说是一个自称种地的老人家叫他种的。脾气古怪，依山林顶，自称种地的师弟，你怎么看？这描述让我想起了100年前，我有幸跟随太上长老去上宗朝拜时见到的那位传说中的灵职大师枯木尊者。上宗，枯木尊者也是这般不修边幅，最喜游戏人间。若是真是那位，随手点拨了一下凌天。不对，为何凌天有这样的机缘？难不成那天一宗如今有什么想法不成？这已经不是我们丹峰能决断的事了，事关天一宗，必须立刻禀报宗主。长庚师弟，你的意思是，那个叫凌天的外门弟子背后可能站着一位来自太一宗的前辈？不是可能，是极有可能。若非如此，一个炼气5层的小娃娃，凭什么能种出这种神物？莫非是故意用这些小恩小惠麻痹我们，实则另有图谋？裴师兄，稍安勿躁。若真是图谋不轨，何必费这么大力气跟一个种田外门弟子接触？直截了当，岂不更快？要知道太一宗是5级宗门，我们举全宗之力也撼不动人家。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任意接触我宗门人？公着，我觉得我们不仅不查，还要给足面子，通过凌天这个中间人把这位前辈稳住。都说完了，裴师弟的担忧不无云理，宗门安全不容忽视。但沈师弟说的也对，面对未知的强者，贸然行动是取死之道。本座刚才用神识扫过了全宗，空空如也，本座没有感应到任何强者的气息，所以这事儿不能硬来。
既然他愿意藏着，那我们就装作不知道。但是凌天这根线必须抓在手里。长庚，你那个特聘给得好，继续给，还要加码。另外，既然他得了前辈的教导，那就让他把这本事亮出来看看，传个话给外门那边，让凌天在灵芝堂授课，传授灵芝心得。是，谨遵宗主法旨。这毛带电要是做成笔，画雷符肯定威力加倍。黄执事，您这大是喜事儿啊！刚刚外门长老亲自传话，说是宗主他老人家听说了你的事迹，特意点名让你明天在灵芝堂开课，给全宗门的灵芝夫传授经验。执事，这不太好吧？我那点微末道行，哪敢在各位师兄师姐面前献丑？万一讲砸了，怕什么？有宗主给你撑腰呢。而且这次可是有奖励的，讲得好，不仅有贡献点，还能在宗门里露大脸。你小子以后在归元宗，那就是这个露脸。我是最不想露脸的，但事已至此，躲是躲不掉了。行吧，那我尽量不丢人。旺财，别玩了，明天跟我去演戏，这一波咱们要赚个大的。我的祖宗哎，你怎么还在这蹲着？时辰到了，人都等着呢。来了，这就来。走，旺曹，跟哥去传道授业。来了，那个种田天才来了。这就是那个天才，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估计就是运气好吧。各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大家早上好啊！承蒙宗主厚爱，特意让我来分享一点微不足道的经验。微不足道？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吧？你懂什么是灵芝吗？你懂什么是药理吗？别误人子弟了，赶紧滚下去吧。这位师兄，我们是修仙者，我们要种的是灵芝。灵芝是有灵性的生命，既然有灵性，那就要走心，要用爱去感化它们。爱感化？你当这是哄孩子呢？荒谬，荒谬！那我就现场演示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爱的供养。来人，上道具。啊，小草啊小草，你为什么这么慌？是因为没喝水，还是因为没吃糖？活了，真的活了，太神奇了！虽然难听，但效果是真牛逼啊！你总是如此温柔。赵师兄，这回春草都听感动了，你感动吗？你这是妖法？这是爱，看来赵师兄不懂爱啊。那个，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也不能藏私。不过嘛，这种法门比较费嗓子，也费精力。如果哪位师弟师妹有些特殊的种子，或者是不认识的矿石、残片之类的，可以拿上来让我帮你们鉴定鉴定。作为回报，我可以给你们单独开个小灶，指点一下音律。我有，灵师公，这是我以前得到的几颗不知名种子，种了几年都没发芽，您帮忙看看。好说好说，这几颗种子虽然看起来像石头，但其实是很有潜力的灵种。放我这儿吧，我帮你用爱感化一下。林师兄，这是我挖矿挖到的五色石，送给您当学费。这是我在遗迹里捡的残片玉简。林师兄，我这儿有一包不知名的粉末。这一波血赚！这帮师兄弟妹妹们还真是淳朴的可爱啊！你闻闻这个，说是祖传的天外星运铁，能锻造神兵利器。再来闻闻这个，那师兄说这可是不小仙种，上古遗迹出品，里面的胚都化成灰了，就是当个风干的标本都嫌它长得太丑。哼，你这死狗又偷我东西，这玩意儿你也啃，不怕崩了你的梁？这狗东西虽然贪吃，但嘴巴叼得很，能让它流口水的，除了肉骨头，就只有蕴含特殊能量的好东西。这奇异的波动不像是功法印记，反而像是一幅被加密过的图。等以后神魂之力再上几个台阶，或许就能揭开它的真面目。说不定是哪个倒霉蛋前辈留下的藏宝图，说不定这里有他的全副家当呢。弟子亲眼所见，那株已经枯萎的回春草，在灵师弟的歌声中，确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生机，最终甚至品相更胜从前。虽然灵师弟所用的音律之法听起来有些独特，但其效果却是实打实的，在场数百名弟子皆可作证。旁门左道罢了，真正的灵芝之道，岂是随便唱几句歪门邪道的说谣就能成功的？依老夫看，多半是那位神秘前辈赐予他的某种特殊灵液起了关键作用。那所谓的音律，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好了，此事不必在意。清风，此事你处理的不错。我交代你的另一件事，半个月后在青云城举办的万宝拍卖会，准备的如何了？回禀师尊，弟子已经通过内线打探清楚，那卷传说中的上古丹道真解残卷，已经确定会作为此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之一出现。好，那丹道残卷对我丹峰意义重大，或许能让我们在几种失传丹药的研究上取得突破。这次拍卖会便由你杜师叔亲自带队，你从旁协助，务必要将那残卷给我带回来。是。弟子有一个不情之请，弟子想带上凌天师弟一同前往青云城。带他？胡闹！清风，你是不是糊涂了？
万宝拍卖会是什么地方？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我们如何向他背后那位前辈交代？师叔息怒，请听弟子解释。首先，灵师弟眼光之独到非同寻常，上次他拿出的那株极品白玉参，连师尊都赞不绝口。其次，弟子觉得灵师弟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带上他，或许能给我们此行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气运，修仙问道，靠的是自身硬实力，简直是笑话。清风，你想带上凌天，恐怕不止这2个原因吧？师尊明鉴，弟子确实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弟子觉得，这正是我们向那位神秘前辈示好的一次绝佳机会。好，说得好，清风，你当真是长进了，不拘泥于眼前之利，更能看到长远之计。不错，不错，就这么办。带上凌天，给他最高的待遇，一路上务必确保他的绝对安全。他若掉了一根头发，我唯你们是问。是，对吧？现在就去告诉那个小子，这是宗门及我丹峰对他的看重和栽培，让他此行好好表现，别丢了我们丹峰的脸。弟子领命。灵师弟，是我苏清风，有大喜事与你相商。苏师兄，什么喜事让你这么高兴？灵师弟，好消息！再过半个月，青云城将举办10年一度的万宝拍卖会，这可是整个青云州最大的盛会。哦，拍卖会那是大人物去的地方，跟我这个种地的有什么关系？哎，师弟此言差矣。这次拍卖会据说有一卷上古丹道真解残卷出世，师尊对此势在必得。而且除了丹方，还有很多从各地搜罗来的稀有灵植种子和未知解药。师尊说了，灵师弟对灵植一道造诣深厚，眼光独到，所以特批你随行，作为丹峰的特约鉴宝师。苏师兄，这不太好吧？我修为低微，那拍卖会人多眼杂，万一给丹峰惹了麻烦。放心，这次带队的是赤火真人杜师叔，金丹期的强者，谁敢不给我们丹峰面子？而且有我和几位师兄护着你，绝对安全。可是我这10几亩地没人照看。这个好办，我跟黄改师打个招呼，让他派人帮你看着，保证你回来的时候一根草都不会多也不会少。既然是封主重托，那我若是再推辞，就显得不识抬举了。行吧，我就陪师兄走一遭。那师弟赶紧收拾一下，3天后集合。小子，别乱跑！这城里龙蛇混杂，丢了小命没人替你收拾。是，弟子明白。走，去找刘管事。断货这么久，那胖子估计想我都想疯了吧？哎，那位老哥哥怎么还不来？这都2年了，我的存货早就卖光了。现在每天都有那些世家公子来催货，问什么时候有那种灵酒，我都快被逼疯了。刘管事，外面有个捡破烂的老头，说是找您叙旧。这是神米啊！10万斤，5万斤。紫玉道10万斤，暂时就有500瓶。这是新货，用完就没了。就算青云城最大的灵米商行，1年也未必能拿出这么多2阶灵米。好东西，绝世好东西！紫玉道灵气纯度是市面上普通2阶灵米的3倍，包装成秘境贡米，起码15块下品灵石1斤。雪玉道体修圣品，搞饥饿营销，50块下品灵石都有人抢。适龄丸2、3块中品灵石1瓶都算友情价。老人家，让您久等了。经过我们几个慎重商议，紫玉道1斤5块下品灵石，血玉道1斤20块下品灵石，适龄丸1瓶1块中品灵石，全部按您的要求用中品灵石结算，一共15500块中品灵石，您看如何？与老汉家主所料想基本无二，王大人果然公道，那就这样定了。痛快！老哥哥果然是痛快人。这里边是16000块中品灵石，多出来的500块算是一些心意，给您老买酒喝。钱货两清，以后这生意还能做多久，就看缘分了与安全问题了。还有，老汉家主想麻烦大家留意的那些破烂种子和一定，老人家放心，这青云城里若是走漏半点风声，我王某儿把脑袋拧来给您当球踢。至于种子与玉简，我等一定收集。发财了！有了这笔钱，以后炼丹、搞研究都不用再抠抠搜搜了。去，这玩意儿不能吃，崩了你的牙。喏，你的奖励，以后肉骨头管够，实现肉骨头自由。听说了吗？钱老板搞到了一批神米，叫什么秘境贡米，吃了能美容养颜。何止啊！我还听说有一种龙血古道是体修圣品，我卡在炼体3层好几年了，就指望这个突破呢。都别想了，我听说那龙血古道货量有限，每天只有100斤，价高者得。各位道友，各位仙子，让大家久等了。一上宗从一处上古秘境中寻得2种失传已久的灵米，本良行有幸购得些许。此乃紫霞仙米，常食之可涤荡经脉，美容养颜，令肌肤如玉，青春永驻。今日特价15块下品灵石1斤，每人限购10斤，15块。这么贵，抢钱啊！我买10斤，别给我老娘先来。而这一种更是了不得。赤龙血米吸收上古龙血精华而生，体修圣品，气血亏空者之救星。由于产量有限，每日只收100斤，价高者低价50块下品灵石1斤。我出55、60、100斤，我全要。出70，出80。刘管事，我出5块中品灵石，给我来一瓶那个神兽口粮。5块，我出6块。我家的吹风鹰最近正要晋级，就靠这个了。各位公子，不是我不卖呀，
实在是这九转兽神丹太过珍贵。那位前辈说了，每天只能匀出10瓶，现在预定的人都排到下个月。我不管，我今天就要。我爹是城卫军副统领，你要是不卖给我，我就让我爹来查封你这里。哎呦，李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做主，今天给您匀1瓶，不过这价格嘛，得加一点辛苦费。加多少？不多不多，10块中品灵石。你怎么不去抢？没办法呀，李小姐，这丹药全城独此一家，您要是不买，后面还有王公子、孙公子排着队呢。外面都抢疯了，那四通粮行的紫霞仙米，听说已经炒到20块下品灵石了。可不呢，而且还有价无市，完全买不到货。田老板这帮人还真是营销鬼才啊！紫霞仙米、赤龙血米、九转兽神丹，这名字起的。林师弟起了吗？起了起了，师兄请进。师弟换上吧，今晚咱们代表的是丹峰的脸面。好的，师兄，这衣服真好看。师兄，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不错不错，师弟这卖相一看就是咱们丹峰的精英。各位仙友，欢迎来到本次拍卖会。我出1000中品灵石，我出1100中品灵石。这剑看着挺亮，但这光是不是太刺眼？师弟言之有理，此剑华而不实，确实不入流。这瓶子怎么是绿色的？看着跟毒药似的，能吃吗？师弟果然观察入微。接下来这件拍品乃是一株500年的七叶灵芝，500年份，不错，可以拿来炼制延寿丹。2000中品灵石。师叔，等一下，怎么？那个这灵芝的根部怎么有条黑线啊？看着跟那发霉的馒头似的，会不会是坏了？这是尸毒，这灵芝是生长在古墓里的，尸毒已经入嘴，若是拿来炼药，后果未知啊！小子，可以啊，眼光够毒，这么隐蔽的瑕疵都能一眼看出来。运气，运气。叔叔，我就说林师弟眼光独到吧。接下来的这件拍品是一株600年份的天元果，此果乃是炼制金丹的主药，虽然伴生了一颗不知名的石化寄生种，略微影响了品相，但药效绝对没有流失。起拍价5000中品灵石，年份倒是足够，就是这瘤子，好东西，能把如此年份的天元果当仰望吸的，绝对是更高阶的灵芝。师叔，怎么，你也觉得这果子不行？不，这果子很行。对，若是我没看错，这天元果的药力至少能多保存100年不散。而且，师叔，我观这半生物内部似乎隐有一丝既高阶的生机韧动，虽然现在看着像死物，但这极有可能是一颗灵种的休眠体。灵种，若是真如他所说，不管是为了天元果，还是为了这个可能存在的神种，买必须买。既如此，那就信你一回。希望真如你所说，能为我带来一株地阶良药种。我出6000中品灵石，拿去。既然你说这有可能是灵种，培育的事就靠你了，不要令本座失望。多谢师叔信任，弟子一定尽力。师弟，这高阶灵果半生物真有那么好？好，特别好。要是能救活师兄，你就等着立大功，受宗主嘉奖吧。各位，接下来的这件拍品乃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重宝之一，这是一卷上古丹道真解残卷。此卷对于炼丹师来说，这就是无价之宝。起拍价1000上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1100、1200、1500、2500、2600、3000上品灵石。完了，没钱了。3000上品灵石远远超出了丹峰的预算，还要加吗？3500、4000。好，好，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4000第一次，4000第二次，4000第三次，成交。罢了，那天眼宗也不是什么好人，咱们不趟这浑水是对的。师叔，有人劫杀拍到上古物丹道真卷的3号包厢神秘人，幸好没拍到，这要是咱们拿了，现在挨打的就是咱们了。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反伤阵也太难克了，稍微手抖一下就炸。中品巅峰法器，不，这叫魔改版要命3000，加入了5行精金，硬度堪比上品，铭刻了2阶重力阵，一斧头下去几千斤。最骚的是这个反伤阵，谁打谁手疼。叫什么叫？吓我一跳！拿着磨牙去。小天儿，哥来了。好家伙，雷长老这是把你当妖兽养呢。嘿嘿，差不多吧。不过还是你给大哥的丹药和米饭更好。对了，我的战符会武准备要开了，给。嚯，这么重，这起码有3000多斤了吧？注入灵力试试。那个小天儿，这桌子好像不结实。拿着斧头，带上这些丹药，你滚！会武拿不到前10，你就别回来见我。还有，赔我的桌子。好嘞，哥一定努力，下次给你带个更结实的。这傻瓜。不过看来这斧头的威力确实够劲。气脉会武终于要开始了，我也该去凑凑热闹了。对不起了各位，
为了给那位祖宗腾地方，只能委屈你们了。旺财，快，在这一小块灵田周边全滋上你的尿，别让低阶妖兽来搞乱。发芽了，发芽了！苏师兄，快来啊！哪儿呢？哪儿呢？真的发芽了！师兄，你看，虽然看着丑，但这上面的纹路是不是挺有玄机的？看不透，这东西有点邪门。师弟稍等，我去请师尊。哪儿呢？哪儿呢？那神种在哪儿？师尊，在这儿。这气息，清灵中透着死寂，死寂中又孕育新生，这种阴阳轮转，绝非凡品。师兄，这到底是个啥？连2个丹峰大佬都认不出是什么，要么真是好东西，要么就是路边杂草了。那个2位长老，这草是不是长得太丑了点儿？要不我拔了重新种个好看的？住手！闭嘴！丑，这叫大道至简，这叫神物自会，你懂个什么？清风，封锁山谷，连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是。师兄，这到底是个啥？你倒是给个准话了。我看着怎么越看越像那什么阴魂草，但这生机又是怎么回事？凌天啊，这株神种既然是你种出来的，那你觉得它现在还需要点什么会更好的成长啊？回峰主，弟子觉得它可能饿了。饿？那需要什么肥料？龙血土、灵髓液，还是……那个根据之前的观察，他好像挺喜欢我这狗拉的那种带有雷火气息的便便。参见宗主，本座的神识竟然无法穿透它的根系，它的根部仿佛被一层天然的灵力屏障包裹，韧性极强。而且，你们感觉到了吗？这山谷里的灵气正在缓慢而坚定地向它汇聚。好霸道的吞噬之力，才这么点大就有如此威势，若是长成了还了得？此物非凡品，至少是4阶巅峰，甚至触及到了5阶的门槛。这种级别的灵物，恐怕只有太上长老师叔那种活了1000年的老前辈才可能知晓。凌天，此物是你种活的？回宗主，是弟子按照那位老前辈的法子。又是那位老前辈？那位老前辈有没有说此物是何物？回宗主，弟子倒是有问过，但那老前辈就是不说。前辈不说，更加说明此物大有来头。既然如此，此事已非本座能断。云鹤，你去后山禁地，持本座令牌，请太上长老师叔出关。太上长老师叔，那位活化石寿元无多的元婴巅峰，不是宗门大事，绝不轻动。去。是。玩大了，这次真的玩大了。道玄啊，何事惊扰老夫闭关？太上师叔，请看此物。这是螺旋液，灰似光，内蕴九转生机。没错。道玄，封锁消息，立刻封锁一切消息，哪怕是杀光知情者，也不能泄露半个字。这是九转还魂草，这是3大圣地垄断的珍稀灵药，从不外销。要是让他们得知我们有这么一株，我归元宗将大祸临头。太上师叔，这草究竟有何用？它是5阶丹药化神丹的主药，更是修补受损根基，甚至能让元婴重塑肉身的圣物。有了它，老夫停滞了100年的修为有望突破，我归元宗有望晋升为5品宗门，甚至称霸此界。但如果走漏消息，我归元宗将万劫不复。道玄，此等神物是何人所植，又是从何处得来的？回老祖，正是这位外门弟子凌天。这娃娃，老祖，这株神药的种子是凌天在青云城万宝拍卖会上发现的，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那是废料，只有他一眼看出了不凡。哦，竟有此事，好。而且这移植肥育之法也是他独创的，除了他，恐怕没人能伺候得了这神药。娃娃，你叫凌天是吧？不错，很有前途。那个老祖，这草很值钱吗？能换多少贡献点啊？老天给了我归元宗一个天大的机缘，天佑老夫，天佑归元宗啊！好孩子呀！贡献点那是给其他弟子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归元宗的大功臣。道玄，弟子在。即日起，凌天地位等同长老。这片山谷列为禁地，除了你我2人还有凌天之外，任何人不得擅入。还有这小子的修炼资源，全部按最高规格供给，哪怕他要天上的星星，你也得想办法给我摘下来。是。那个太上长老，弟子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哦，但说无妨，任何事都可以说，不必顾忌。老前辈离开前曾说，如果我到5行陨星界当中去转一转，也会对我的灵运有所提升，有助于种植此药。还有就是我哥灵山可能偶尔会来看弟子，不知道能不能特例。你哥姿势体大，容本座思考后再行决断如何？老天爷，求求你让他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个灵域的说法，不然我没法筑基啊！天天有人盯着我，干啥都干不了啊！我药都齐活了，不可能一直等呀。关于那个娃娃提出的2件事，你们怎么看？第一件事，让他哥灵山探视，本座以为可行。凌天毕竟年少，骤然被禁足，难免心生怨气，用亲情羁绊安抚他，也能让他更安心的替宗门养药。
同时暗中提升灵山于宗门内的待遇，让其知道宗门不会辜负有功之人。复议，那就如此定了。但要叮嘱凌天，禁止向灵山透露任何关于九转还魂戟之事。可以说成也是为了他的哥哥好，让他嘴巴严点。是，关键是第二件事，秘境之行。那娃娃说是老修交代的，去五行陨星界能提升什么灵运？此事诸位怎么看？宗主，太上师叔，其实我觉得可以让师侄苏清风也参与进来。苏清风，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回天上师叔，清风那孩子是李师兄一手带大的，他的性子李师兄最清楚。清风赤子之心虽然偶有些迂腐，但老夫保证，他对宗门绝对忠心耿耿。好，那就这么定了。这秘境让清风陪他去，告诉清风，这不仅是一次历练，更是一次护送任务。我等领命。小天，明天就是七脉会武了。哦，这么快？那个赵刚呢？还在蹦跶？哼，那孙子现在狂得很，他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极品攻击法器，还放出话来说要在擂台上废了我。废了你，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哥，这个给你。这是升级版，我在里面加了个子弹料，不仅能反弹伤害，还能吸取对方的灵力转化为己用。要是那个赵刚敢对你用阴招，你就把这镜子怼他脸上。一灵力，这招损啊，不过我喜欢。行了，去吧。明天有事，我虽然去不了现场，但我会在精神上支持你。反正别留手，狠狠揍他，打不过就用阴他，保命第一，出气第二。好嘞，小天你放心，这次我要好好的整整他。宗主来了。本座来是告诉你，秘境之行，太上长老准了。此次秘境你无需参加会武，直接以特约灵之师的身份随清风一同前往，切记安全第一。真的？宗主，我想去看看今天的七脉会武，给我哥加油，行不行？不行，你现在接触的人越少越好，毕竟事关重大。虽然人不能去，但这面观天镜可以连接演武场的流影阵。直播？那个宗主啊，就是您看这观天镜这么大，要不您给配个好点的包装？行了，别看了，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是本座早年用过的一枚储物戒，里面也有100丈空间，虽然不大，但也够你装破烂了。拿着。多谢宗主赏赐，宗主大气。哎，这人也太多了，啥都看不见。那不是山哥吗？山哥，灵山大哥，这儿看这儿，包大海，山哥，真的是你啊！几年不见，你这块头，你是吃妖兽长大的吧？差不多吧。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嗨，瞎混呗。我被分到了阵风，我不懂阵法，只能干杂活。对了，天哥呢？怎么没见他？哦，小天他在闭关，最近正忙着研究新品种呢，出不来。这样啊，那等有机会你带我去看看他，我也挺想他的。行，一定。那是张峰，真的是他。这家伙混得不错啊，竟然都筑基了，还是丹峰的内门弟子。比赛结束，张峰胜。张峰，灵山，包大海，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刚才你那打得漂亮啊。运气好罢了，我还要备战下一场，先走了。这家伙还是这么不合群啊？也许是有压力吧，毕竟是丹峰，竞争激烈。走，咱们看比赛去。这位师兄，体修虽然皮厚，但我这神行符加上爆炎符，你也未必能。废话真多。什么？金刚身铁山靠！这神格局威武，不用法术去，直接用肉撞。看到没？那是我大哥，我异父异母的亲大哥。丹峰张峰对战剑锋叶红。叶红，那可是剑锋这一代排名前5的天才，据说已经领悟了剑意雏形。张峰虽然也不错，但遇到叶红悬了。丹峰的，你认输吧，我不伤你，请赐教。太慢了，冥顽不灵。没事吧？输了就输了，那小子是剑锋的变态，输给他不丢人。再说了，你那一招双剑合锋也很帅。哦，来了，终于还是碰上了吗？大哥小心，我要看赵刚这孙子今天怎么丢人。赵刚，听说这小子最近突破到了筑基后期，灵山师弟怕是有危险啊。危险？师兄，你看着吧，今天危险的可不是我哥。灵山，没想到你竟然能闯到这一轮，今天我就要在全宗面前废了你的手脚，让你那个种地的弟弟看看得罪我赵刚的下场。废了我，赵刚，之前你欺负我弟弟的时候，我就想揍你了。今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哼，大言不惭，区体修也敢跟筑基后期叫板，给我死！卑鄙，哪有上来就下这种死手的？来得好！什么？这就想废我？给我滚！护身法器，我看你能挡几下？玩够了没？现在该我了。重力阵开！这是什么妖法？反伤阵开！聚力阵给我破！我不信，我筑基后期。下去吧你！
霸体峰灵山，赢了，赢了！那是我大哥，真的是我义父义母的亲大哥。师弟，那斧头是你修的？不是啊，是我一个朋友修的。那个师弟啊，我那把飞剑最近也有点飘，要不你也让你朋友帮我调一调？他不在啊，等我再见到他，一定帮师兄你说说。还得好好苟呀。精神干涉，有点意思。这招用来阴人，绝对防不胜防。而且没有金丹以上的修为，别人是修不出神识的。所以用来阴筑基以下的，一阴一个准。参见老祖，参见宗主。两位长辈怎么都来了？可是神药有什么问题？飞也，娃娃，明日就要出发去秘境了。这里面封印了老夫全力一击，若是遇到不可敌的危险，捏碎它，元婴之下必死无疑。凌天啊，本座身为宗主也不能小气。这是极品防御法器玄武盾，激活后可抵挡筑基巅峰全力轰击半个时辰。还有这是20张千里神行符，跑路用也是极品。多谢宗主。师傅，这太贵重了吧？给你就拿着。这次秘境凶险，你是咱们霸体峰的希望，别给老子省着，活着回来才是最重要的，懂吗？懂了，多谢师傅。乖乖，这么多人，得吃掉多少灵米啊！师弟，别看了，跟紧点，这里人多眼杂，很多宗门跟我们归元宗都有摩擦，小心被整查。哎呦，这不是归元宗的杜荣长老吗？这一届是什么风，居然把您也吹来了？我还以为你们丹峰的人只会在家里炼丹呢。原来是天眼宗的玄冥长老啊！稀客，我们丹峰自然比不上你们天眼宗家大业大，连千年太监草都能拿出来当宝，佩服。杜长老说笑了，听说你们这次七脉会武出了个猛人，霸体峰的灵山，不知是哪一位？那就是我归元宗的弟子灵山，不成器，让玄冥长老见笑了。杜长老谦虚了，希望进了秘境，你们也能有这般好运气。啊呜！那只大猫看着好好吃。憋回去，那是御兽宗的宝贝疙瘩，你敢动一下，咱们今天就得被做成烤串。旺财，这次进秘境我有大事要办，但是苏师兄在一旁实在不方便，所以我得把他甩掉。说正事，进去的时候传送肯定会乱，我会趁机跟你分开，你就贴着苏师兄，估计你就可以和他传送到一起。就算不一起，凭你的鼻子要找到他不难。到时候苏师兄肯定会急着找我，这时候你就发挥你的特长，装傻充愣，你假装闻到了我的味道，然后带着他往反方向跑，跑得越远越好。秘境开启！凌天师弟，跟尊说了，就算我死了，也不能让你少根头发。师兄放心吧，我有分寸。苏师兄，对不住了，为了我的大道，只能委屈你被狗遛一段时间了。转天地，我这里应该是外层和中层的交界处，灵气浓度大概是外界的3倍，勉强算是个好地方。终于自由了，接下来先找个地方苟起来，把该要准备的家伙石准备充分够再说。师弟，林师弟，你在哪儿？完了，全完了！我把师弟弄丢了，我对不起师尊，对不起老祖，对不起宗门啊！旺财，太好了，你还在，你肯定能找到师弟，对不对？你鼻子最灵了。旺财师弟，你是说林师弟在那边吗？哎，旺财师弟，慢点，那边有刺！师弟，坚持住，师兄这就来救你！旺财师弟，您慢点，等等我。这里灵气稀薄的令人发指，也没啥灵草，连鸟都不拉屎。没有资源就没有争斗，没有争斗就没有危险。这才是狗道中人的梦中情防。动，这可是极品阵法，能挡筑基后期全力一击半个时辰呢。但是万一又来了个3阶金丹的妖兽呢？虽然秘境压制修为，但肉身力量还在啊，不够，还是不够安全。迷踪阵有了，但要是有人误打误撞闯进怎么办？还得加点料。天灵灵地灵灵，灵天老爷快显灵，一笔画出神仙符，2笔镇压妖魔鬼，手不抖漠不干，极品路毒堆成3，急如律令，律令给严惩。极品，又是极品，这就叫天赋，这就叫实力。什么制服大师在我面前都是弟弟。这张叫让你找不到我符，贴上之后连亲妈都认不出来。这张叫跑得比狗快符，保命必备，谁用谁知道。还有这张重头戏，随机送你去爪哇国服，试试威力。爆！威力有点过大了，看来下次得去外面找个倒霉蛋试试。天灵果年份都300-400年了，换新草也300多年的年份了。枯荣草，不错，年份也足够炼丹用了。药材有了，丹方有了，神魂够了，明天我就要开炉炼丹，炼出那传说中的极品筑基丹，谁也别想拦着我筑基。旺财师弟，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林师弟生死未卜，你竟然还有心思找骨头？这是2阶巅峰妖兽，甚至半步3阶的金刚猿腿骨。那个旺财师弟啊，这骨头太硬了，你现在还啃不动，要不师兄帮你收着，等回去让林师弟给你炖汤喝。看来林师弟没骗我，这狗确实有灵性。走走走，咱们继续找人。这什么鬼地方？旺财，你确定师弟在这里？清心莲，3阶灵药，能够净化心魔，辅助筑基甚至结丹的神物。兔子是吗？好好好，陪。你想吃什么？师兄给你做。这哪是找人啊，这简直是来春游的。不过林师弟到底在哪儿啊？师弟呀，你一定要挺住。叔兄虽然发了财，但心里还是挂念你的。这秘境这么好混的吗？以前听师兄们说这里九死一生，怎么我感觉像是来进货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气运之子？师弟啊师弟，你这条狗借我多玩2天行不行？原来是归元宗的苏清风，怎么想英雄救美，还是想分一杯羹？同为正道宗门，你们竟然对百花谷弟子下此毒手！苏清风，意外，这秘境里死2个人，谁知道是我们干的？既然撞上了，正好把你身上的宝贝也交出来。哼，真当我是那种只会炼丹的软柿子？火云剑佛，起！旺曹师弟，别看着了，那个矮子交给你。我的屁股！什么？分心可是大忌。旺曹师弟，这一口咬得好，感应到前方有数道不弱的气息，隐隐成何为之事？五运龙王餐，炼制结金丹的极品辅药，百年刺。哪儿来的野狗，敢窥视大爷的宝药？哟，还是个宗门弟子，归元宗的，落单了。误会，各位道友误会，我们只是路过，这就走。走！看了我们的宝药还想走？万一你出去叫人怎么办？兄弟们，干活了！该死，玄武盾，起！旺财师弟，别傻站着了，帮忙啊！老3、老4、老5，去宰了那条狗，其他人跟我对付那个小白脸。拜拜！我的手，这狗有毒，有雷电。还有你，这是疯子，这狗也是疯子，撤，快撤！旺财师弟，吃，快吃，别睡，千万别睡。这一刻，什么真传弟子的骄傲，什么人与狗的天险，全都没了，有的只是他的兄弟，生死兄弟。好地方，起！10倍重力不够劲儿，20倍、30倍、50倍，就是这种感觉，这才是体修该来的地方。重力原磁石，这是炼制重力法宝的顶级材料，指甲盖大小都能让法宝增重几百斤。这里居然有拳头大的一块，好宝贝！要是把这些东西融进斧头里，给我收！有了这个，我的斧头又能升级了。旺财师弟，别跑啊！你伤没好透呢。师弟啊，师弟，你到底在哪儿啊？晚辈归元宗苏清风，误入前辈洞府，多有打扰，还望前辈见谅。丹火控灵诀残篇，比丹峰现有的传承还要高深，多谢前辈赐宝。叶红，交出洗髓草，看在同为正道剑修的份上，我们给你个痛快。痛快？杀人夺宝还要立牌坊，这话你们自己信吗？冥顽不灵，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无情了。动手，送这位归元宗天才上路！拼了！什么东西？旺财师弟，慢点！叶师弟，万剑宗、归元宗的人居然还有帮手，竟然敢对我同门师弟行杀人夺宝之事！叶师弟，别愣着了，并肩得上！好。师兄，归元宗还有援军，先撤。多谢苏师兄，还有狗师弟救命之恩。啪啪啪，精彩，真是精彩！没想到归元宗的残兵败将还能演这么一出好戏。不过好戏也该收场了。苏清风、叶红还有那条狗，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放屁！要杀就杀！老子要是皱一下背眼，就不是归元宗的人！好一个归元宗！既然想死，那就都成全你们！爆炎丹，给我炸！现在叶师弟再往前走，我来断后。不走，剑修宁折不弯。混账！
这狗成精了！去2个，先困住那条狗，其他人给我激活那2个废物。荒唐师弟，没用的，送你们上路。结束了，归元宗的天才。真的进不了，不好，退！呀！谁动的手？狂妄！若是个漫不经心的蛮子，给我上！铁阵困死他！重力场20倍，来，给我醉！就这点本事！师弟，我们来帮你，送一个。那是天宗和归元宗打得挺热闹。少女，那是苏清风师兄。少女，前些日子就是这位苏师兄救了我们。原来如此，天眼宗确实太过了。传令，赴百花迷踪阵救人。什么人？百花谷，你们想找死吗？星魂师兄，得饶人处且饶人。归元宗苏师兄与我百花谷有救，今日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罢手？你的面子，你算老几？今天谁来都没用，他们必须死！再不退，连你们百花谷一起杀！狂妄！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百花杀！百花谷好，既然你们找死，那就成全你们！养草做梦都得死！星魂，你真当我百花谷是泥捏的？姐妹们，结百花杀阵！苏少兄，我们来挡住侧翼阵法攻击，你们守住正面。多谢圣女。混账！天眼秘术星辰陨落！不好，快防御！别百花接住！这回我看还有谁敢帮你们！既然砍不倒，那就炸烂！不好，快躲！如果旺财死在我眼前，我还有脸见我弟弟，还配当这个大哥？给我！金神镜成了，没死，这怎么可能？灵气自爆都炸不死！老伙计，再陪我疯一次！重力阵、蓄力阵、百伤阵，3阵齐开，开天！好啊，大师兄死了！还有谁想来试试我的斧头？走。林师弟，别慌，疼，怎么样？旺财，我刚才帅不帅？见到小天时，你记得告诉小天，大哥没让他失望。帅，太他妈帅了，比林师弟还帅！这就炸了，我明明控制的很好啊，火候、时机、灵力输出简直完美，肯定是这草年份太高了，药力太冲，垃圾！只有最完美的材料才能配得上我这天才炼丹师。再来一次，这次要是再炸，我就再来一次。无火，给我冲！给老子拧！我操，丹铁！完了！这要是劈下来，别说丹药了，我这小身板也得熟。这也行？合着您老人家平时不理我，是因为我拿出来的东西不够格让您动弹？神品筑基丹终于成了！看来这竹子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丹药成了，修为也到了临界，天路断绝。这是谁写的功法？这不是坑你灵爹吗？普通筑基还不行，非得找个死地。什么叫道基有缺？难道我不去那个什么混沌之地，以后就只能当个渡劫或化神期的咸鱼？算了，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上了这条贼船，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本来以为狗下去就能无敌，却总是要我做危险的事。重要是这样，连筑个基也成。无形混沌之地，或许就是那里了。腥风暴眼，这地方还真是狗都不愿意来了。谁要是踩到这根线，就别怪我从秘境另一头看风景了。谁冲过来就给他个开门红，万一对方活水，正好给他降降温。好了，这下就算是元婴真的进来了，也得让他脱层皮。可以开始了。来了，借百化液，道基将成。你快看，那是什么？五行之气如此纯粹，如此磅礴，难道是有先天灵宝出世？少女，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去，当然要去。这种异象必定会引来各方窥探。是。天助我也！五行至宝，绝对是五行至宝。若是能让我的赤焰石吞了，说不定能返祖进化成祖麒麟。
是什么动静？天劫，有人在渡劫！不对，这异象，难道是有绝世异宝出世？旺财师弟，你怎么了？等等，旺财突然这么激动，难道？我操，不会吧？难道是灵师弟在那边？啥玩意儿？不是吧？雷劫！我靠！贼朗天，你是不是玩不起？贼朗天，小爷我就筑个基而已，你至于吗？那外面还有那么多结丹的、元婴的老怪物，天天飞来飞去，你怎么不劈死他们？劈我一个练气期的小闷星，你算什么英雄好汉？还来5种口味的？小爷我就想安安静静的苟着，悄悄的筑个基。你搞这么大动静，是怕别人不知道我在这里吗？我还苟个屁呀！腾！哎呦，还有这好处，阴雷淬骨。那再来啊！绿色的。带电的韭菜，这玩意儿劈人疼吗？别是来给我补充生命力的吧？还有吗？再来啊！合体了？不是吧？我刚才的话能收回吗？打狗棒，给一上！成了，筑基成了。旺财，死狗别舔了，全是口水，疼吗？这傻狗为了帮我引开敌人，肯定吃了不少苦。行了，回去给你200只烤鸡，一只也不少你的。不好，有人来了，而且是很多人。旺财，快把我埋起来，别让人看见我。埋起来，这个我熟啊。慢点，留个出气口啊，别全盖。呸！踩实点，别露馅。死狗，你想憋死我，好继承我的调，一起来打。等这次回去，一定要打3顿，一顿打3天，还不给饭吃。血，这么多血！小天堂，旺财师弟，灵师弟呢？别慌，旺财在这儿，而且他看起来并不生伤，反而有点心虚。这味道好重的骚味，难道是有高阶妖兽在这里留下了标记？妖兽？难道小天被妖兽？不仅有妖兽的味道，还有一丝极淡的药香味，是灵师弟身上的味道。他肯定就在附近，甚至难道这师弟布下的归西隐匿阵，利用土掩盖气息，再用妖兽尿液来迷惑敌人？高，实在是高啊！这毕业之道简直登峰造极。叶红，你去那边通知我宗的人一并过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里，也不必说明这里的情况，不要离得太远，随时能支援就行。滚开！这宝物跟我御兽宗有缘，怎么可能？神物自会，肯定在地下。不对，刚才雷光刚散的时候，我就隐约看到一道影子飞出去了，肯定有人捷足先登。我也看到了，刚才就属这小子跑得最快，而且他那只狮子鼻子最灵，肯定是他把宝贝藏起来了。放屁！老子刚到，土还是热乎的，哪来的宝贝？我看是他们百花谷拿了，他们那种牵引阵最擅长隔空举物。胡说八道！我们百花谷行事光明磊落，岂会做这种偷鸡摸狗之事？依我看，是天眼宗的人干的。他们虽然人少，但那个破戒符可是逃跑神器。那是什么？师弟啊，你这哪是躲起来，你这是救了大家的命啊！苏师兄，小天他在土里埋了多久了？不会憋死吧？灵师弟这估计是在施展归西大腹，这是高深的闭气法门，我没学过，也不懂。谁？灵师弟，你怎么在那儿？那土宫里是谁？土包里没人啊，那是旺曹刚才埋骨头的地方。没人？合着我们2人提心吊胆守了半天，就守了个狗厕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小天，哥还以为你……哥，轻点儿。行了，叙旧的话回去再说，此地不宜久留，撤，全速撤离。这是什么？太弱，找个宿主继续沉睡，全是废物体质，连本座的一丝气息都承受不住，进去就会爆体。完美五行道基，五行流转，生生不息，甚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连本座都看不透的本源气息。虽然是五行道基，但修为只有刚筑基，太低了，实在是太低了。但是没时间了，罢了。矮子里拔将军，就你了。忍着点儿，小家伙，可得撑住了。吼！是什么地方？这气息。刚才那是真的发生了什么，还是做梦？头好痛！不管了，此地太邪门，赶紧走！天塌了！秘境要塌了，快跑！快跑啊！不好，秘境不稳，通道能量暴走，该死，给我顶住！蠢货，空间崩塌，你想找死吗？所有人退守飞砖防御圈，不得擅动！快退！哎呦，我的可怜！快救人！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
所有伤员原地盘膝，老夫亲自为你们疗伤。谢了林师弟，我们真的活着回来了。是啊，活着真好。此次秘境之行，我归元宗虽然凶险万分，但收获也是巨大的。此次我宗各峰共50人进入秘境，活着归来39人，其中重伤12人。虽伤势不轻，但回城时我丹峰全力救治，已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灵山于生死之间突破体修瓶颈，成就金身之境，更是在重力谷一战中力斩天眼宗首席行魂，扬我宗威。金身境堪比金丹期的战力，体修几乎同界无敌。归元宗又多了一尊未来顶梁柱，好一个金身境！灵山，你想要什么奖励，尽管提。宗主，俺也没啥想要的，就是俺那斧头有点轻了，能不能再给俺加点料？准了，本座让气风长老亲自给你练，要多重有多重。凌天啊，说说吧，你在秘境里都干了什么？那个灵韵找到了吗？回老祖，弟子一进去就被那乱流给冲晕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挂在一棵树上，然后我就听那个苏师公的话，找了个特别偏僻的山洞躲了起来。至于那个灵韵，我也说不清楚。此事可以暂时不提，这是我们在天眼宗的案子刚传回来的消息。天眼宗那个执法长老疯了，他为了报我宗弟子杀了星魂一事，一口咬定那所谓的五行至宝被我归元宗私吞了，而且他们打算将这一消息上报给太一宗。那秘境都塌了，哪来的至宝？上宗那些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是涉及到大机缘，他们宁愿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据情报，他们理由是五行至宝出世到最后，只有5名的人在那至宝天下之地生活。无耻是无耻，但我估计很有效。而且我担心，如果上宗一旦介入，你担心的是上宗会动用雷霆手段搜魂。清风，他身负守心誓，一旦被强行搜魂，誓言反噬，他必死无疑。弟子愿自绝于宗门前。可以说弟子是在秘境中受了无法治愈的道伤，伤重不治，只要我死了，就死无对证，用弟子一条命换宗门清白，换神药安全，值了。胡闹！你是我一手带大的，若因此事你死了，叫为师如何再有面目见人？可是师尊如果不这样，还有什么办法？老祖、宗主、各位长老，弟子不懂什么大局，弟子只知道苏师兄在秘境里为了寻我、保护旺财，连命都可以不要。如果宗门真的要用师兄的命去换平安，那弟子这颗心也就乱了。那株娇贵的9转还魂草，恐怕弟子也没有能力养好了。弟子绝不是怕死，弟子只是真的做不到踩着师兄的尸体去苟活。罢了，你这娃娃，我归元宗虽小，但脊梁骨还是有的。若是这要靠逼死自家弟子来求生，那这仙不休清风，你不必寻死。老祖这儿有一秘法，名为散功去世，似乎可以强行剥离体内的手心事，但代价是你的九霄全部散尽，从此沦为凡人。只希望上宗来人不会搜查你所有的记忆，只查看秘境这段时间的记忆，那9转还魂草的秘密还能守住。若不然，师叔，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啊！弟子愿意，只要能保全宗门，保全神药，弟子这点修为，大不了从头再来。好孩子，放心，这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老夫也不想用。但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清风，你可明白？弟子明白。若真到了那一刻，弟子愿配合老祖散尽修为。传令下去，对外宣称苏清风在秘境中神魂受伤，正在后山禁地壁死关疗伤，任何人不得探视。若是上宗真的来了，到时候再做决断。至于小娃凌天，从此始终没有参与过秘境。是。尊者，以上便是此次五行陨星界崩塌的全部经过。我宗弟子陨落于归元宗灵山之事，此事是我宗技不如人，我等自会处理。但那五行虎之事，我宗不敢对上宗有所隐瞒。了解完秘境内的情况后，我宗星夜兼程，特意前来向上宗汇报。五行至宝，正是。当时天降异象，五彩霞光冲天，那是重宝出世的征兆。各宗弟子都去争夺，唯独归元宗的人最反常，他们不仅没有去参与夺宝，反而早早的就在外围集结，这说明他们早就知道内情，甚至那宝物已经被他们捷足先登了。尊者，若您不信，我这里还有人证。这弟子名为赵岩，亲眼目睹了一切。为了证明我天眼宗绝无虚言，愿将此弟子献上，请尊者搜魂。既然如此，那本座就看看搜魂术、半步金身、五色神雷，还有那条恐怖的龙，还有那个一直躲在后面的苏清风。你们先退下吧，此事本座自有定夺。是尊者。师兄，这是天眼宗送来的投名状。画面中记载的是灵山半步金心突破、五色神雷轰鸣，以及最后那道吞噬一切的能量巨龙。论金身境，这倒无妨，但这五色神雷真龙残魂借刀杀人，天眼宗就不怕引火烧身？那个叫灵山的小辈，区区金身，挥手可灭；而那条龙，似乎真有大宝出世。师兄英明，那天眼宗弟子被我亲自搜魂，记忆做不了假。虽然天眼宗有借刀杀人的嫌疑，但这把刀
我们不得不接。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算计都是笑话。既然他们把肉送到了嘴边，我们岂有不吃的道理？归元宗这些年确实有些不安分，如果不敲打，怕他们都快忘了谁才是这青云州的主人了。传我法旨，派出20路使者前往所有参与此次秘境的宗门家族，名为调查秘境崩塌原因，抚恤伤亡弟子。实则搜魂，要把那秘境里的每一寸秘密都挖出来。至于归元宗那边，师弟你亲自去一趟。遵旨。若是现在再遇到那些劫修，就算不动用打狗棒，我一拳也能把他打爆。我可以活4100岁。普通筑基期也就是200-300岁寿命，好一点的能活500岁，我直接翻了7-8倍，这就是有系统加持的好处啊！只要我不作死，我就能熬死所有人。这里到底怎么会有活物？难道是那5行灵液所化？有这回事吗？喂，小鱼，给爷游个泳看看。嘿，脾气还挺大，突然有条鱼当宠物，以后在空间里修炼得闷了，也可以解解闷儿。李道全，还不速速开启山门，迎接太乙法驾！化神亲临，看来这次真的被料中了。清风，师尊无能，孩子，委屈你了，老祖一定尽力保你不死。归元宗，这就是当年的归元宗，比起1000年前，真是没落。邢店主，不知店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店主此来所谓何事？本座奉宗主之命，特来彻查5行陨星界崩塌之事。秘境喷塌乃是天灾，此事我们也深感痛心。不知店主想如何彻查？把人交出来，本座要搜魂。不可，搜魂乃是禁术，轻则神魂受损，重则变成废人。店主此举不合规矩，也不合道义。规矩道义，在这青云州，我太一宗的话就是规矩，本座的拳头就是道义。李道全，1刻钟内交出所有幸存弟子，否则本座屠你满门。好，好得很。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本座面谈法变，一群蝼蚁也敢在最后说一次，交人或者死。将人带上来！你过来。废物，进个秘境，干的全是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下一个。不，我不要！不用劳烦尊者动手，我自己来。找死！够了！这就想拦我？这一群元婴，就算数量再多，也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尊者难道真的要将我归元宗这一代斩尽杀绝吗？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家族，竟然能迸发出如此恐怖的凝聚力。不敢，老朽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里是归元宗，有着护山大阵和1000年的底蕴。尊者若真要赶尽杀绝，大不了鱼死网破。想动我归元宗根基，先问问老夫手中剑。老夫虽然不才，但拼死咬下你一块肉还是做得到的。好，很好。那本座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剩下的人本座可以不搜，但有一个幸存者叫苏清风，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必须搜。好，既然店主非要搜，那就搜，让天下人看看我归元宗到底有没有那所谓的至宝。但是此子秘境崩塌，重伤回宗，若强行搜魂必死，老朽请求为他护脉。准了，孩子，你一定顶住，一定要忍着点儿，你死不了。搜魂。这就是幕后黑手，这分明是个二傻子！该死，好一个天眼宗，为了借刀杀神，竟然敢谎报至宝情报，戏耍本座，拿本座当枪使！店主，走，闭嘴！今日你宗胆敢违逆本座命令，此账本座暂且记下。这一关算是过了，速速将弟子们送至丹峰，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师兄，明师弟，你们来了，好好躺着，不要动。师兄你怎么样？哪儿疼？需要什么药？我去给你找来。师弟，你有心了。我刚刚还要和你说这个事，我是不是真的没救？胡说！只要为师还在，就绝不会让你死。可是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师兄这么说，修仙界无奇不有，一定有办法的。办法是有，但难如登天。传说中有一种名为九转天脉丹的神药，此丹不仅能重塑经脉，甚至能让废人破而后立。机缘深厚之人将能洗去凡胎，铸就传说中的无垢灵根圣体。无垢灵根，宗主不知是否有那丹方以及各辅药的名称？是传说中最顶级的资质。可是传说炼制此丹的主药天脉紫金藤乃是9品圣药，别说我们归元宗，就算是那些顶级圣地也未必能拿得住。宗主，那你知道这药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吗？圣地里也许有，
但我等小宗们连个太一宗也抗衡不了，如何能够接触圣地？老夫也没见过实物。书中记载，此藤通体紫金，叶片如龙鳞，遇水则饮，遇火则现。我不信命，既然是传说，那就一定有源头。宗主、峰主，我想出宗门一趟。出宗门？宗门神要培育责任，怎么能出去乱跑？不是乱跑，那位老前辈临走前曾跟我提过，他有可能会到青云州的主城天星城。弟子此去，一来打探消息，二来寻那老前辈。苏师兄是因为我才蒙受如此艰难，我必须去找找，否则弟子心难安。而且关于九转还魂草，弟子也有一些疑问，想向老前辈请教。娃娃，听说你想出山？是的，老祖，弟子想去寻找那位老前辈，请教神药的后续培育之法，同时也想顺路去找找那天脉紫金藤。胡闹！你就老实待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可是看着苏师兄那样，我这心就绞痛，手就不听使唤的发抖。这一抖，这浇水施肥的力度可能就控制不好了。万一哪天一不小心多浇了一瓢水，或者施肥施错了地方，这娇贵的九转还魂草，怕……别住手！有话好说，先把瓢放下。你这孩子怎么能拿九转还魂草开玩笑呢？这可是咱们宗门的祖宗啊！弟子不敢开玩笑，弟子这辈子都过不去这道坎，别说养药，我自己都得走火入魔。到时候神药没人管，也是个死。让他去吧，这娃娃有情有义是好事，留不住。而且清风那孩子确实需要药，只能如此了。去吧去吧，本座再给你1万上品灵石，作为你在天星城的活动经费。上来吧。炼气7层，秘境一行，看来你也受益良多。回宗主，弟子惭愧，秘境里灵气虽然浓郁，但弟子至于6盾能突破2层已是侥幸。知足常乐也是一种道心，你且运转1个周天，我帮你看看。修归元诀，五行同修，气海广阔，此子根基之扎实，远超同阶。凌天，你可愿拜我为师？啊！弟子资质愚钝，怕是有辱宗主威吗？日顾及，从今日起，你便是我李道玄的第3位亲传弟子。此事回宗后再行大典，但在外，你便可持我亲传令牌行事，也算是一道不大不小的护身令牌。这，弟子拜见师尊。好，既然是我的弟子，那为师也不能小气。这是5行定心盘，上品法器，这太贵重了。你现在是我归元宗的希望，你的命1万个破盘子也换不了。还有这个，这是3枚替死傀儡符，每一枚都能替你挡一次致命攻击，元婴巅峰之下皆可生效。拿着，我就送你到这里了。这里面有天星城的地图，还有几个我宗开设联络点的联络方式。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持亲传身份牌去找他们。去吧。走，旺财，咱们进城。新的篇章就此开启。给我老实点，这里是天星城。随便扔块砖头都能砸死3个筑基，你要是敢惹事，我就把你炖了，给人家赔罪。入城费10块灵石。多少？那个官爷，小的只是路过，不常住，能不能打个折啊？打折？不进城赶紧离开，别挡道。好，进。啊，快点儿，后面还有人呢，没钱就滚。有了，官爷别急嘛，官爷您点，正好10块下品灵石，1块不少。进去，赶紧滚进去，别挡道。这里的灵气浓度竟然比秘境还高上几分。难怪入城费这么贵，又怎么了？啊，旺财，回来！哪来的野狗，找死！公子手下留情啊！对不起，公子息怒，这狗脑子有点问题。刚从乡下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灵兽，以为是以前村口的花母狗。你说什么？不，在下嘴笨。公子的灵兽神武非凡，威风凛凛，我这狗是仰慕，情不自禁啊！滚！赶紧带着这土狗离开本公子的视线！真是晦气。这天城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你个色狗，能不能有点出息？那是豹子，那是2阶妖兽。行了，别装可怜，赶紧撤了，先找个地方落脚。什么？1个月要50块下品灵石，你怎么不去抢？这位道友，火气别这么大嘛。嫌贵，你可以去城外的桥洞底下挤挤，那里倒是不要钱。掌柜的，我就想找个便宜点的地儿，其他的真没要求。便宜的地方嘛，倒也不是没有。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地方虽然便宜，但能不能住得下去，就看你的命硬不硬了。怀柳巷44号院，独门独院，地方大，还带个荒废小花园，1个月只要20下品灵石。20块？真的假的？那个掌柜的，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硬伤？硬伤嘛，倒是有一点点。这房子上一任租客是个筑基期的散修，据说练的还什么旁门左道的火系功夫。有一天晚上练着不知怎么走火入魔了，砰的一声。怎么样，小道爷？这地方便宜是便宜，但你有那个胆子住吗？就他了。你说什么？你确定？那可是真凶宅，闹鬼的那种。这世上还有比穷鬼更可怕的鬼吗？
鬼来了我都得管他借2块零食，你信不？好一个比穷鬼更可怕，精辟，太精辟了！拿去，这是钥匙和阵犯令牌。不过丑话说前头，要是半夜被吓死了，我可不退钱啊！多谢掌柜的，祝您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早日结单。瞧一瞧，看一看嘞，祖传的金枪不倒完，无条退款。高价回收。这地方还真是卧虎藏龙啊！怕什么？高阶修士看不上咱们，如果连我们都要劫的那天，咱就一棒一个。44号，这号码真奇。哎，新来的，你是租了这房子？是啊，老张，刚进城没多少盘缠，图个便宜。嘿嘿，您便宜是便宜，就怕你有命租没命住哟。这地方晚上可是吃人的。小子，听叔一句劝，赶紧走吧。上个月有个练气8层的家伙不信邪，结果第2天人都疯了。就是，那鬼叫声，半夜听得我都瘆得慌。可是这已经交了房租了，那牙行又不给退。又是个要钱不要命的愣头青，今晚有好戏看了，估计半夜就得跑出来。全是戏精。这威力，看来那家伙练的功法挺暴躁啊！这残留的火煞之气，一般的魂灵根本不敢靠近。所谓的闹鬼，怕是有别的猫腻。老大，这地方好臭，还有股老鼠味儿。老鼠味儿，我就说嘛，哪来那么多鬼？看来今晚咱们有活干了。搞定！现在就算筑基期来了，一时半会儿也别想悄无声息的进来。先吃饭，鬼要抓，饭也要吃。急什么？没熟呢，这可是独角蛮牛肉，大补。今晚吃饱了才有力气抓鬼。来了，别回头，假装没听见，继续流口水。等的就是你，上！你搞不定他今晚没肉吃。左边堵他，别用雷电，别把皮烧坏了，那皮估计能卖钱。是幻阴噬灵鼠，这玩意儿可是2阶初期的妖兽，它的皮毛是制作隐秘符的上好材料，这回赚大发了。嚯，这分量至少有20多斤，看来平就是没少偷取好东西。皮收起来了，肉太酸，扔了。随便看，不还价，不赊账。客官想要点什么？听说你们这儿新到了一批巨念武茶，不知是哪年的陈酿。新茶嘛，得看客官有没有那个缘分了。缘分这东西天注定，不过我这儿有一块归元令，不知道能不能换杯茶喝。不必多礼，你是陈师兄吧？正是在下，宗主真传驾到，属下这就去。嘘，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是，师弟请随我来。陈师兄，别紧张，请坐。我这次来是有几样东西，需要你用最快的速度，严格保密的送回宗门。玉盒里是养魂木，这东西对神魂受损有奇效，你务必在最短时间内送到宗门，直接交给李长盖封主，就说是给苏清风师兄疗伤用的。是，弟子必定万死不辞。很好。至于这些，是我在鬼市上淘到的几株300-400年份的灵药，你一并送回去，交给宗主，算是补贴宗门家用了。这是4阶紫灵芝，看这成色，起码有300年了。低调，宗门现在不容易，我身为宗主徒弟，自然要多出一份力。师弟，里面有2万中品灵石，还有一些宗门在天星城的暗线名单和最新的情报预检。多少？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留了。我送您。嘿，小道友，怎么样？看上啥了？随便挑，都是从地底下带出来的。老人家，这都是些什么破烂，都发霉了。在这个修仙界，竟然看到了汉字，难道这老头也是穿过来的？老乡见老乡，老乡混得那么惨。宫廷玉液酒，啥酒？宫廷的，那肯定很贵吧？贫道没喝过。其变偶不变，啥变不变的？小道友，你是不是练功走火入魔了？要不贫道给你画道符治脑子？没事儿，这是我老家的师哥。不说这个了，这堆破书纸质挺软的，正好我家那狗窝缺个垫脚的，我看这几本破书厚度刚好，这一堆我全拿走。你要这破烂儿？怎么不卖？卖，或者你拿酒换，一坛就行。贫道好几天没喝酒了，馋得慌。给，这是我自己酿的果酒，劲儿大，包你喜欢。好酒，绝对是好酒，拿着，这些破烂全归你了，全都拿走，别客气。等等，怎么反悔了？不是，我看你小子顺眼，这酒真不错，这玩意儿也给你了，和那书一样，也是墓里带出来的，虽然没啥用，也砍不了人，但拿着皮闲吧。老人家，您老是在哪儿捡到这些宝贝的？得，看在酒的份上，告诉你也无妨。那地方在妖兽山脉的深处，那里常年大雪封山，是个极寒之地。极寒之地，李长哥说过，天外紫金藤就生长在其中极寒之地。没错，
那地方邪门的很。贫道之前也是年轻气盛，仗着有点本事，想进去碰碰运气，结果误打误撞，在一座雪山的裂缝里发现了一个古墓。那古墓布局极其怪异，根本不像是咱们的风格，里面机关重重，贫道差点就把命丢在里面。这只脚就是在那里面被寒毒废掉的，那些书和剑就是贫道拼了老命从古墓里带出来的。那里面的气息太恐怖了，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吃人。小娃娃，贫道看你顺眼，劝你一句，以后如果碰到那种地方，离远点。好了，贫道该走了，有缘再见，有缘再见。哎，老人家，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极寒之地，古墓。繁体字的经书来自那个古墓，极寒之地就有可能孕育神药。原来那个古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老乡啊！而且，那株我要找的神药也是有可能出现在那里的。就算不出现在那里，去看看老乡也行啊。万一有什么线索呢？即使是老家的东西也行啊。师尊，您这胡子上的渣儿挺别致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去极北之地挖矿了呢。少贫嘴！为了给你小子送钱，为师可是连着横刷数万里，把追云州都要飞冒烟了。药呢？快拿出来让为师看看。师尊莫急，他跑不了。好家伙，这真的是100年份的，这品相，师叔要是看到这玩意儿，怕是能直接从棺材板里蹦出来。师尊，老祖还没死，别咒他。比喻懂不懂？有了此药，老祖突破化神有望。咱们归元宗那口憋屈气，迟早能连本带利的还回去。那是必须的。既然师尊来了，那就顺便帮我带点土特产回去呗。这是什么？没什么，就是这阵子在黑市逛地摊，运气好淘到了几株看着还顺眼的灵草。这是地心火莲，大概400年份吧。这是寒冰雪灵芝，300年份的。400年，300年，你管这叫土特产？还逛地摊淘的？哪个地摊这些？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嘛。反正弟子留着也是为留着也没用，不如上交宗门。难不成这小子寻到那老前辈了？好小子，这是给你的2万上品灵石，另外里面有为师和太上长老给你准备的备用金1万上品灵石，一共3万，拿着。师尊，这弟子现在用钱的地方不多，再说了，宗门也不富裕，那么多地方要用钱。你仔细看看，里面还有一些极品防御符箓，还有几件一次性的大威力法宝。太上师爷说了，遇到危险别省着，直接砸。还有那枚玉简，那是地阶下品身法凌云步，先练着。这门功法修至大成，1步100里，用来逃命。多谢师尊，那提子就不客气了。你大哥灵山整天除了修炼就是守着清风，清风那孩子有了你的养魂木，气色好了很多。你山谷里的灵田现在暂时由他接管了，说是帮你守着你的心血。他让我转告你，他在山谷等你，让你别为了他把命搭上。你在外面就安心做你的事，要是真遇到扛不住的事，随时传音给为师，为师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会赶过来救你。行了，走了，太上尸骨还等着这药提升呢。哟，这不是老神仙吗？今天是遇到什么大仙了？哎，小道友，走，贫道请客，吃香的喝辣的去。您请客？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有得吃你就吃，哪来那么多怨气？老神仙，您这是捡到金山了，这么大方？嘿嘿，差不多吧。贫道刚接了个带队的活，咱城里的大家族出价500中品灵石，让贫道带他们去一趟妖兽山脉深处。妖兽山脉深处去干嘛？不要命了？呸！那么多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不会说话又装哑巴。啊，好酒是这样，他们是要去找一味灵药，叫什么冰髓花。冰髓花没听过。听雇主给的情报说，这灵药冰髓花需要生在阴寒之地。我一想，按情报所说那种阴寒之地我去过呀，而那地方常年大雪封山，极其的阴寒，就是贫道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发现古墓的地方。老道我于是就上报了这个消息，没想到真的被选上了，发财了。天麦紫金藤也是生长在地心极寒之地，甚至那个古墓的主人疑似老乡，会不会专门把墓建在神药旁边？线索就在眼前，这哪是去送死，这是去送机缘啊！老神仙，您这队伍还缺人吗？缺人？你也想去？不行，小道友，那地方邪门的很，贫道上次出来都中邪了，差点把命搭上。只要您带我去，这酒管够。不过赵主脾气不太好，能不能加上你，得看你的造化。而且到了地方，你要是死了，贫道可不负责埋。放心，小子我命大着呢，成交。师尊，弟子在城中打听到一条消息，妖兽山脉深处似乎有一处亲极寒之地，可能孕育着高阶灵药。弟子打算去碰碰运气，若是遇到不可为之事，弟子一定第一时间开溜，绝不逞强。5年。哎呦，小道友，你可算来了，给您润润手，
待会儿还得靠您罩着我呢。待会儿雇主来了，你可得机灵点，那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不太好说话。好大的排场，这种级别的非洲，起码得是个中型宗门的长老才能用得起。见过诸位前辈，贫道玄真子就是这次的向导，路线都已经规划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就是那个联盟那边说你进过妖兽山脉深处还能活着回来的道士？嘿嘿，运气都是运气。他是谁？我们只要你一个向导，没让你带任何人。前辈息怒息怒，这位是贫道的记名弟子，叫凌天。别看他修为不高，但他这人机灵得很。机灵？妖兽山脉深处，机灵能当饭吃？不，前辈您听我说，这小子虽然修为不行，但他懂阵法，而且他这条狗鼻子特别灵，隔着10里就能闻到妖兽的屎味儿。阵法，狗鼻子，我们有专门的破阵师，队伍不需要这种累赘，让他滚。既然是玄真子道长推荐的人，想必有过人之处，多一个人多一份力，让他上来吧。是，公子，算你运气好。既然公子开口了，那就滚上去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进了山要是敢拖后腿，明白，多谢前辈，多谢公子，小的绝对听话。出发。小道友，记住了，进了妖兽大脉有3不看：一不看高阶妖兽的眼睛，那是挑衅；二不看发光的灵草，那是陷阱；三不看美女洗澡。哎，去，正经点。3不看那些长得太好看的妖兽幼崽，你要是敢动心思，他爹妈能追杀你到天涯海角。老神仙，咱们现在到哪了？快了，前面那座像驼峰一样的山头，就是外围和中层的分界线。过了这儿，咱们就算真正进山了。敌袭，所有人戒备！暗地金光，3阶巅峰，相当于金丹巅峰。孽畜，而敢！这就差点坠进了。害怕吗，小道友？这就是妖兽山脉，在这里，人类不是主宰，他们才是。现在遇到的只是这外围与中层交界处的一个看门狗罢了。3阶巅峰，但你别忘了，咱们才刚进山，到了中层，这种级别的妖兽虽然不说遍地走，但也绝对不少见。再往里，那是4阶甚至5阶大妖的地盘，在那里，这种3阶巅峰的，估计也就是个给人端茶送水的弟弟。老神仙，咱们飞这么低，真的没事吧？要是飞高了，遇到那种喜欢把飞行物当点心吃的裂空鹰，咱们连全尸都留不下。脑子像被什么东西扎了进去，不好，时阴不符！快封闭庭觉，守住心神！这帮畜生是成群结队的，找死！太多了，快回来！这数量简直就是一场移动的天灾。只要数量足够庞大，他们组成的音波大战，威力足以媲美元婴中期修士。阵法要破了，快注入灵力！抓紧啦！凌云步，起！你小子身法不错啊，反应真快。毕竟是金丹大脑，肉身强横，都没受伤。只是那位神秘的兽族，自始至终没有见到人影。各位小心点。该怎么会找出这种东西？结3财阵，阿水、阿火，你们2个骚扰他的侧翼。老四，你主防御，你跟我主攻。是。巨剑术，震山。这一剑不求杀敌，只好强的肉身。地伯诀，看我烈焰刀！土龙壁，秘技，幽影吞心刺。别分心，结筑魔阵，都不要留手了，跟他拼了！这特效比前世的5毛钱大片强多了。啥5毛特效？小道友，咱们要不先溜？别急，还没打完呢。并不是我不想跑，而是我知道那公子到现在没现身，肯定有底牌。
跑了，他这是被打跑了。不对，他不是跑了，他是去摇兽了，或者说他是在给别的什么东西让路。重力在瞬间增加了数倍，身体变得沉重无比，连调动金丹灵力都变得生涩凝滞。该死，怎么会是这东西？那弱点在眼睛，阿水限制他的行动。老四，用你的破甲锥。水气凝结，冰裂。破甲锥，什么？连中品破风法宝都破不开他的护体妖光。不好，快散开！完了，是真的完了。孽畜，休得猖狂！公子，退下吧。4阶中期，正好看看你能逼出本公子几成功力。紫极天火，去！有意思，万木囚龙。哼，果然皮厚。放！公子小心！就是，只会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既然来了，就留下吧。定。9天雷速。死吧！寒霜剑不限。去！这就是元婴修士的手段。老神仙，咱们这次好像真的抱上大腿了。是啊，但这腿太粗，容易把咱们踢死啊！还愣着干什么？把妖丹挖出来，皮毛材料收拾一下。4阶妖兽，浑身是宝，别浪费了。是，公子。婉儿，吓到你了没有？我没事。傻瓜，有我在，谁能伤你？这是刚炼制的极品养元丹，快吃了压压惊。都病成这样了还要进山，这得是多重要的药！看来这不仅是个元婴大能，还是个痴情种啊！管他是什么，只要能带自找到那极寒之地，找到师兄的药，那就是好人。这是绝灵冰封，这玩意儿邪门的很，专破灵力护罩，一旦被吹进体内，就算是金丹期经脉也能给你冻成冰渣子。千万别御空，越往上风越烈。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活着，别掉队，别惹事儿。婉儿，怎么样？表哥，我是火灵根，风太厉，这点风算什么？倒是你，寒气入体太多会更麻烦，冰髓花还没找到呢。真是个痴情种。这刚走对于筑基的我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公子，小姐，小心！护住公子和小姐，挡住他们，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公子和小姐。找死！听元剑！公子，快走！表哥，我来吧。傻，你寒毒未曾压制。畜生，给我滚！走吧。老神仙，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听天由命吧。只要到了地方，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那婉儿小姐不简单的，早知是这样，真不应该接这个活。到了，就是这儿。那个雪窝子下面就是古墓的入口，上次贫道就是误打误撞掉下去的。婉儿，咱们到了，药就在下面。玄真子道长，既然到了，那就劳烦道长去探探路。毕竟这下面机关重重，只有道长熟悉。公子，这下面真的很邪门，要不咱们还是先扔个傀儡下去试试。傀儡没有活人的感知敏锐，道长既然能活着出来第一次，自然也能活着进去第2次。去吧，别让本公子久等。好，贫道去，贫道这就去。凌天是吗？你的师尊好像出事了，你去看看他。果然，这人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下去还有生去，这就去！老神仙万一有个好歹，谁给公子带路？我去看看。旺财，咱们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深，大概也就100米左右。哎呦！老神仙，你不是飞的吗？怎么摔了？哎呦，失策了，我的屁股。就是这里，去看看怎么进去。公子，这门上有禁制，而且是那种一旦强行破坏就会引发自毁的断龙石机关。
若是没有特定的信物或者正确的开启手法，恐怕得到了线索，但确实没有信物。道长，你既然进去过，想必知道怎么进去吧？公子，当时贫道是在躲避妖兽，不小心踩踏了一个被雪盖住的窟窿，后来贫道才知道那是前人留下的盗洞，贫道是从那儿摔进去的。土著修士看这东西，只会觉得是某种神秘的星象图或者阵法节点，但在我眼里，二九不一，三又零，24为肩，68为足，这不就是蓝星上的9宫格洛书吗？实锤啊！这墓主人绝对是老乡，而且是个喜欢玩这种只有自己人能懂的小把戏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那个，我好像有办法知道怎么进去了。公子，老神仙，你们看那个方块，是不是有点奇怪？那不过是普通的装饰纹路，有什么奇怪的？我看这东西好像是个机关。机关？而且那上面的点点好像是可以按下去的。带入所有已知的阵法或符阵，都看不懂。你试试。横竖斜相加都要等于15，中间是5，这个是……这小人在乱什么？若是触动了自毁结场。没开，你弄什么9宫格？坑人不是？开了，小道友，你真神了啊！开了，骂错人了，抱歉啊，有怪莫怪啊，老乡，运气。运气，现在不是深究的时候，门开了就是好事。做得不错，看来带上你确实是个正确的决定。道长，既然门开了，那就请吧。我先走，公子，这可是古墓啊，万一里面有……不要耽误我们的时辰。好，贫道走。你去盯着他。是，你也跟上。事后本公子会重重有赏。门关了，完了，咱们被关在这个死人墓里了，出不去了。继续走。我说老道士，您这速度，咱们明年能走到头吗？你懂个屁！这可是古墓，那是死人待的地方，走快了那是赶着投胎。完了，贫道好像踩中机关了。趴下！该死！这要是射在身上，就算有灵力护体也得变刺猬啊！继续走，别停。啊！这是一个穿着现代服饰的人在做化学实验啊！你在干什么？收！走！该死！原来如此，这机关谁释放灵力强，他搞谁。等住！是公子。御剑术试炼。该死！玄冰阵起，起！玄冰凝。哎呀，我的亲娘嘞！别追贫道啊！贫道的肉酸好几天没洗澡了，全是馊味儿！拼了，道祖显灵啊！拿凡人的粮食去炸金丹期的尸魔，看招！去！咦，管用！既然怕这个，那就好办了。道爷，我还有绝招，妖孽吃道爷一符，定！哈哈，动不了了吧？道爷，我这一手镇魔符，那可是……来不及了 ！A 键唱儿歌，小兔子乖乖控制 ；B 键按下爪子召唤大哥镇场子。准备！救命啊！祖师爷，您真来了！老乡，你这特效做的牛逼！到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药。体内那股太阴体质，在感应到这朵花的气息后，似是遇到了天敌，又似是遇到了渴望已久的猎物。去吧，婉儿，这朵花就是为你而开的。表哥，先别说话，快去吸收药力。你现在的身体多一刻都拖不起了。
静心、凝神、运转玄阴诀，每一丝药力的摄入，都等同于将他的骨头一寸寸捏碎，再重新拼凑。剑指入万耳。表哥，表哥，傻瓜，既然好了，那就不要再动。小姐，你敢！一记冰封气血！滚！跑！是老神仙，跑得比狗还快。王才，动口！哼，想跑？想空间封闭？做梦！哎呦，我的屁股！如果说之前那些什么招财猫、脸息提醒还只是恶趣味的话，那眼前这一幕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乡愁啊！老乡，我想家了。看来这位老乡不仅是个穿越者，还是个极其怀旧，甚至有点强迫症的顶级手工帝。海贼王，这老乡感觉还很贱兮兮的。玉液酒，宫廷玉液酒，真的行，发了发了！这可是地阶极品功法呀！旺财，快帮我找，只要是带字的都别放过。这老乡真是个人才，爽，太爽了！啊，这题我是真不会啊！唉，这是修仙世界，他既然留下了这个道题，肯定有其他的解法。这老乡太贱了，真的太贱了，但也真的太亲切了。你是哟，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被那道高数题难住了呢。看清楚，灵气凝聚的刘影，本大佬万年前就死了。我叫上官高素，就是那个写出著名诗句“举头望明月”的李白，隔壁村的。我来自蓝星龙国，是个985双学习博士生。数学系博士生，怪不得要出高数题。我运气不错，捡到了一部功法《星辰剑诀》，勉强踏上了修仙之路。这一修就修了几千年，别问我什么境界，问就是无敌。好吧，吹牛逼的，合体境巅峰，距离大藤也就差那么一脚油门吧。这墓我用了超多隔绝神石的材料，除非大成来了，没人能探查进来。如果你想在这儿安心修炼，随便搞。日记本里记载了我对星辰剑诀的修炼心得，还有我自创的阵法丹方。最牛的是，我结合量子力学和阵法搞出来的空间阵法。入了本大佬这阵法内，不管你用多牛的传送符或阵，都只能传送到本大佬指定的点，绝不可能逃出，除非大成来了。哦，对了，我知道你个小趴菜是冲着宝贝来的。小趴菜，别装了，能找到我这儿的哪个不是贪得无厌的寻宝耗子？不过放心，这里是宽进严出的，但对于你来说无效，因为现在你可以随意控制这里的阵法。你肯定想知道我为啥把这么豪华的海景房建在这鸟不拉屎的万寿山脉深处吧？好吧，看在你那么诚恳的求我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吧。原因一，这里的地脉灵气能保证我这套智能阵法万年在线。原因二，这里有极大概率孕育出传说中的9品大宝贝天脉紫金藤。本大佬为了等这玩意儿出土，建墓那阵子天天蹲在这儿，蹲了上千年，连根毛都没捞着。现在便宜你小子了，说不定你运气好呢。地图我留在中枢里了，那地方在最深处，你自己去找吧，找到还有惊喜哦。天脉紫金藤，师兄的药有希望了。不过老乡，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在这个世界孤零零的待了几千年，唯一的牵挂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家族上官家。上官家，我二姑娘不就复姓上官吗？难道真那么巧？如果他们还没忘了根，如果他们不是什么作恶多端的，就麻烦你照应他们一二，拜托了，老乡。好了，灵力不足，本大佬要走了。小趴菜，别给我丢人啊！上官前辈，你放心，只要他们不是坏人，
就绝不会让他们受人欺负，我保证。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还真是让人沉醉啊！通过这颗中枢阵眼，我的神识仿佛被放大了无数倍，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哎呦，我的亲娘嘞！别追了，贫道没得罪过你呀！哎呦，我的亲娘嘞！你怎么跑这么快？啊、你老是追我干嘛呀？没完没了了不是？少废话！你们看到了不应该看的事情，绝不能放过。完了完了，前面没路了。这是，我记得这条甬道明明是死路啊！前有狼，后有虎，这是天要亡我。行了，没事了。小道队友，你在哪儿？这是什么神通？千里传音吗？老神仙，这救命之恩您打算怎么报啊？赶紧的，别愣着了。这些大家伙现在归我管，你跟着他们走，我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欧阳锋那老小子还在炼丹呢，我得给他加点料。再有1颗珠，只要再有1颗珠，第1枚血影珠就成了。本公子等得起。既然你这么喜欢炼丹，那我就送你一份阴煞大礼包。再有半个炷香，这第1枚血影珠就成了。地脉暴动，这股阴煞之气太强了！该死，给我镇压！光有阴煞怎么行？还得来点乐子。幻阵，是谁在操控？落，不好！谁在算计本公子？这就受不了了。别急，这只是个见面礼。接下来咱们玩点更刺激的。你也有今天！闭嘴！现在的古墓阵法困住金丹期绰绰有余，但想要真正困住一个发了疯的元婴中期，确实有些吃力。硬挡是不可能挡住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因势利导，把他引到更深、更复杂的坑里去。小贝，想要那逆天改命的机缘，有本事来这儿拿。若是晚了，这东西老夫可就不送了。机遇，装神弄鬼。如果不把这个藏头露尾的老鼠揪出来，我道心难安。在那边是吧？好，本座就成全你。不管你是，你得死。上钩了，只要你就输了。我要多上一道保险，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有可能是朋友。就是现在。这是那个向导的同伙。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帅的救命坑人。得罪线了，一旦拔了针，这女人万一马上恢复行动能力，暂时不放你自由，你就是最好的保险与筹码，还能让欧阳锋更着急，一举三得。断！手感不错，就是有点凉。别瞪了，我也是为了保命。这袋子透气，里面应该有旺财吃剩的半块肉骨头，你先凑合一下。搞定！还是觉得不够解气。不客气。不备，安敢欺我！欧阳锋破阵了！刘哥，你不管你是谁，上穷碧落下黄泉，本公子也要让你神魂俱灭！条件简陋，你将就一下。看什么看？我对你没有恶意，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要不是我那一棒子，你迟早被那个男的抽干了血，变成人干了。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你的债主，你的命是我救的，这笔账咱们得算算。当然，我不接受以身相许，折成就行。这人掉进钱眼里了吗？解开我的禁制，只要我恢复一下，欧阳锋那个绝不是我的对手，我要亲手了结他。解开？大姐，
你可是元婴巅峰，我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散修，解开你，万一你恩将仇报，那我怎么办？我以上官家的名誉起誓。名誉值钱吗？那孙子一路上对你呵护备至，结果呢？现在这世道，誓言还不如我手里的烧火棍靠谱。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你就在这儿乖乖待着，我去把那个制造问题的人解决掉。如果我解决不掉，我再想办法解开你，让你亲手解决。这够壮业了吧？等解决了他，咱们再慢慢谈你赎金的事儿。你去解决欧阳锋，就凭你，他可是元婴中期，而且手里有9龙离火罩。元婴中期又怎样？在这里是龙得给我盘着着，是虎得给我卧着，因为我是这里的房东。房东？不懂了吧？不懂就对了。等等，你真的不解开我？万一他找过来？放心，他找不到这儿。而且为了防止你太吵，影响我发挥，你就先在这里待会儿吧。让我看看那个倒霉蛋现在怎么样了。躲！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本公子就算把这地方拆了，也要把你挖出来！不能再这么打了。那个躲在暗处的小子也掌控了阵法，占据了地利，自己就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困兽，越挣扎越虚弱。先撤，滚开！哟，不是决一死战的吗？这就要跑了？果然是元婴老怪物，脑子转得挺快啊。可惜那是死路。老神仙，听得见吗？那个公子，我没拦住，他正往你那个方向跑呢，估计还有半炷香的时间就到。啥？你没拦住？他要是过来了，贫道岂不是死定了？我刚才用另外的20几只铜甲尸去攻他，但没想到元婴那么厉害。不过他也灵力枯尽，法宝也丢了几件，但他毕竟是元婴中期，我要调走这几10具铜甲尸去堵他，再加上后面追着的那几个，这就是个前后夹击，应该能拖住他。至于你，你先离开吧，别说我不讲义气。跑，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可是外面那么多大妖，自己还能像上次那样幸运的回去吗？这小子不简单，跟他一起生存机会是不是大点儿？只要冲过前面那个拐角，就是通往地面的主甬道了。什么？还有，这是之前那批，不对，9龙离火，焚天出海。打吧，打吧，等你打得没力气了，贫道再给你来个惊喜。这就对了嘛，等你们2败俱伤，才是咱俩出场收割的时候。这是他多年前在一个遗迹里捡到的唯一一张保存完好的4阶攻击符箓。老东西，是你！正是贫道，公子这滋味如何？贫道这可是给你加了料的。寒霜剑，斩！完了，这玩脱了！再来一剑。那雷霆不是凡雷，而是带着一丝天劫气息的紫霄神雷，哪怕只有一丝，也足以让元婴神魂颤栗。爆！看看那老家伙怎么样了。等着吧，等本公子回到家族，定要将这里夷为平地，将那个鼠辈抽魂炼魄。想跑？老乡啊老乡，你这灵魂囚笼终于派上用场。欧阳公子，欢迎来到真正的地狱。来了，老弟。不要啊！舒服吗？你到底是谁？放我出去！要什么我都给你。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我的充电宝。充电宝？结束了。那个心机深沉、手段狠辣的元婴大能，终于彻底栽了，而且栽得彻彻底底，连轮回的机会都没了。真累啊！还好咱们运气好，麻烦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收获的时候了。老道士还在那儿躺着呢，得去看看。还有那个上官婉儿。
老神仙还好，命硬。小道友，那欧阳公子呢？没了。通往极寒之眼的入口就在这寒之下，但这里有重力禁制和机关锁，硬闯是不行的，必须对暗号。花开又花谢，花满天，是你忽隐又忽现。要不是老子以前天天刷短视频，怎能解开你这破谜题？哟，来了，老弟！第一个箱子，地阶极品令箭，还有星痕迅诀，我当年练的，帅的一批。第二个，这里的大阵阵图，只要你有足够的宝物和灵石，合体来了也得跪3天。第三个，地阶极品丹炉九阳炉，炼丹神器。就这，都是地阶。我说老乡，您好歹也是合体期大能啊，渡劫的存在，您就留这点破烂，连个天阶法宝都没有。破烂！你一个筑基期的小垃圾，懂个屁！你知道天阶法宝是什么概念吗？那是通天灵宝。再说了，老子当年渡劫的时候，为了抗雷劫，把手里唯一的一件天阶法宝都炸没了。谁曾想被小天劫伤得过重，没几年就自己躺进来了。不说了，宝物拿了，那玩意儿呢？什么玩意儿？别装了，就是那个概率。算你走运，我等了近1000年没长出来，你一来就长了。天脉紫金藤就是它。别高兴太早，这玩意儿看着还是幼苗期，要想入药，至少得300年左右，而且这东西娇贵得很。300年，要不要赌？如果不移到空间里，这药300年后自己给谁用？算了，你就在这儿闭关守着吧，或者以后再来，我加固一下这只靶标，会再用个1000年不成问题。那中枢灵晶你带在身上就好了，只要在这里，我加固好之后，没人动得了你，除非合体以上的来了。我也该歇歇了。老乡，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上官家的事拜托了。还有，活精彩点，别像我，修了一辈子仙，最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兄弟，不能移植，天大的麻烦。这里灵气浓郁，又绝对安全，正是闭关的好地方。那就先住下吧，再慢慢想办法。顺便把那2个人处理一下。老神仙，恢复的不错啊！托小道友的福，这条老命算是捡回来了。这份恩情，贫道记下了。恩情不恩情的，以后再说。那边那位，我也给你安排好了。你是说，上官家的大小姐？没错，她现在虽然还被封着，但意识是清醒的。我先撤，你带着她1天后再撤。老神仙，您是个明白人，您这次接了向导的活，结果雇主全灭，就剩您一个。若是您一个人回去，上官家那帮老怪物会怎么想？他们会信你是无辜的吗？欧阳家呢？是啊，如果上官婉儿也没有回去，那他这个唯一的幸存者，绝对会被上官家抽魂炼魄，一查到底的。不仅要带回去，还要完好无损的带回去。这样一来，您不仅无过，反而有功，救了上官家的嫡女，揭露了欧阳家的阴谋。对上官家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功劳。以后在这天心城，谁还敢动你？这账算得太明白了。那小道友你呢？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这里的功劳你是大头啊。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所以咱们就在这儿分道扬镳。有缘再见吧。这是出去的路线图，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图上画的路线走，千万别乱跑。这里的主人跟我有些渊源，这里的杀阵我已经全部开启了。全部开启？这小子到底掌控了这里的多少秘密啊？那个混蛋呢？没了，被铜甲师围攻致没的。你不是能控制铜甲师吗？为什么他会被打没的？大小姐，您指的是谁？还能是谁？你的搭档那混账小子！等等，你说没了，是指欧阳锋？那小子杀了欧阳锋？不，那小子也就是练气，是铜甲师杀了欧阳公子。我当时在场，亲眼所见。那小子为什么走？走多久了？走了1天了。这个胆小鬼，明明救了我，却连个名字都不留，还害怕我这个伤员报复。小家伙，你还真是活得够小心啊！算你跑得快，这次的人情本姑娘记下了。但愿你不要葬身在这妖兽山脉之中。走吧，道长，咱们该回去了。跑，你跑得了吗？身法要灵动，不要只会傻跑。左边，右边，跳！再来，
要是连我都躲不过去，以后遇到4阶猛兽，你就是个点心。1个月的训练，那死狗虽然天天挨揍，但那一身的皮肉却越来越结实，甚至连那身原本只是浅棕色的毛发，都开始隐隐流动着一丝劫雷的根脚了。那是紫极天雷的气息。啊！这可是9品神药啊！老乡等了几千年都没等到他赢，结果被自己看着给弄断了。好在这神药生命力顽强，在灵液的滋养下，伤口竟然慢慢愈合了。要不试试？能不能活，就看你的造化了。修仙，最后拼的还是底蕴和境界。根骨太差，吸收灵气慢，瓶颈多，这就是硬伤。力量也要，不然青灵竹棒再厉害也发挥不了。这就是根骨提升的好处吗？爽！真的活了，空间出品必属精品。这株神药的品质甚至超过了外面那株母土，只差临门一脚就能真正结丹。五行平衡之地，看来这里是没必要待了。还有天脉丹的丹方以及其他的辅药，结丹之地，这些都得出去找。该出关了。老乡啊，老乡，你这阵法造物我是服的，但这油耗也太高了吧！1万上品灵石，这哪里是传送阵，这分明是碎钞机啊！喂，盯上了我的身家了。走，必须走。这是……起来，都起来，还要扇屁股了！都给老子精神点儿！今天是发身份牌的日子，领了牌子，你们就是咱们上官家的一个光荣的下人了。排队，都排好队。陈牧阳炼气9层，灵直夫丙字号药源；吴念初炼气6层，杂役丁字号猪圈。我是个黑户啊，这名册上肯定没我名字，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下一个。这批人不是说安排8个吗？怎么多了1个？9个，确实8个没错，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那边说的是8个啊，钱了算了，反正都是去偏远药园当苦力的，多1个不多。你呀你，行吧行吧，只能放去偏远的药园，多几个没人查，先把牌子发了。什么名字？凌风。拿着去乙字号药园报道。啊，这就过关了？多谢管事大人，多谢先生。既然大家都领了牌子，那以后就是咱们上官家的人了。咱们上官家那是天星城数1数2的大家族。上官家，看来是那个上官婉儿的家族了。这老乡的传送阵，对面居然是传送到上官家的后院。哎呀，终于来人了，到了。现在药院内所有的灵药，你自己要核对好，少了到时可是要扣灵石的。好的，我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小伙子，怎么称呼？回老伯的话，小子凌风。凌风，好名字，听着就很硬气。老头子，我叫张大海，在这乙字号药园守了整整50年了。如今身子骨不行了，家族终于肯放我回去养老喽。这地儿虽然偏，但也胜在清静。只要你按时把每个月的份额交上去，剩下的时间，想干啥干啥，没人管你。偏僻，没人管，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狗道圣地啊！多谢张叔提点，小子记下了。出来吧，别坏了吧。停，这可是人家的地盘，别乱尿，万一烧死了这树，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小玲啊，这乙字后药园虽然偏，但种的药材可不少。而且不少是比较娇贵的品种，你可得记仔细了。这是2阶下品灵药紫星草，一共365株。这玩意儿最是喜阴怕阳，每天卯时必须浇1次灵泉水。这是2阶上品灵药烈火诸果，共计49株。这东西难伺候得很，它需要地火之气滋养，但这山谷里阴气重，所以长势一直不好。每个月都要去内务亭领几块火灵石埋在树根底下，不然结不出果子来。再往深处走，灵气稍微浓郁了一些，这里种着几株稀有的3阶灵药。看这儿，这可是咱们药园的宝贝疙瘩
3阶下品，碧水青莲，一共3朵。这东西10年一开花，10年一结果，现在正是含苞待放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每天都要检查水质，不能有一丝杂质。还有那边的3阶中品玄铁藤，用来炼起的辅材，硬得很，平时不用管，就是别让妖兽给啃了根就行。记住了吗？这几株3阶灵药可是上面重点盯着的，少一片叶子都要扣0食的。记住了。行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小灵啊，好好干。虽然是个灵职夫，未必没有出头之梯。也许这就是散竹晋升无望的悲哀吧。忙碌一生，最后也只是为了活着，连个筑基的希望都看不到。我的修为已经到了筑基大圆满，也就是假丹之境。如果不结丹，修为就无法寸进。可是，到底要去哪儿才能找到能提供5行本源平衡的地方？除非去中州。中州地大物博，灵脉纵横，甚至有专门供修士渡劫的升仙台或者绝灵谷。虽然长势喜人，但距离真正成熟还得2-3年。还有丹方，9品丹方，青云州肯定没有。老乡说可能圣地有，但就我圣地，看来中州这一趟是非去不可了。不过怎么去是个问题，跨州非州费用昂贵，而且需要身份证明，我这个黑户难搞啊。算了，先苟着，车到山前必有路。正是当年的玄真子，如今上官家少主候选人之一，上官婉儿的克兄。小道友啊，小道友，你不是说你先溜了吗？这都2年多了，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贫道我都混成客卿了，天天吃香的喝好酒，你小子该不会是在路上被妖兽给当点心了吧？虽然只相处了短短的时间，但我是打心眼里的佩服和感激。没你跟贫道斗嘴，这好日子过得也没滋没味儿啊。道长又在想那个小子了。婉儿小姐说笑了，贫道就是有点想念那小子的灵酒，那滋味比这上官府里的灵酒要好上不知多少。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能在那种绝境下翻盘，把欧阳锋那个疯子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人绝不会死于妖兽山脉的。这2年，我动用了家族所有的力量去查，甚至在那里的出口守了近1年，都没找到他的一丝踪迹。他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也许他是去中州了吧？道长，说起中州，正好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圣地选拔还有半年就要开始了，这次我要去争夺那个进入太上道宫的名额，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这一脉的未来。道长，你是否打算同去？去，当然去。中州那是好地方啊。那就这么定了。不管他在哪儿，只要他还在这个修仙界，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到时候那笔赎金，本姑娘一定好好给他还回去。宗主，晋升，正是关键时刻，注意护法。他不再是那个行将焦木的老人，而是一个返老还童、掌握了一丝枯荣法则的化神大能。恭迎老祖出关，贺喜老祖成就化神大道。都起来吧，这2年辛苦你们了。为了宗门万死不辞，如今师叔突破，我归元宗终于有了真正的底气。本座得以突破，全仗着那娃娃。凌天那孩子有消息吗？回老祖，1个多月前，凌天曾发来传音符报平安。他说当时还在妖兽山脉深处的一处密地闭关，一切安好。按照之前的习惯，应该再过1个月就会有新的消息传回。还在妖兽山脉深处，都几年了。这孩子身上有大机缘，也有大因果呀。若不是他送回来的那株9转还魂草，老夫这把骨头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埋进土里。他是老夫的恩人，传令下去，凌天的身份列为宗门最高机密。是。谁在念叨我？大哥还是苏师兄？想什么呢？就知道吃。你现在吃的是烈风兽的腿骨，小心能量撑爆你，还一天到晚想着吃。外人不知道，还以为我虐待你呢。有可能是大哥或者天娘他们吧。又几年没回去了，不知道大姐生孩子没？真的有点想回去看看呢。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为活着而奔波，但那个位于安平城的小家，始终是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现在还不行，没结丹没实力，回去也带不走爹娘他们。再说了，要是把麻烦带回去，那就不是探亲是灭门了。开饭。这种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啊！你说咱们要是在这儿苟个几百年，能不能直接化神？算了，对狗弹琴。旺财，你说咱们这算是彻底洗白了吧？凌风，上官家耳字号耀元灵之夫，修为炼气9层，这身份真不错，安全稳健，还有工资领。你个死狗，就想着吃。哎，你说苏师兄那边到底能撑多久？
天脉紫金藤现在涨势倒是不错，再等个3-2年时间，空间就200-300年，入药肯定没问题。可问题是，丹方在哪儿呢？那可是9品丹药啊！老乡日记里说这玩意儿稀罕的连圣地都不一定有完整的方子。就算我把药全凑齐了，谁能炼9品丹？那对应的就是9品丹师。我现在连个3品丹药都要靠九阳炉加成才能保证成色。9品，那是人炼出来的吗？要是苏师公最后等不到这颗丹药，我这心里……山哥，尝尝这块，最有嚼劲。老包，你也吃，别光顾着我。他现在的修为已经稳渡在金身境中期，但为了不惊扰这里的平静，他将那一身恐怖的气血威压收敛到了极致，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农家壮汉。叶师兄，别擦了，再擦那剑都要被你擦秃噜皮了。你这都筑基巅峰大圆满多久了？剑锋那边都急疯了吧？你怎么还不闭关冲击金丹啊？不急，剑意还不够纯。现在的我，即便结丹，也斩不出我想要的那一剑。上一次我没能力护住苏师弟，这次我想把根基地打得更牢一些。我想小天了，他走了快3年了，我怕他在外面被人欺负。他欺负别人还差不多。当初在秘境，虽然没见过他出手，但他给你的那些丹药和法器可都不简单。他比我们都聪明。凌天师弟滑头的很。他并没有像个废人一样躺在床上，反而把这片灵田打理得井井有条，甚至比以前当真传弟子时还要用心。清风，快来坐，这块肉刚烤好，嫩着呢。丹峰亲传大师姐吴青青，这2年多她一直住在这里，虽说是照顾，倒更像是把这里当成了家。你们也别太担心凌天师弟了，他既然敢出去，就有自保的手段，而且他可是咱们灵山师弟的亲弟弟，骨头硬着呢。那是，我弟打小就聪明，他小的时候还让我吃鸡蛋补脑子呢。以前我不明白，但师傅老说我笨，我才知道，原来我弟真的打小就知道我笨，比我师傅厉害多了。虽然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些仇恨，但在此刻，在这个小小的山谷里，他们只是一群互相扶持的生死之交。俺回去了，今天的功课还没做完。去吧，别太拼了，注意身体。灵山这家伙越来越强了，看来我也不能落下。走了。都在变强啊，我也不能闲着。虽然修不了仙，但这片药源我得替凌天师弟守好了。什么？没有10年费的紫星草了？你们内务堂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基础的灵药都能断货？少爷，您息怒息怒。最近家族备战圣地选拔，低阶回气丹的需求量暴涨，确实紧缺。我不管，今天我就要炼这炉丹。要是耽误了我的修行，你担待得起吗？有了，乙字号药园那边有，上个月刚报上来的，说是有一批紫星草长势不错，正好10年品。乙字号，那不是在城外山沟沟里吗？这草最近长得有点快啊，是不是我技术又长进了呀？也没教空间灵泉啊，得控控水，不然根系不稳。就是这儿，都给我挖了！哎，干什么呢？几位道友有话好说，这是上官家的药源，不能乱来啊！滚开！没长眼睛的东西！这是咱们上官家119少爷来几株药，怎么了？原来是少爷，少爷要药，小的自然不敢不给。但是你也想拦我？不敢不敢，只是小的多嘴一句。这批紫星草今早刚施过灵犀肥，正是药性最不稳定的时候。您若是现在挖回去炼丹，恐怕不太妥当。灵犀肥，对，这是一种催生灵药的猛肥，施肥后的3天内，灵药体内火气极重，若是用来炼丹，极易炸炉。少爷若是急用，不如等个3天，或者少爷您看看别的田有没有没施肥的。放屁！本少爷炼丹还要你一个种地的教，什么火气重？那是药力足，给我挖，全挖了。既然良夜难劝该死的鬼，那就随他去吧。哼，一个江夏泥腿子懂什么炼丹？药性烈才好，炼出的丹正好助我冲破瓶颈。怎么回事？灵力波动怎么这么大？真的炸了！那小子说的居然是对的。23姐，怎么搞成这样？那个炼丹出了点小意外，炸炉了。修行态度急躁，你怎么不长记性？不是我急躁，是那个紫星彩药园那个灵芝乎说了药性不稳会炸炉，我没信，没想到真让他说中了。那小子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对药理还挺懂。哦，一个灵芝夫还能预判炸炉，有点意思。119弟，若那人真有什么天赋，放在外院当个灵芝夫确实屈才。你去查查，若是个人才，就别让他埋没了，调到我这边的丹房去给家族出力。
23姐都发话了，看来不去也不行了。查清楚了，那晚送来的人数就是8个，根本没有第9个。你小子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凌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欧阳家派来的奸细？冤枉，两位前辈明鉴，小的就是个散修，那天晚上那个喝多了。喝多了？是啊，小的喝了2坛劣质灵酒，晕乎乎的，正好看到一群道友往这边走，就迷迷糊糊的跟在后面。第2天醒来一看，竟然是上官家在招人。小的当时就想，这可是上官家呀！整个青州谁不知道上官家的工作待遇好，零食多，还能有个靠山。小的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想混个饭碗，真的不是什么奸细啊！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混账东西，把上官家当什么了？菜市场吗？想来就来！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插出去，打断1条腿，扔出天星城，让他长长记性。别打腿啊！前辈饶命！大白天关着门干什么？人呢？那个拦本少爷拿药的人在哪儿？哎呦，少爷，您这是怎么了？滚开！好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小子在这里啊！这2世祖怎么来了？看这架势是来算账的。少爷，冤枉啊！那药是您自己非要挖的，小的都提醒过您了，那药性不稳。闭嘴！我问你，你昨天怎么知道会炸炉的？你是不是懂炼丹？炼丹，小的只是略懂一丝丝皮毛。略懂？那你怎么说的那么准？昨天我刚把那紫青草扔进去，还没1刻钟，轰的一声就炸了，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小的虽然不懂炼丹，但这些灵药的东西还是知道一点点的。毕竟小的是个专业的灵芝夫嘛，所以就随口冒昧的跟少爷您提醒了一句。这话虽然糙，但理不糙啊，有点道理。看来你这小子虽然没文化，但对药性的直觉倒是挺准。哪里，全是蒙的。跟我走，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本少爷去我的丹房，专门给我挑药看药。少爷，不行啊，小的只会种地，受不了丹房的热气啊！而且小的还是个黑户，正要被赶出去呢。黑户？什么黑户？这位灵小道友，那可是咱们上官家通过正规渠道招进来的优秀人才，刚才那是误会。对，凌风道友踏实肯干，技术过硬，少爷您能看上他，那是他的福分。我们刚才是在暗例问药源的事儿呢。听到了吗？手续没问题，现在你是本少爷的人了，走吧。不要啊！我想种地，我真的只想种地啊！少爷，那个小的有个不情之请，小的养了条土狗，平时看家用习惯了，这要是把它扔在外面，小的怕它饿死。狗？一条土狗而已，带进来就是了。我那丹房正好缺个看门的，还能帮我试试那炸飞的药渣能不能毒死人。土包子，别东张西望的，丢本少爷的人。待会儿见了23姐，把你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收一收。23姐是谁啊？问那么多，总之就是走个流程，交个差事，不一定见你呢。完事后再跟我回我的院子。是，少爷教训的是。这上官家就是豪横，金丹期大能啊，放在外面那是能开宗立派的存在，在这儿竟然只能看大门，这得多高的灵石才能请得动？下品法宝，剑穗还是用百年冰森丝编的，这哪里是看门，这分明是在炫富。119少爷，请留步，小姐正在处理族务，不便见客。那个麻烦通报一声，就说23姐交代的事我已办好，现在特意回来向23姐禀报。请稍后。这23姐架子还挺大，不过也好，我也懒得进去，就在这儿站着挺好。小姐有请。走。23姐，我回来了，这就是那个灵芝夫，叫凌风，人虽然看着土了点，但对药理确实有一套。上次炸炉的事儿就是他看出来的。原来是你啊！完了，BBQ 了！这世界怎么这么小？天星城上亿人，上官家那么大，怎么偏偏就撞到了这位主的手里？那个姐，我看这位灵芝夫好像有点不太舒服，要不我先带他去看看。119弟，你先出去，把门带上。啊，是，我这就滚，不打扰姐办事儿。那个大小姐，小子其实……小家伙，世界真小啊！怎么不认识我了？当初在寒潭边，你喊跑的时候，嗓门可是大得很呢。那个大小姐，您认错人了吧？小的叫凌风，一直都在乙字号药园种地，从来没去过什么寒潭。哦，那你腰上那个袋子看着挺眼熟啊，里面是不是还装着我的一条救命恩狗？行吧，既然被你认出来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那也是为了救你，虽然手段粗暴了点，但好歹把你从那个变态表哥手里捞出来了，对吧？粗暴了点，把我像麻袋一样扔进狗袋子里，还给我下了2道禁制，这也叫一点？那不是为了安全吗？当时那种情况，我要是抱着你跑，咱俩都得死。而且
而且我也没把你怎么样啊，除了把你扔给老道士。对了，那老道士呢？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我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把你送回来的。哼，小伙子，那笔赎金你还没拿呢，打算要多少？把我这个上官家库房打包给你，要不？大小姐，您别玩我了，我现在这小命都在您手里攥着，还要什么赎金？您能放我一马，别追究那个狗袋子的事儿，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知不知道这2年多我一直在找你，不是为了杀你，而是为了还债。上官家的人从不欠人情，更何况是救命之恩。这枚令牌是上官家的客卿令，有了它，在天星城没几个人敢动你。这够不够抵你的赎金？够，太够了！想得美！既然拿了令牌，就是上官家的人。不过你别误会，本小姐也不是需要你炼丹，上官家养着几10位高阶丹师，还轮不到你。那就好，那就好。但是既然你有本事看穿炸炉，说明你对药灵的感知远超常人。正好我要备战圣地选拔，需要准备大量的灵药资源。我缺一个嘴严手脚麻利，最重要的是不会害我的人来帮我打理我的私人小药库。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专属灵芝管事。大小姐，您这话说的，我怎么听着瘆得慌？您家大业大，心腹无数，怎么就轮到我这个外人来看司库了？正是因为你是外人，我才敢用你。那些所谓的心腹背后都有各自的派系，谁知道哪天就会在我背后捅一刀，就像当年的欧阳锋一样。但你不同，你虽然贪财怕死，但在那种绝境下，你没有吓我和道长自己跑，而且你走得了吗？本小姐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欧阳锋的魂灯未灭。魂灯没灭，那就是说他没死。没错，以欧阳家的底蕴，只要元婴尚在，夺舍重生并不是难事。他若恢复修为，本小姐相信他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你。所以你现在只有2条路：第一，如果欧阳锋找上门，或者欧阳家查到了什么蛛丝马迹，你只能自求多福。我上官家虽然与其并列，但也管不了欧阳家的事。留在我身边，给你个高级的闲职，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与我家撕破脸动你分毫。而且再过半年就是圣地选拔的日子，到时候我带着你去中州。去中州？大小姐是打算拿我来钓鱼吗？你很聪明，但你也不可以否认，只有留在本小姐身边，欧阳锋对你的威胁才是最小的。而且中州那可是全天下修士都向往的地方。怎么，你不想去？小姐，玄真子客涌到了，让他进来。小姐，听说您找贫道是不是有好酒？这是小道友，你什么时候到的这儿？你不是失踪了吗？这几年贫道与小姐可没少找你啊！我在蚁字号药园种了快1个月的地了，难怪找不着你。你小子原来是躲着老道和小姐啊！老神仙，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怎么这样说话？啥叫躲着你们？小道友，种地有什么出息？跟着大小姐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再说了，看管司库那可是肥得流油的差事啊！你想想，小姐用的药能是凡品吗？平日里稍微从指头缝里露出来一点，那就是这个数。行吧，既然老神仙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试试。这家伙果然还是那个贪财又怕死的德行。那就这么定了，拿着，道长，你带他去安置一下。是，小姐放心，包在贫道身上。走走走，小道友，贫道那儿刚好没有酒了，咱们边喝边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来，走一个，庆祝咱们爷儿俩还能活着见面。干！林先生，这是小姐给您的。这么多灵石，2万上品灵石，这是小姐给您的花销。那这个呢？那是极品符箓，这些符箓是家族供奉亲手绘制的，每一张都能抵挡金丹后期的全力一击，或者是爆发出堪比金丹后期的攻击力。这玉佩看着挺素净的，是不是让我平时挂着冲忍面用的？这是地阶下品防御法宝祥云佩，它自带3重防御阵法，一旦受到攻击会自动护主，就算是元婴巅峰期的大能出手，也能挡下3招。这可是小姐的贴身之物。还有这个是可以实时与小姐传音的玉符，在天星城内注入灵力，小姐就能实时听到你的呼救，是传音。呼救？什么意思？小姐就是这样交代的，别的如意也不懂。那替我谢谢小姐。小姐说了，以后请林先生注意仪容。这衣服是特制的，避尘避水，还能隔绝金丹神识探查，穿上它别给上官家丢人。知道了。小道月，这待遇，大小姐对你挺上心啊。客官需要什么？哎呦，我的祖宗，您可算来了！快，里面请，里面请。陈师兄，您这么热情，我有点慌啊。有位大人物在这儿等着您呐。大人物？难道是宗主又来了？启禀老祖，灵天师弟到了。在归元宗，
能被称为老祖的，只有那几位元婴巅峰的太上长老。让他进来吧。这声音太熟悉了，这是库龙老祖的声音。起来吧，这里不是宗门内，不必拘礼。坐。对了，老祖，您怎么亲自来了？你一走就是快3年了，天星城水深，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我不放心。老祖，他没想到自己何德何能，竟然能让一位化神亲自跑腿护挡，这份恩情太重了。弟子不孝，让老祖费心了。说说吧，在妖兽山脉那2年半都发生了什么？回老祖，弟子不是去了一趟妖兽山脉深处吗？本想去找点机缘，结果误入了一处古墓。他隐去了老乡、神药和元婴电池的事儿，只说了自己被困、探险，最后侥幸逃脱的经历。对了，老祖，宗门那边关于9转天脉丹的丹方可有消息？那可是传说中的9品丹方，这东西怕是只有3大圣地的核心藏修阁里才可能有，这也是此次我出来的原因之一。果然，还是得靠自己。那您听说过5行平衡之地吗？天地5行相生相克，极难平衡。想要找到真正的5行平衡之地，除非是那种天道法则显化或者上古大能人为布置的绝地。或许中州会有。中州，又是中州吗？丹方在中州，结丹地也在中州，这是逼着我上梁上中州啊！你想去中州？中州虽然凶险，但也是大机缘之地。你若真想去找丹方，去看看也无妨。只是老夫此行目的，一为寻找你大师爷和四师娘，同时也会去打探丹方消息。但你要记住一件事，中州不是天堂，是修罗场，在那边没有化神就是蝼蚁，哪怕你是元婴，不签卖身契，连稍微好点的城门都进不去。卖身契？没错，当年我大师兄为了求取化神机缘，去了中州紫阳宗，结果说是签了1000年的契约，现在还在给人家看守药园子呢。什么？元婴甚至是化神大能，看守药园？老祖，您不是刚化神吗？不在宗门享清福，去那地方受罪干嘛？享福？化神又如何？你二师爷我也想去看看更高处的风景，也想去找找大师兄和四妹。不仅是我，你师尊道玄，还有你师爷也会同去。我们这次还要为了给归元做一个在中州扎根的未来。那咱们一起？不行。据传上官青云州只是支脉，主脉扎根中州，你跟着他会比跟着我们强。老祖，弟子明白了。老祖放心，弟子若到了中州，一定不给归元宗丢脸。丢脸不丢脸的无所谓，路是你自己选的，怎么走看你自己。只要记住，活着，不管在哪儿，归元宗永远是你的家。这枚玉简你拿着，到时到中州后保持联络即可，有什么困难不要顾忌，和老夫直说。但若是我们出了什么意外，你拿着它，如果找到大师爷和四师娘，也算有个熟人可以照应要。中州，看来真是非去不可了。不过，既然那个地方那么黑，那我也得黑一点才行。卖身契不存在的，老子有钱，老子要当大爷。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古墓的生死，还是如今的潜伏，都咬牙挺过来了。但想到即将远赴中州，前路未卜，心里那份对亲人和兄弟的牵挂，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这1个月不修炼了，只炼丹。大哥是体修，最好气血，得给他弄点猛的。血玉稻米浆打底，买些3、4阶妖兽精血提纯，再加点几百年的狼骨草。算了，反正他皮糙肉厚。苏兄神魂出狱，经脉像瓷器一样脆，得用温养的路子。3阶2麦花温玉草。至于爹娘、大姐和姐夫，他们是凡人，受不得虎狼之药，得把灵药精华稀释100倍，再配上人参、灵芝这些凡俗补品，炼成养生丸，保他们百病不生。起，9转还魂草我有，虽然送了1菇回去，但空间里分株多的是，年份也够。但这剩下的，光看名字就知道不好惹。这老乡当年到底凑齐过吗？婉儿小姐，到时我们去了中州，我不太放心家里的父母亲人，有没有什么延寿的法子？如果只是想让凡人无病无灾，活到100余岁，如意，你持我令牌去族里库房取50颗300年灵芝粉炼制的药丸，还有10瓶雪哈油。这些虽然不是灵丹，但对凡人来说已经是顶级的补品了。这些温补之物正好，你也可以把你父母家人都接来天星城。我在城西有一处别院，环境清幽，我可以让人照顾他们。多谢大小姐好意，我爹娘在乡下住惯了，离不开那几亩地，而且我仇家在这里呢。若是把他们接来，反而成了我的软肋，还是让他们在乡下当个普通的富家翁吧，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反而更安全。你是个明白人。哎呦，灵师弟，快跟我来，老祖他们都在。
他们，难道还有别人？师尊，太上长老还知道来？为师还以为你在外面有不私塾，被哪家妖女给勾走了魂呢。哈哈哈，竟然已经筑基了，武灵根练成这样，很不错，没给咱们归元宗丢人。弟子凌天拜见二位太上长老。看着眼前几宗门里最顶尖的大佬，为了同个目标而齐聚于此，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和感动。起来吧，都准备好了。回老祖，准备的差不多了。陈师兄，这2个戒指，劳烦您务必亲手送送门。这个是给霸体峰灵山的，里面有一些我特意给他准备的物品，告诉他，让他抽空回家看看爹娘。这个是给丹峰苏清风师兄的，里面有一些温养经脉的3阶灵草，还有一些我搜集的丹道心得，让他别急，好好养着。告诉他，我一定会尽快回来的，一定要等我。师弟放心，师兄一定亲自把东西送到。好孩子，有情有义，不枉宗门如此爱惜你。3大圣地的跨州非洲过几日就要启程，这一去他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一去便是生死两茫茫。师尊，到了中州别逞强，要是混不下去了，就想办法找师爷。虽然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但好歹也是落脚的地儿。臭小子，连你师爷都敢编排，那是忍辱负重，懂不懂？懂，那是卧薪尝胆。拿着，虽然你修的是五行诀，但这上面的几门保命秘术，关键时刻能救命。记住了，到了中州低调做人，如果遇到敌人，打得过就打，打不就跑。是。师尊放心，弟子肯定活得比谁都久。等我在中州站稳了脚跟，混出个样子，就把你们都接过享福。哈哈，好，有志气。那老夫就等着那天了。到时候老夫要喝最好的灵酒，住最大的洞府。一定。他知道几天过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老祖他们要走那条充满荆棘的路，去面对残酷的考核和契约，而他也要踏上条未知的、充满变数的路。他的目的很明确，但又不明确。9品丹方，9品丹师，谈何容易？瞧一瞧，看一看，中通州通用的辟谷丹，过走路不过不要做。祖传遁地符，绝灵海逃命神器，量大管饱。这怎么还摆上地摊呢？都想骗谁啊？还有那遁地符，海，这俩玩意儿相关吗？在海里遁地？38000，还是上品灵石，还是最便宜的站票。老神仙，咱们青云州虽然有灵石，但也不至于被这么割韭菜吧？小道友，这回你真说对了。老道我有幸见过一次，那是100年前事了。全青州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会凑倾尽过100年的资产，只为求这一张进入中州的门票。整个玄都大陆一共73州，中州占地最广，灵气最浓，资源最丰富。不去中都，这辈子元婴便是顶天。化神一个州一个手数的克来，唯有进入中州，方有一线长生大道机会。看什么呢？那是牵引阵法。这一艘非洲要承载10多万人，要是靠走楼梯，明年咱们也上不去。10多万？土包子，那是空间折叠，那须弥于字子懂吗？就是利用特殊空间材料做的空间折叠阵法。跟紧了，这里的空间阵位每隔半个时辰就会跳动一次，走丢了，圣地的护卫可不会去捞你。就这，344000块上品灵石就换来这么个破地儿，这圣地是穷疯了吗？连个聚灵阵都舍不得装。小道友你就知足吧，你是不知道下面的众生位，那里可是30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里，脚臭味能把人熏过去。咱们这儿简直就是仙境。那这么坑啊，30多万啊，在天星城买条街都差不多了，就为了做个破船。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就算去中州，也不至于这么贵吧？这船是用灵石烧的吗？确实是用灵石烧的。啊，坐下吧。在这种极致折叠的空间内，即便是我元婴巅峰的修为，也感到一种来自空间深处的隐隐排斥。这是阵法投影。非洲在绝灵海上其景象，都由非洲顶端的巡天境各个舱室。刚才说这是在烧灵石，你说对了。而且这一烧就是3个月。多少？3个月？飞3个月都能绕青云州飞一圈了吧？无知，青云州与中州之间隔着一片无边的绝灵海，而且那可不是普通的海，可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湖也可以。但这个湖诡异至极，一旦进入绝灵海范围，修士像是离开了水的鱼，体内的灵力只会消耗，不会恢复。想要维持法力，甚至只是活着，就只能靠自带的灵石与丹药。而这艘跨州飞轮要在那种环境下持续飞行整整3个月，以及防御还有这空间等阵法的消耗。但这还不是最耗费的地方。那最耗的是什么？抵御海兽的袭击，以及绝灵海中特有的虚空风暴。
你觉得这样的消耗30多万灵石够吗？那点灵石，连零头都算不上。原来如此，绝灵之地3个月，那岂不是说在这3个月里，谁的灵气多，谁就能活到最后？一些飞行海兽专门喜欢撞击非洲，通过撞击阵法阵眼，使空间阵法不稳，要是掉了出去。所以啊，这非洲上可是有炼狱境的大能坐镇护航的，不然你以为凭咱们这几块料能活着到中州？炼虚境，化神之上才是炼虚，那是真正的陆地神仙级别的人物啊！在这非洲上竟然只是个保安队长。还没完呢，我们现在只是刚出发，大约1个半月后，我们会到达一个叫望海崖的地方，那里将会周边一共72个州的非洲汇协点。72个州。等我们到达望海崖，15艘跨洲巨舰汇合，组成真正的联合阵，才敢穿越那片最核心、最疯狂的禁忌之地——深渊回廊。15艘非洲，如果每艘都10几万人的话，那就是200多万修士。20万，整整20万的上品灵石啊！道玄是不是心疼了？没事，钱没了可以再赚，代表的是归元宗的脸面。难为你们了，但这条路不走不行。且不说寻得大师兄他们，宗门里的人也总要有些期盼。哟，这不是李宗主吗？真是没想到啊，归元宗如今也舍得做豪华舱了。10几万灵石的3张票，李宗主不会是把护山大忏都给抵押了吧？这要是家里进了贼，可怎么办？托司徒宗主的福，归元宗确实不富裕，但至少本宗还没沦落到要卖祖产的地步。倒是贵宗，听说2年前被太一宗罚的赌清，真有此事吗？这里是圣地非洲，不能动手。哼，那位是你们归元宗的李太上吧？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往中州跑，真以为为化神机缘是地摊货，谁来的都能捡？宗主，司徒宗主，天机不可泄。你这点道行也敢妄测天机？念你罗盘已毁，老朽送你一句话：老朽观司徒宗主印堂杀气太重，这一路多多小心。化神，青云东州绝不可能出化神，一定是异宝，一定是护体异宝。难道？各位道友请注意，渡厄号已完成起航程序，将在5个时辰后脱离青云州，请各位道友提前海防护。此次航行并非普通纵跨州航行，绝灵海将同时考验诸位的道心稳定度与灵石丹药的储备能力。他体内的5行循环本就对5行灵气变化极为敏感，现在这种敏感成了惩罚。造孽啊！别人坐豪华舱是享受，我这是花钱买罪受。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熬到中州，熬到离开这片鬼地方。一个没良心的，老子在这儿受罪，你在这儿吃自助餐。你看到了吗？那些被抬走的人，怕是直接被扔下船。为了海兽，我听说圣地为了节省能量消耗，把人送去当能量核心，活生生榨干。发生了什么呀？等你晕过去了，你就知道了。急什么？回元丹，再来10瓶灵石，我拿法宝换灵石。1瓶4阶回元丹，100上品灵石，外面最多30。你们这是割韭菜，这是方啊！嫌贵可以不买，出了这道门，我看你还能撑几天。下一个，祖传秘籍换补气散。爷我有大把的丹药，但在这儿卖药，怕是嫌命长。一起海兽群。哪怕这里大都是元婴修士，也没人敢动。这不是个人能插手的战斗，这是数量上的碾压。护卫队出击！这并非体现在华丽的武技或惊天的异象上，而是这种在极端环境下依旧能够稳定执行的效率。好家伙，这哪里是单纯的护航，分明是中州圣地借了运送各州修行者的机会，在绝灵海上一路收割。几百万修行者交了天价票，不仅是乘客，更成了引诱海兽现身的活饵。激烈对抗与财富被圣地精准算计，连一根骨头渣子都没打算放过。活生生的渔场，他们真是算计到骨子里了。熬到中州，熬到有正常空气的地方。这一切只是绝灵海上的第1轮考验，圣地的冷酷与精密，
这种痛，倒让我一刻都不敢松懈。我星诀也在这极限环境里一点点运转凝练。到了。望这个字，从来不是形容人，而是形容海，因为连海都只能仰望。这就是非洲在望海崖的汇合地点。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里已经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地方。72州共200余万修行者，15剑已齐，休整3日，3日后进入深渊回廊，2日之内在阵法内自由活动。愿各位道友好运。第3日必须服从圣地安排，深渊回廊内随时轮番守阵或出战。深渊回廊这么大阵仗，还要合体境带队，那地方得有多危险啊！我想回家，我想种地，这中州谁爱去谁去吧。在这15艘巨舰、200多万名大佬的包围下，我这个假丹就像是混进老虎群里的一只鹌鹑，连呼吸都觉得是在僭越。瞧你那点出息，小道友，撑着点。这望海崖可是绝灵海中唯一的休整点，在这里你都撑不住，进了深渊回落，你怕是要直接化成灰。老前辈，我想回家。这阵仗，这哪是去求长生啊？这分明是去玩命！废话，长生大道哪有不玩命的？走吧，这2天我们要去望海崖，那里在这2天会形成一个绝无仅有的坊市，我要到坊市走一趟。啊，还要出去？我这身体在那儿你会好受点儿。圣地在崖上布有平波镇灵阵，虽然不能让你吸收能量，但至少能让外界的能量不那么暴躁。旺财，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外面全是能一眼看穿你祖宗18辈的狠人，敢露头，咱俩今天就得变成狗肉火锅。活过来了，至少暂时活过来了。4阶碧水金晶换5瓶2阶回元丹，千年寒铁母只换4阶以上极品符箓。归元宗那3位肯定也在这方圆百里的黑石崖上。婉儿小姐，那个我肚子又不舒服，可能是这儿的风水克我。一炷香之内滚回来，否则本小姐可不等你。得嘞。旺财，闻到了吗？老祖和师尊的气息。去，把这个给他们，别让人发现是你干的，也别让人跟上你。这价格能不能再降一点？绝灵海就这行情，爱要不要？这小娃的那头，别动！这孩子，不必买了，咱们的副将送礼来了。婉儿小姐，我回来了。既然回来了，就别乱跑了。这里的东西杂得很，你跟着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合用的防身之物。记住，别走远。好的。刚才旺财送药的时候，我可是亲眼看到了那些元婴大佬为了争夺一点资源有多疯狂。200多万修行者，还有那深渊回廊里，不知藏着什么异兽的海底。光有传送符还不够啊，万一要是被什么厉害东西缠住了，或者是被人堵住了，连捏碎符箓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办？得有个东西能帮我拖延一下时间，哪怕只是1息半息，也足够我跑路了。阵法，既然想苟，那就得苟得专业点儿，光靠2条腿跑是不行的，得学会在路上挖坑设障。反正我有现成的阵图，又有那枚灵晶做核心，如果能弄点材料，捣鼓出一个简易版的防御阵或者迷踪阵，不求击败敌人，只要能绊住敌人脚后跟就行。老板，这块空文云母怎么卖？你买这些阵法材料做什么？你还会阵法？婉儿小姐，您也知道我这人胆小。上次在古墓，要不是运气好，利用了里面残留的阵法困了那家伙一下，别说我自己能不能活，可能连您和老前辈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这些天在非洲上，看着外面那些阵法光芒，我就在想，既然我想苟，既然我想保命，麻烦总是找上门，那我干嘛不多研究一下阵法？若是真遇到了危险，我不求能反击，只要能随手丢出几个阵盘，困住对方几息时间，哪怕是多争取1息的逃生机会，那也是好的啊。你倒是想得明白，在这修行界，能活得久的往往不是最强的，而是最谨慎的。既然你想学，那就买点吧。那种空文玉母虽然不错，但若是用来炼制阵旗，还需要搭配一些导灵性好的金属。去那边看看。望海崖、深渊回廊，200万修行者，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到我连害怕都显得可笑。但是
只要有一线生机，我就不会放弃寻找，哪怕是多挖一个坑。这节紫云童母换10瓶3阶回气丹，镇奇旗杆的材料坚韧且导灵，正好缺这个。但10瓶3阶丹，嘿，这老哥脸色比他还黄，急的不是我。我这儿只有2阶极品的回元丹，但纯度极高，1瓶顶2瓶，而且没有单独换。极品，这小子随手拿出来的，竟然是极品。这丹药是你炼的？平时没事瞎练着玩的，拿来练手，没想到在这儿还挺值钱。能随手炼出极品丹药，哪怕只是2阶，这基本功也扎实的吓人。他身上还有多少秘密？换心沙，专门用来增强迷阵效果，2坛09换这盒，你赚了。前辈，这旗子怎么比玄体还重？这可是老夫当年在一处上古仙府里拼了半条命才带出来的宝贝，名为天蚕无相旗。这旗面乃是由万年天蚕丝混杂不知名兽皮编织，水火不侵，刀枪不入。旗杆更是用深海龙晶的脊骨打磨而成，坚不可摧。最关键的是，它无属性。这世间阵旗大多受限于属性，火旗不能不水阵，土旗不能不风阵。但这套旗子不一样，它就像一张白纸，无论你是修火、修水还是修雷，只要你有本事往里面刻画阵纹，它就能变成什么属性。这可是为了真正的阵道宗师准备的绝世胚子。真的假的？材质确实不凡，这种丝绸我从未见过，不仅韧性极强，而且似乎对灵力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却又互不排斥。这位道友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个好胚子。那是，要不是老夫急需丹药，这种宝贝就算是给做灵石山也不换。不过正因为它是无属性，想要启用它，需要极其高深的祭炼手法和庞大的灵力灌注，一般的阵法师根本不行，甚至可能把它炼废。这就相当于一把没有开刃的神兵，对普通人来说，还不如一根烧火棍。无属性，亲和力强，需要特殊手法，这他妈不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灵晶做墨，天蚕无相旗做纸，9宫复合大阵有载体了。前辈，听着是挺好，但这门槛也太高了，买回去还得自己找人刻画，万一废了，那我不是亏大了？少废话，你就说要不要吧。要，但这价格1000瓶3阶回元，一粒不行。1000瓶，回见了您。哎，你这小伙子怎么如此不尊重前辈呀？看上了你倒是还价呀！这玩意儿就是个半成品，甚至连半成品都不算，毕竟上哪儿找人刻画去？100瓶，不能再多了。100瓶，你打发叫花子呢？这可是上古神物，800瓶。就100瓶，再多我就去买那边那套成品的金光阵了。虽然俗了点，但好歹能用。200瓶真的是底线了，再少老夫宁愿拿去填海。可以是可以，但我只有2阶极品丹，没有3阶，但我保证品质不低于3阶。你先看看。何止是比3阶好，药效估计达到了3阶中品以上的品质。好，成交。拿着。200瓶丹药换10面无属性阵旗胚子，光是这万年天丸丝和龙晶脊骨的材质，就他妈值回票价了。不管能不能刻阵纹，老子都不亏。要是能刻，走吧，时间不早了，再好的东西也得有命用才行。大小姐有什么吩咐？是不是饿了？我这还有点灵米。我不饿，把你那极品回元丹借我300瓶。借药？大小姐，您刚才不是买的挺爽快吗？我看您那储物戒里光芒闪闪的，怎么还找我这穷鬼借？那是刚才深渊回廊的情况，我并不是太清楚有多复杂。刚才为了换定库珠，我的存药已经去了一大半了。接下来的路，运气好的话，我们要走1个多月。若是没有足够的丹药储备，万一遇到大阵破碎或者灵力枯竭，咱们这5个人都会陨落。我知道你手里有货，刚才在坊市，我看你换那些真材的时候，掏丹药的动作可比掏灵石利索多了。别藏着掖着，拿出来。到了中州，本小姐还你。大小姐，您这是抢啊！现在的极品回元丹那是命，那是我的血汗钱。到了中州，这玩意儿就是糖豆，这汇率不对啊，我亏大发了。亏，要是真遇到危险，我若是灵力不支，大家一起陨落。你觉得你那几百瓶丹药还能留着下载，还是指望那条狗给你收留残影？别，我借还不行吗？那到了中州怎么算？您可是上官家的少主，总不能白借吧？以后本小姐会还你同等价值的资源，我上官婉儿从不赖账。若是我陨落了，那就算你倒霉。别啊，您可千万别死！您要是死了，我找谁要债去？这可是我的本钱啊！唉，都查清楚了吗？回总指挥，这2日交易频繁，
各州修士为了保命，几乎掏空了家底，换取丹药符箓。虽然他们的战力参差不齐，但装备确实提升了一个档次。很好，既然他们已经把自己武装到了甲丑，那就按计划行事。传令下去，全员混编，每艘非洲由300名炼虚执事带队，3000名化神期为骨干，将那200多万各州元婴修士全部打散，编入万灵护戒大阵的节点，让他们轮番在阵法节点输出灵力，维持大阵。这样一来，既增强了防御，又……接下来该把咱们的乌龟壳连起来了。阵起，起航。这就对了嘛，这才叫圣地的手笔！1500个炼虚布阵加上合体坐镇，这配置别说是海兽，就算是把龙宫捅了，我觉得也没事儿。只要别让我出去拼命，怎么都行。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影煞幽灵，别说话，凝神守住识海。为什么是他？他明明是元婴期，修为比老前辈高得多。修为高不代表心战强。影煞幽灵最喜欢的是心房有裂痕的灵魂，恐惧、绝望、贪婪，这些情绪就是他们入侵的缝隙。你也要小心。虽然你修为低，但我总感觉你的神魂有一种说不出的纯净感，那种味道。对这些以灵魂为食的怪物来说，就像还没沾染尘埃的出生婴儿，吸引力甚至比我这个元婴巅峰还要大。你看他的手指，他在失去战斗力之前并没用灵力护体，说明他在那一刻已经被幻觉彻底控制，认为那是唯一的解脱。物理免疫，灵力穿透，这东西是绝灵海里少数能无视实体防御的怪物，顺着阵法的灵力空隙渗透进来，防不胜防。这就是深渊回廊的第一课，在这里，你的敌人不仅仅是海兽，也是你自己。警告！警告！警告！影煞幽灵入侵规模超出预期，防御阵法核心过载，净魂天幕将进入间歇性功能状态。请各舱室修士自行开启防御手段，坚持住，这是对尔等道心的第一重考验。核心过载，自行防御，翻译进来就是圣地的伞撑不住这么多人了。接下来的雨得咱们自己淋。小道友要小心应对了。小姐说了，这种东西虽然爱吃元婴，但对你这种干净的灵魂也馋得很。要是让他钻了空子，难怪你这狗居然练出了一口能克制阴邪的雷火气。他们不是海兽，是深渊本身。修士失去战斗力的多了，总会留下些什么东西。幸好你养了条好狗，不然本小姐也救不了你。好家伙，原来这才是我的保命符。第一页才刚刚开始，但我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底气。那东西没有退，他们只是躲起来了，像蟑螂，像美军，等着下一个心防失守的倒霉儿。小道友，你那狗是变数，但在这深渊里，变数有时候是救命符，有时候也是催命鬼。我明白，雷火能破邪，但也只能破邪。旺财是底牌，打狗棒是王牌，但真正要命的是，这种日子还要持续1个月。如果不找到更持久的生存方式，这把火迟早会熄灭。这就是昔日的地头蛇，在各州府，他们就算不是神，也是神的总右手。在中州，在这里，他们只是装在盒子里，等待送往战场的高阶资财。那是猎奇扼杀，而且全都是4阶以上的。快看，护盾在萎缩！甲字编制提修，即刻出舱，用血肉补位。各州混编修士按照时辰表进入阵眼，
持续为阵法提供灵源，违令者所在宗门连赠。斩！不好，荆棘堂的空间节点是最临界阵法，一旦被5阶首领盯上，根本跑不出。17号、21号节点受损，阵法师即刻补上。他们是算在损耗里。为什么要这么打？因为海兽的内丹可以补充动力的，高阶修士的血肉精气也是上好的燃料。在高层看来，用一些伤亡来练兵，换取非洲阵法的稳固和动力的补充，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毕竟，船票已经收了，这些货物必须送到，而多余的损耗，他们仿佛并不在乎。如果掉下去的是我，我有空间，我有旺财，我有大狗棒。但如果落入这兽潮，哪怕手里有再多会员弹，也会被数十万只噬灵大口吸成干尸。这根本不是战斗，这是能量层次的碾压。海兽吃修士，修士击溃海兽。这里是绝灵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养蛊场。船上200多万人都在等分出胜负，或者等这片海域的食欲得到满足。我终于理解了，老祖为什么要让我低调做人。在这片深渊里，一旦你表现得像个英雄，你就会变成圣地手中最好用的那块天线砖。熬吧，只要能活着到中州，老子这辈子都不做圣地的船。不能再让他们这么耗下去了，圣地怎么还不出手？乾坤镇徐4号战区，所有剑阁隶属谷仓迎敌，变阵万箭归墟。这才是圣地的战力吗？这不是单打独斗，这是战争。练兵，为什么要练兵？圣地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小道友是9手妖，6阶海兽。安静。以阵对阵，以阴对阴。还没到，每一个人都只是圣地这挂战车上的一个齿轮，而我这个混进来的残次品，能撑多久，全看天意。这就是深渊回廊，这就是圣地的船。不是海兽，是寂灭潮引发的空间坍塌。所有舰队注意！我让6阶海兽连反抗念头都没有的东西。所有人准备强行跃起，开出临时熔炉，目标脱离地面区。稳住！你还真是有比命重要。林天！元婴巅峰，青云州无数修士仰望的存在，可在深渊红狼的规则面前，连抓住他这件事本身都是奢望。跃迁已成，诸兽暂退，各部合言阵营，清点损耗。4万，几千年修行，在真正的造化面前，不过是一抹随时会被抹去的浮沫。师叔，活着。至宝绝对是至宝，若是能得到它，我就能活。滚开，那是老夫的！蠢货，这种宝贝也是你能抢的？找死！什么东西？一条狗，正好，老子正愁饿得慌，宰了你还能加个菜。这狗有古怪，它的血有雷火毒。管它什么毒，一起上，击败它！
身后这个人给我吃肉，给我洗澡，还拿着那根棍子陪我玩，他是我多年的主人，他不能倒下！啊，我的腿，滚开，疯狗！小子，退场吧！这是反噬，那是神器，有灵的神器。如果不找到宣泄口，下一血就会彻底炸成虚无。朕不是逃，也不是躲，而是守，守住自己，守住身后的一切。只有稳稳的活着，才有资格苟，还有资格谈守护。这就是五行诀中要求的五行平衡之力，不是修炼，是在燃烧阵旗的稳定性强行维持。既然躲不开，那就让你们有地方去，替我承接住五行本源，消化那狂暴的能量。阵心是我，阵基是五行，阵意是守护。雷劫，这怎么会有雷劫？疯了不成？往哪追？自保都勉强，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在接单？五行金丹成了。该死，想抢我的东西，想动我的狗！疯子，你干什么？别过来，你这是在自寻死路！滚开啊！不，这不可能！这里怎么会有天劫？老夫何德何能？亲眼目睹也罢了，为什么我会在这劫云之下？来呀，继续啊！王子，天陨落，求求你，天陨落！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来。贼浪天，你毁了我的狗，这笔账终有一日咱们要好好算算。今天我不把你这劫云捅个窟窿，我就不叫林天。就是现在，阵旗起！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来吧，看看你的前世是多么的没用，多么的对不起家人。啥？真的没办法了吗？哪怕是多活一天也好啊！求求你，求求你！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又是这个心魔吗？这一招我都免疫了。小天哪，你命中当有此一劫。三传通剑，爷爷还是没能学到位，算不出你这一劫的来龙去脉。但是，爷爷会亲手送你最后一程。爷爷这一身的本事，你可没学到一半呢。可惜你命中无路。爷爷，看吧，你前世平凡一生，落魄的像条狗。为了不宠我负责，你这一世拼命的狗，拼命的算计，甚至不惜尊严的怂。可结果呢？我承认，我怕死。我承认，我算计。我还承认，有时我的确会飘。我想让他们活得更好。如果这也叫懦弱，如果这也叫不小心，那我宁愿当这个懦夫。但我这个懦夫敢借天雷斩敌，敢在绝林海结丹，敢跟着天道对骂。你不过是我心里的叶面，也配教我做事？给我滚！心魔已破，大道已明，
这就是属于我凌天的长生之道，算是回了点血。傻狗，既然你为了我命都不要了，那我会想尽办法复活你，别急。现在的我还太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复活你，能不能复活你，需要多大的代价。但不管是需要什么做引，需要万年珊瑚心做骨，需要海魂玛瑙做眼，给我些时间，这阵子你就好好待在这里，等我把你弄醒。现在的我去中州就是去送，没有身份，没有背景，还要面对圣地未知的收割。反倒是这里，五行灵气充裕，高阶海兽遍地，全都是好材料，还没有人管。可恶！跑！又活下来了。高阶海兽气息，不是活物，却比活着的低阶海兽更加危险。哪是什么岛？这分明是一头不知什么时候死了的深海巨兽尸骨。至少7阶甚至是8阶，即便死去万年，其残余威压依然足以整片海域成为禁区。发财了！至少7阶以上骨骼，经绝灵海 N 年的冲刷，未曾风化，反而空间稳定，法则凝固。这哪是尸体，这是天生的材料库。这里不是绝路，这些东西灵气足，也许有用。朱爷，您行行好。我知道，您能给我功法，肯定能听到我说的，对吧？我没本事，我练不动这些东西，但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还有这狗，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复活它，可以吗？就搭理我一次就行。别吃它，我要留着复活的。我是求你教我怎么复活它呀，怎么就把它埋了呀？这叫什么事儿啊？旺财，这是干嘛？我去，旺财在复活！朱爷是嫌旺财底子太薄，给他加了个挂。我操，狗呢？朱爷，你把他弄哪儿去了？我看得出来您受累了，但旺财去哪儿了？出去了，被空间排斥出去了。这他妈是渡劫！这刚活过来就要遭雷劈，这他妈是要把岛都给扬了！好家伙，你这是要彻底站起来了？拿来吧你！这还差不多。哼，好狗，果然是好狗。这要是做成围捕，咦？死狗，你还敢跑？刚才你那邪魅一笑我就忍了，现在还敢对我亮兵器？我看你是皮痒了。今天不把你这身新毛撸秃了，我就不姓凌。跑？你在跑？跑啊，怎么不跑了？你倒是变身啊，变那个3米高的肌肉狗啊，再给我笑一个试试。行了行了，别演了，看看你那怂样，白瞎了那么霸气的变身。你呀，虽然这是深渊，他还是旺财来前路未卜，但只要还有这只傻狗在身边，只要还能这样打打闹闹，这就蛮不错的。收！看来这迷雾不是墙，是我菜了进不去。但这骨头是死物，不占活人名额，所以能进去。我操，我的地呢？为了复活旺财，那滴本源液和那节嫩竹笋，那或许是他的本源，是他的命根子。这就像是一个人为了救别人，抽干了自己的半身精血。空间之所以缩水，是因为核心受损。为了维持平衡和自我修复，不得不把一部分区域重新封印起来，休养生息。朱爷，辛苦您了，这人情我凌天记下了，以后哪怕是去抢，我也得给您弄点顶级的灵肥回来补补。等等，你怎么进来了？完了完了，这里可是100倍条律，外面1天，这里100天，
你要是在这儿待久了，不得老死在这儿！快出去，赶紧出去！这不再是一条普通的狗，它融合了鲤鱼、青灵竹的力量。它现在难道已经成了这个空间的半生灵兽？这种玄乎的感觉虽然真实，不如白纸黑字来的踏实。系统，调出面板。妥了，从今天起，咱俩就是真正的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不死，你也死不了。我若是挂了，你也得跟着陪葬。唉，这下算是彻底赖上我了，哪怕我想甩都甩不掉了。虽然丑了点儿，但这可是7、8阶的防御啊！凭我现在的本事，想把它熔炼成真正的非洲那是做梦。但这并不妨碍我把它当成一艘不沉的战舰。旺财，上舟，出发去中州。那个旺财啊，别紧张嘛，咱们是兄弟，我还能害你不成？你看，你是狗，我是人，虽然咱们都修行了，但这术业有专攻啊！而且你刚升完级，这找路嘛，当然得靠鼻子的。你的鼻子可是经过雷劫淬炼的，比我可强多了。来来来，你闻闻哪边的空气比较香甜，哪边有中州那种自由和财富的味道。不闻，那就是不忠。你记不记得你说过要做最听话的狗？看来还是这棒子教育的不够深刻啊。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先看把你吓的。听天由命吧，棒头指哪，咱们就走哪。得嘞，刚好和你的前爪一致。这可是你选的方向哦，旺财啊，这可是老天爷和你共同的选择。要是走错了，到时候没吃的了，我就只能把你炖了充饥了。起，反正路在脚下，活着就是最好的方向。到了。这就是中州吗？痛，好痛！不对，传音发不出去，这里的阵法等级极高。看来，圣地并不打算让我们立刻与外界间距，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恢复修为才是正事。师叔，我去就会。上官小姐，在下归元宗李道玄，冒昧打扰，只是想问一句，那日空间跃迁时，凌天他只差3寸，空间乱条加灵气断层，非人力可抗。老道亲眼看着他掉下去了。多谢相告。所有人肃静！我是此次接引使。首先，恭喜各位道友活着到达中州，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已经安全了。多人陨落于空间跃迁以及后续的海兽袭扰。现在，所有人前往甲乙丙丁4个区域领取临时身份牌和修炼物资。这1个月内，你们将在这里休整恢复。1个月后，开启资质宴客。记住，这是中州联盟给你们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宴和之后，这笔账我们会慢慢算。1个月，如果你还活着，这1个月是你最后的机会。看来不把我们的价值榨干，圣地是不会放人的。开始，第1关，剑资。我在青云州30年结丹，300年元婴，这剑天境定能给我一个甲等。什么？我明明是天才，怎么可能是丙等？你们这镜子坏了！中州不养闲人，资质已验明。下一个，师叔，这标准也太高了，咱们能行吗？怕个球！咱们骨头是硬的，大不了去挖矿，老子有一把子力气。哟，这还有个更老的，这是来找墓地的吧？800多岁了吧，还能走得动路？看这身板，风一吹就倒。芙蓉大道，以5品变异灵根，800岁领悟枯荣生死意境，好一个大器晚成。甲等下，不，若非年纪太大，此等悟性足以入甲等中。这就是归元宗的老祖。哪怕到了中州，这根定海神针依然硬得硌掉不少其他州修士的牙。好，很好。青云州这次倒是出了个真凤凰。小丫头，我是通玄道宫的接引长老。老匹夫，还要不要脸了？这种冰灵根的好苗子，天生就是我太上道宫的人，你想抢？2位前辈，稍安勿躁。
按照中州联盟的规矩，验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综合考评仍没下定论，包括后续的实战大比等，到时候由排名决定选择权，这规矩可不能破。哼，好，本座就再等3个月。小丫头，本座在太上道宫等你。这是青云州金刚尊者，力气是有几分，可惜太笨太糙。你们那地方的体修，难道只会像蛮牛一样乱撞吗？笨！老子这辈子没学过什么精妙功法，也没用过什么地阶法宝，老子能活到现在，靠的就是这身笨力气。还有什么？给老子趴下！认输！上官仙子，认输吧！我的异火专克你的冰系功法，再打下去伤了你的花容愿泽，本公子可是会心疼的。克我，你也配？这不可能！冰封。此战，上官婉儿胜。同是青云州出来的，一个在云端，一个在泥潭，这就是命。师叔，快服下！老子的手保住了。所有人员立刻归队，测试已毕，各自回去疗伤。明日公布结果。恭喜诸位通过了中州联盟的初步筛选。吾中州地大物博，但资源也非大风刮来的。尔等既然要入中州修行，享受这得天独厚的灵气与化神以上的机缘、丹药以及功法，自然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入我中州联盟宗门者，需签订效忠魂契，为宗门效力，不得背叛，不得私逃，直至期满。此乃规矩，也是你们获得资源的唯一代价。甲上中下3等学员均可入3大圣地，魂契年限300年至500年。以上中下等学员可入一流宗门，魂契年限500至800年；丙等学员可入二流宗门，魂契年限800至1000年；丁等学员入3流宗门，魂契年限1000至1500年。这是把我们当家奴养啊！我们在青云州是长老，甚至一宗之主，在这里连个自由身都没有，哪怕是凡俗界的卖身契，也没这么狠的。家奴？能在中州宗门当家奴，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有了宗门庇护，你们才有机会冲击化神，甚至炼狱，甚至是更高的境界。若然不签，那你们就是一堆随时会老死的枯骨。当然，中州联盟以及所有宗门对诸位都会遵循自愿原则。不想签魂契入宗门，当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拿着这个，再加上签一份自由魂契，你们就是中州的合法散修。你们可以自由出入各大城池，做买卖，接取中州联盟发布的各项任务，甚至开宗立派，只要手续齐全，服从中州联盟管理，那就可以了。但是，既然是自由身，那就代表着大家都将会没资格享受中州联盟各宗门的资源和功法传承。想要修炼，自己去挣资源或是仿式购买均可。如果想要功法，只要你拥有足够多中州联盟发放的功勋点，亦可自由兑换。但吾丑话说在前头，作为散修，平时对宗门、对联盟的贡献都是最低的，所以你们的兑换积分的比例要比宗门弟子兑换高3成以上。同时是兑换物品的稀有程度上涨，有可能会比3万更高，且最高只能兑换到炼虚期的功法、丹药、法宝等炼虚期上限的资源，再往上，那是中州联盟的核心机密，不签魂契别想看一眼。而且既然占用了中州的灵气，就要交税，每人每年缴纳1000上品灵石的人头税，交不起，那就接受中州联盟的强制任务安排抵债，直到还清为止。1000上品每年。当然，中州联盟并非无情之地。不愿与宗门签订魂契，又不想交灵气税的道友，还有第3条路，加入中州卫戍军团。只要参军，免除一切税负，且军中实行功勋制，斩妖除魔、守卫城池，皆可获功勋，凭功勋兑换资源，兑换比与宗门学子同等。而且只要功勋足够，甚至可以兑换脱籍令，洗去军籍，带着资源风风光光的回到家乡，当受万人供奉的一宗之主或是太上。这是阳谋啊！中州这一手玩得太溜了，用高不可攀的宗门门槛和沉重的赋税，把大部分修士逼进军队，令他们成为守卫中州防线的最廉价、最凶猛的炮灰，而那些真正的天才则被宗门吸纳，成为统治阶层的基石。这就是中州的生存法则，残酷、高效且无懈可击。难怪大师兄唯一传音便是这契约之事，那传音也不完整，估计大师兄也是尽了力了。尔等都想好了吗？
是签魂器进入宗门，搏一个长生大道，还是当个散修，享受自由自在的同时在温饱线上挣扎，亦或是投身军旅，用命去搏一个未来？路就在脚下，诸位道友，请自由选择吧。在下李枯尘见过前辈，甲等资质，为何不去圣地，来我浩然宗何事？虽说你骨龄偏大，但既已化神，去圣地当个外门执事还是绰绰有余的。圣地门槛太高，规矩太重，老朽这把老骨头，只想找个安稳地，了此残生。况且老朽还带着2个不成器的晚辈，他们只是丙等资质，若是正常程序，只能去7品宗门，甚至去挖矿。老朽实在放心不下。你想入我浩然宗规矩，你应该懂。他们2个的资质不仅要签800年魂器，还得从外门做起。而你，老朽愿签500年魂器，不要年俸，只要破境资源。愿为贵宗守药源500年，每年无偿炼制30炉枯荣丹，但条件有一个，让他们2人进外门，且他们2人签300年魂器。不可。浩然宗虽然家大业大，但也不能坏了规矩，500年不能少。而且你需要立下天道誓言，500年之内不得离宗，不得藏私，更不得将枯荣丹的丹方外泄。成交。老祖，别说了，拿契约来吧。从此不再是一宗太上，只是浩然宗一个炼丹老人。这就是中州的长生路，是用尊严和血汗铺出来的。是玉华仙子，太上道宫的内门长老。好一个太阴之体，丫头，本座也不跟你绕弯子。你这体质若是在别处，那是催命符，寒气侵体，经脉郁结，最多止步化神，且每5年需消冰随花以毒攻毒。你能活到现在，本尊相信你吃了不少的苦。要是我不是想着用它来调出欧阳锋，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上官婉儿，你可愿入我太上道宫，做本尊的关门亲传弟子？你要知道，整个玄都大陆，只有我太上道宫的九幽寒霜露能完全契合你的体质，这一点，即使是你上官家主脉内部残缺的玄冰诀，亦不可媲美。入我门下，本尊将亲自为你护法，助你炼化太阴寒气，将其从毒变为药，不仅能根除隐患，还能让你一身冰系神通，威力倍增。弟子上官婉拜见师尊。好，好，好，起来吧！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瑶池峰的小师妹。来，这是你大师姐和四师姐。他们是？哈哈哈哈！玉华长老，别来无恙啊！原来是上官家主。婉儿侄女，我是你云遁叔祖，此次护航，你云归叔祖还有事情未了，叔祖来接你们。早听说青云州出了个绝世天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真是我上官家之幸啊！见过叔祖。好，好，这几位是陪你一路从青云州闯过来的中仆吧？放心，既然到了中州，那就是回了家。来人，给这3位办理加级令牌，以后他们就是我上官家的人，出入自由。这原本以为要被赶去挖矿，或者花巨资买个杂役身份，结果转眼间这就获得了中州顶尖世家的加级了。不过婉儿还有一事相求，弟子想请师尊和家族出手，帮我发一批传音符回青云州。多大的事儿？你要发多少？10道、100道？500道，而且要最顶级的万里传音符。婉儿要找一个人。发！以无血为引，以魂为标。去！小姐，这么多传音符，怕是有1多半都会在绝灵海的风暴中损毁。只要有1道能飞回去，就够了。既然来了这名利场，那我就要爬到最高。只有站得够高，才能让这中州的规矩为我放流。这就是命啊！林小子，你看见了吗？这小妞现在可是真凤凰了。你要是还活着，可得努力了，不然这软饭老道怕你吃不上了。道长，您以后有什么打算？打算还能有什么打算？既然小姐给了那么大的恩情，老道我这把老骨头虽然打打杀杀是不行了，但这一手半吊子的旺气术，在这满是聪明人的中州，说不定还能混口饭吃。我打算到时去坊市里支个摊子，一边骗，一边指点迷津，
一边帮小姐多打听点消息。林小子，你可得争气点啊！你要是敢死在外面，老道我做鬼都放过你，而且老道我还等着你回来带我一起发财呢。你要是真死了，老道我这每年的纸钱可没钱给你烧。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你都4阶了，老子才金丹中期。这些翅膀还行，回头给幽灵船加个速。剩下的肉，咱们的戒指好像快装不下了吧？要不扔了吧？败家玩意儿，不好吃。这些扔给竹爷当肥料，剩下的实在装不下就做成肉干当零食。395天，咱们在这破地方已经当了1年多的野人了。旺财，吃饱了吗？吃饱了就干活，咱们换个地方。这附近的傻鱼都被咱们钓光了，得赶紧找到中州。中州那帮人肯定以为老子就早就陨落了，呵呵，等老子找到路回去，吓死你们！快2年了，咱们在这鬼地方转悠了快2年了，除了海兽就是海兽，连个鬼影都没看到。再这么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万一哪天来个6阶7阶的大家伙把这占了，咱们连跑都没地儿跑。旺财，记住，咱们是去找路的，不是去送死的。一旦遇到不对劲，立马回头，哪怕一辈子待在这当野人，也比变成海兽粪便强，懂吗？主爷，再信你一次。西北，上次指的也是西北，结果咱们撞进了一群5阶海兽的窝里，差点没出来。稍微偏一点，走西北偏北，要是遇到危险，还能利用那片暗礁群跑路。废话，命是自己的，棒子只是参考，这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次要是再错，我就把这棒子拿去烧火。咱们是来找路的，不是来送死的。1个月了，一只海兽都没遇到。白的，白的！陆地血缘，难道是中州的极北之地？冲上去！终于出来了，非狂暴的灵气，砸坏花花草草也没办法了。储物戒真的放不下了。这山形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老乡木吗？我找路去中州找了快2年，怎么飞回了青云州，飞回了古墓？回来也好。老乡那本笔记里根本没提的铜甲师炼制法，我之前还没找到呢。当初走得急，现在我有钱了，有实力了，正好回来，顺便再挖一次老乡坟。旺财，干活！开。4年，老又回来了。起。哈哈哈哈，爽！这就是全县狗的快乐吗？随地大小便，罚你今天没肉吃。主人有1000万种理由扣伙食，别愣着了，走去主公室，让你看看咱们当年的窝。别再随地大小便了，要做一条文明狗。 4年多了，那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活下去，怎么苟住。现在的我，虽然还是想苟，但至少有了掀桌子的底气。老乡啊，别怪兄弟不讲究，这把剑虽然好，但太烫手。之前我储物戒炸了，万幸这剑我放在空间里，不然也得变成废铁。要是把它也炸坏了，我以后到了下面也不好和你交代，不是？所以这次我可是特意从去中州的路上折返，特意回来还剑。当然，顺便看看你有没有把什么重要的说明书烙在棺材里，比如铜甲师的炼制方法。之前翻遍了所有笔记都没找到，唯一的可能就在这口棺材里。我现在的实力，金丹中期，5行圆满，还有打狗蹦护身，就算里面蹦出个大粽子，应该也扛得住吧？老乡，得罪了。 好狠的老乡，这就是不听老人言的后果吗？陨落了几千年还能留这么一手，佩服佩服。
一个小小金丹，居然挡住了我的攻击！不可能，那是本座陨落前布下的必杀，怎么可能被一个金丹期挡住？老乡，你也太不厚道了。大家都是穿越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奇变偶不变，原来是你，不对，我不认识你。这么说，刚才那一击打出后，你也快散了。没错，那是我最后的底牌，也是我这缕残魂存在的意义。如今能量耗尽，我也撑不过一炷香了。没想到最后送走我的竟然是个老乡。也罢，尘归尘，土归土。别急着陨落啊！你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个阵法中枢？你想把我禁锢？老乡，你看你说什么话？兄弟是想让你看看这灵晶的变化。我的天，这灵晶中枢核心变异了，它竟然进入了另一套生生不息的循环阵法。虽然不如我的九宫复合大众深奥，但这成长潜力简直无限啊！而且怎么会进化出除禁锢之外的能力？好像还可以温养灵魂。怎么样，看出来了？要不要进来住？只要你进来，这灵晶就在我体内温养。我有5行金丹，有生生不息的本源灵力，别说保你残魂不散，就算是养个几百年，把你养得白白胖胖也不是问题。你能保灵力不断绝，这古墓的地脉都快枯竭了，都不一定能撑几百年呢。成交，兄弟，谢了啊！要不是你，我这次真得魂飞魄散了。客气啥？大家都是穿越者，互帮互助嘛。对了，老哥，我这儿还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请什么教呀？直说。我之前把你那本笔记翻烂了，也没找到关于铜甲师的炼制方法，你是不是藏哪儿？嗨，多大点事儿，那玩意儿太邪门，有伤天和，我怕后人学坏了，就没写在笔记里。玉简就藏在我肉身的袖子里，你自己拿吧。在袖子里？合体期的肉身，这骨骼这经脉保存的真好。阿根，你说这么好的一具身体，要是这么放着发霉，是不是太浪费了？那是，我当年为了打磨我的身体，可是……等等，你小子该不会是想……嘿嘿，老哥，你看啊，反正你现在也用不上了，与其让这肉身在这里腐烂，不如咱们废物利用一下。我想拿你当兄弟，你却想练我的肉身。老哥，别这么说嘛，你想想，你现在住在中枢灵晶里，肯定是要跟我出去的，对吧？咱俩兄弟谁跟谁啊？何况这修行界那么多危险，老哥你不是不知道，对吧？我们遇到危险了怎么办？你一缕残魂，你告诉我你能干啥？就算能发一招半式，但万一一招半式后敌人还没倒下呢？但要是有了这具铜甲师，那就是咱们兄弟联手，那是神挡击败神啊，这是双赢，对吧？而且我还有个想法，但现在仅限于想法，有空再和你商量。你是不是早就打这个主意了？那绝对不可能的，我没有，想也没想过。我这也是灵机一动，怎么样，老哥给个话？算了，只要能让我活下去，这具臭皮囊随你折腾吧。不过说好了，炼制的时候轻点，别给我弄破相了。还有那发型，发型就算了吧，咱正常点行不，老哥？不正常吗？算了，反正以后这身体，我就算把魂体养好了，能夺舍时也用不着，随你吧。老哥通透。发财了！百年养尸草3株，4阶以上妖兽精血1斗，阴煞10百斤。老哥，你这炼尸的门槛可不低啊！光是这养尸草，在现在的青云州，估计都快绝迹了吧？那当然，要是随便找点烂大街的灵材就能炼，那这修行界早就满地僵尸跑了。你要是没有，咱们就慢慢找，反正我不急。不对，以你小子的性格，怕不是怎么摘了去吧？哼！我操！600年份的养尸草，这叶脉紫的都快发黑了，这哪是养尸，这是能把尸体养活了！你从哪儿弄的？哦，这个确实是我挖的。以前我看这墓里长了几株幼苗，觉得挺别致，就随手挖了2颗。那精血呢？1斗精血，那得击败多少4阶妖兽？现在的你，动不了4阶妖兽吧？这是5阶，这还有5阶妖兽的精血。不过，这味道不对啊，怎么一股子腥味？你小子去绝灵海了？就知道老哥见多识广。对，就是海兽的精血，4阶的、5阶的都有，管够。你看这个缸，就是用一头5阶深海巨龟的壳做的，这血也是它的心头血。这些是4阶的，主要是猎奇鳄鲨和裂空飞鱼的血，量大管饱，不够我这还有几百缸。几百缸？
行不行啊？海兽也是兽，应该能用吧？行，太他妈行了！海兽不修灵力，但却利用特殊的环境将灵力全部用来修肉身，气血比陆地妖兽强好几倍。用这个练，搞不好能把铜甲士直接练成金甲士。你小子真是个人才！那就好。还缺什么？还缺几样阴煞辅材，这妖兽山脉特有的，比如鬼脸菇、地心火莲，用来中和阴气。走吧，有你在，这妖兽山脉就是咱们的后花园。左转500里，那个鹰嘴崖下，那里有一条阴煞地脉的出口，长着几株鬼脸菇。旺财上！有一头3阶巅峰的黑风暴手，我懒得动手就没摘。想当年，本大佬也是个体面人，要是早知道修行还能这么玩，我也不至于混得只剩个魂儿了。这就叫专业，老哥，这叫资源合理配置，放在这儿也是烂，不如给我发光发热。最后一位主要，地心火莲，到手了。这气息4阶巅峰，而且是血脉变异的火系妖兽，小心，这玩意儿你可不好对付。正好，我的5行阵旗还缺一颗足够分量的火系妖丹来压住。这不，送外卖的来了，王财，老规矩，你正面扛，我敲门棍，今晚吃元脑。这他妈是狗！这身法，这招式，还有这不要脸的劲儿，简直跟你一模一样啊！低调低调，这叫战术，兵不厌诈，懂不懂？再说了，我平时也就教了他一点点皮毛。皮毛？我看你是把自己在电视上学的绝学都传给他了吧？就是现在！五行迷踪锁。左3砍位，他的护体妖火那里最弱，那看他的命门，还是老哥眼睛毒。搞定，好狗，干得漂亮！今晚加鸡腿。不对劲，这威压化神期5阶妖兽，而且是血脉极其纯正的那种。那是大哥，还是他妈？跑，快跑！5阶妖兽有了灵智，而且极其护短，他要击败你了。这玩意儿的速度可不是闹着玩的。5阶了不起吗？打狗棒在手，我天雷都不怕，怕你个鸟！阵旗，出来！人类，那是什么？你身上为何会有深渊大恐怖的气？果然是怕这玩意儿，在绝灵海就靠它唬走不少海兽，没想到在这儿也好使。哦，你说这个，这不过是家中长辈随手赐下的一个小玩具罢了。听说是他在深渊里遛弯的时候，随手宰的一头不长眼的小兽，看着骨头挺硬，就给我拿来当船开了。随手，想必你是为那株地心火莲而来的吧？但那地心火莲乃是我为舍弟进阶所留，若是被取走，见好就收，真逼急了拼命，这纸老虎一戳就破。少废话，我这人讲道理，东西我要了，但我也不白拿。这是一颗5阶的深海巨龟内丹，虽然属性不合，但这其中的能量足够你那小弟慢慢炼化，甚至以后还能多几分防御力。换你的火莲，不亏吧？成交，多谢赠宝，日后若有缘分，定当厚报。好险，差点就交代了。老哥，刚才那声哼，挺有范儿啊。废话，本大佬那是拿命在演，要是再多成一息，我这残灵就得散了。行了，知道大佬的难了，您回去灵晶养着，我们要赶紧干活。回古墓，咱们的5行铜甲师。走了，旺财。这老乡虽然现在看着挺老实，但毕竟活了几千年，抢是抢不走，这空间是绑定我的。但万一哪天不小心说漏嘴，不行，得上到保险才行。死道友不死贫道。而且接下来的炼尸计划需要用到随身空间的资源，这个秘密根本藏不住。老哥，咱们得立个规矩。规矩？什么规矩？咱们不是说好了互帮互助吗？不是那个，我身上的秘密太多，有些东西
你跟着我迟早会知道。与其到时候让你猜忌，或者我还要防着你，不如我主动告诉你。但是，在此之前，你必须立下一个天道誓言，内容很简单：永不背叛我，永不向任何人、任何存在透露关于我的任何秘密。如有违背，生死道消，真灵泯灭，永世不得超生。玩这么大，真灵泯灭，那可是彻底没了。怎么不敢？谁说不敢？老子本来就没想过背刺你。再说了，我现在就是一缕残魂，除了跟着你还能去哪儿？发就发。我上官高速在此立下天道誓言，永不背叛凌天，永不向任何人、任何存在透露关于他的任何秘密。如有违背，生死道消，真灵泯灭，永世不得超生。行了，现在你是自己人了，老哥你也别怪我，主要是这事儿太大了，之前是老弟我考虑不周。现在不说这些了，走，带你见识见识我的底牌，让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混，绝对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定。人呢？狗呢？怎么就剩我一个了？这小子该不会是想把我扔这儿不管了吧？还说这什么新的考验？会有人吗？有狗吗？那个老哥，不好意思啊，我本以为你也可以进去随身空间的，但很明显，除了我和我的狗，任何有意识的活物都进不去，就算是把你装在灵晶里也不行。空间？你是说你有随身空间，能进活人的那种？不仅能进活人，里面还有100倍的时间熟率，还有能催熟灵草的5行灵泉。但我和旺财一天只能在里面待1个时辰。不过就算我不在里面，也不会影响种下的良药的生长时间。我刚才进去，已经把你说的那些养尸草种下了。先前我看们长势不错，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分株了。所以我打算先不急着炼尸，把这些材料种进去，等分株了几百份，咱们再动手，这样容错率高，就算炼废了也不心疼。而且，老哥你这尸体，我还有个想法，到时候再慢慢和你聊。100倍流率，催熟灵草，你他妈这是作弊呀！同样是穿越者，老子拼死拼活修了几千年才合体，为了几株灵草跟人打得头破血流，你小子倒好，开局送个随身空间，这还有天理吗？不对啊，我们是老乡，又是他现在的合伙分，而且我还发了天道誓言，跟他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的空间不就是我的后勤基地吗？这哪里是作弊啊？这分明就是我的机缘啊！哎呀，老弟呀，这种好事儿，老哥肯定支持你。多种点，年份越久越好。只要年份够了，加上足够的阴煞之物，这铜甲师的上限不可估量，甚至能练出不化骨。到时候咱们兄弟联手，这玄都大路还不是横着走？那就借老哥吉言了，走去天星城。既然有了底牌，那就该去赚点灵石先了。那个老哥，你有钱吗？我只有魂，还是残的，要不得，看来还得靠自己。虽然飞得慢点儿，但也比走着强。坐稳了，咱们飞回天星城。11枚储物戒，塞满妖丹灵草矿石，连一块碎灵石都掏不出来。老哥，你说咱们算是要小硬闯？天星城的护城大阵，我生前可以轻松破，但现在嘛，都得费一点点劲儿。你硬闯就是送，就是找不自在。再说了，你现在可是富豪，为了几块灵石去当通缉犯，丢不丢人？也是，早知道刚才就在哪个倒霉蛋身上扒2块灵石了。那不是凌风？难怪全上官家都在找他，他不是跟着23姐去中州了吗？凌风，哟，这不是金红少爷吗？几年不见，少爷风采依旧。你没去中州，还是说被我姐赶回来了？为什么我家到处找你啊？上官家找自己，莫非是上官婉有关？不过这小子都学会强打了。唉，一言难尽啊。到了绝灵海边缘，你姐觉得那地方太危险，说我这修为去了也是送，也是拖后腿。为了不拖累她，我就主动请辞了。对了，上官家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是被嫌弃了吧？我姐那脾气我了解，能带你走到绝灵海已经是真爱了，估计是看到那里的危险，不想让你送命，才把你赶回来的吧？家里为什么找你，我也不清楚。不过这是我爹下的家主令，就说找到你就带你回上官家。你跟我回去吧。算是吧，大小姐给了我一笔遣散费，但我这人你也知道，心气高，我就没回这行城来，在外面游历了几年，想闯出点名堂再回来。回上官家就先不回了，毕竟你姐也不在，不是去了剑外，对吧？理解理解。那你现在这是那个游历归来，盘缠用光了，这不被挡在城门口了？
嗨，多大点事儿？走，跟我进城。既然是我姐的人，那就也是我上官家的人。以后在天星城报我上官金鸿的名字，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金鸿少爷，你真的不知道上官家为什么找我？不会是找我起来打我一顿吧？我说凌天啊，你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们上官家了？要知道我们家可是这青云州2大家族之一啊！如果要打你，你觉得你会有机会站着说话吗？我猜啊，8成是我姐想让我爹管着你，不让你到处留情。这上官金鸿还真是一条道走到死，看来这误会是洗不清了。那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问问爹，具体到底是为啥呀？你也知道，这不知道原因，我这小身板也不好在天星城晃啊。也是，不过要等我爹和我31娘闭关了，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出关的。你那有没有我姐的消息？这都2年多了，连个信儿都没有。虽说绝灵海极难传音，但也不至于啊。也许有也不一定，但我嘛，就是不想问我爹。趁着这个帮你的机会，我顺便问问，这小子虽然废了点，但对他姐的感情是真的。放心吧，他那种祸害，他那种天之娇女，走到哪都是不吃亏的主。这时候估计正在中州哪个圣地里当仙子呢。借你吉言，只要他没事就好。要是他真出了事，我这……对了，刚才进城的时候，我看你印堂黑，气息虚浮，是不是修为卡在筑基巅峰很久？你怎么知道？这是深海属性的妖丹，而且至少是4阶中期啊！我都说了，是被赶回来的路上捡漏的。你也知道，绝灵海那种地方陨落在那里，那里的高阶海兽多了去了。我这人运气好，正好碰上了一头刚陨落没多久的。运气好，这玩意儿够不够当你帮我试的报酬？够，太够了！有了这东西，我有把握在3个月内冲击金丹，而且是上品金丹。林峰，你说吧，除了帮你打听我家为什么找你之外，还有什么事？就算是让我去干再危险的事，只要不背叛家族，什么事我都答应你。没那么严重。我这人比较懒，也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些年虽然没去成中州，但在外围确实攒了不少这种土特产。我想让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处理掉，换成灵石或者高阶的灵药种子，甚至是阴煞的炼器的材料也都行。这是土特产，深海寒铁晶、龙血珊瑚，还有这是5阶海兽的鳞片。凌风，你老实告诉我，你该不会是把哪个龙宫给打劫了吧？低调。总之，来路不会有问题，绝对干净。我只是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知道是我出的货，所以，你需要我帮你出货，还是说你是想借我上官家的名头出货？聪明，你出面就说是家族从特殊渠道搞到的，这样既能抬高价格，又能掩人耳目。至于利润，28分，你8我2。不，你1成不能要，我全都要。那我图啥？就图这颗妖丹？你想想，如果能源源不断的拿出这种顶级资源，你会成为上官家最不可或缺的财神爷。这种隐形的权利，可比那点灵石宝贝多。你要的不是灵石，来，林兄，大恩不言谢，这事儿我接了，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人知道货源是你。痛快，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3万、10万、30万，这才是做生意啊！以前那种摆地摊卖丹药的日子，简直弱爆了。钱到位了，接下来该回家看看了。林兄，这已经够多了。记住了，饥饿营销，东西越少，那帮老家伙才越舍得掏钱，细水长流，懂不懂？还有，记得你爹出关就帮我打听一下，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去青云城。等等，带灵兽传送，加钱5块上品灵石。啥？狗也要钱？他又不占位置，我就让他趴我身上不行吗？不行，传送阵是按灵力变动收费的。你这狗看着就不像凡品，灵力波动比你都强，5块都算便宜你了。规矩就是规矩。几十上百万的上品灵石躺在界里，但能省则省是本能。哼，黑店，我不做了还不行吗？我飞过去。穷鬼！
去青云城，我就一个人，这回没毛病了吧？那狗呢？炖了，太能吃，养不起。刚才找个巷子炖了补身子了。这人看着人模狗样，怎么有这爱好？那狗长得那么好看，怎么能炖了呢？还不叫我？看来姐夫考上了呀，都现实了。伯父伯母，您二位放心，这次山哥和苏师兄去落霞城散心，所有的行程我都安排好了，保准吃好喝好。苏师兄，你尝尝，甜着呢。谢了大海，确实不错。那是，咱们谁跟谁呀？山哥是我的亲哥，您自然也是我亲哥，这都是应该的。大哥，师兄，大海，小天，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灵父，慢点，慢点，别摔着。哥，你这修为怎么长得这么快？我记得我离开宗门的时候，你还没真正突破金身吧？这才几年，都金身中期了，这速度，哪怕是中州的天才，也不过如此吧？其实开始师尊和我都不知道，师尊只说过我体质特殊，也就是师爷出关后说过我这身体有点怪，叫什么赤阳体，说是什么是承太阳之精，少阳之和，气血如朝霞蒸腾，筋脉若赤龙盘绕，骤战无敌，可焚邪祟于3丈之外，夜则收敛如渊。对，反正就是不怕疼，越挨打皮越厚，力气也越大。我有一次在宗门跟师兄们切磋，被打断了3根肋骨，结果躺了3天就好利索了，力气还长了一大截。赤阳体，看来咱们林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你这么个怪胎。那你呢？你这几年在外面，肯定也没少遭罪吧？我，也就是去绝灵海旅了个游，顺便当了几天土皇帝，捡了一堆没人要的垃圾，平平无奇，不足挂齿。师兄，你的身体……元婴气强者。大哥，快去保护爹娘和大姐他们几个！不行混元，给老子起！老哥，助我缩小防御元婴一击。以你现在的实力，阵法铺开太大，你顶不住，还会被震碎心脉。哼，区区金丹中期能做到这个地步，本座倒是小瞧了你。但就凭你这实力，也想当本座？什么妖孽！这是旺财师弟！混账，滚开！phần天狗派气功这是什么招式？啊！你这疯狗，别打脸，别打脸！就是这个老头让主人生气了，主人一生气，我就有可能被动修炼。那根带天界雷霆的棒子绝对不行。好狗！爹娘、大姐、师兄，有我和小天在，你们别怕。只要我和小天还站着，谁来了也伤害不了你们。小天，那是小天的狗。是啊，看来这几年他们过得很精彩。长老被缠住了，快给击败那小子，破了阵法，抓了他的家人做人质。杀！3个金丹，正好，我的阵法还没真正对人用过呢，让我试一试。来得好，五行演变，五行演变，春，不好！混阵，别乱动，稳住了。有意思，想当乌龟，问过我没有？土行重力场呀！怎么回事？我的藏宝变重了！
可恶！金行万刃击，腐蚀性太强，要我阵撑不久，撑不了。好，我就不撑，那我就五行轮转，离火。我的法宝，给我开！水晶冰封。给我破！老哥压他一下，米粒之珠罢了。大师兄，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跑，快跑！染血秘术，给老子开！土行，给我杀造！我的灵力在流失！既然不让我活，那就一起死！想自爆金丹，水灵致敬。下辈子投个好胎吧。道友饶命！道友饶命啊！我是被逼的，都是莫长老逼我来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求道友高抬贵手，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当你们有对我家人出手想法的那一刻，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我五行轮转，离火焚天。阵散。小天，娘、爹、大姐，我没事，放心，都是坏人的血。大哥，你守好家，我去帮旺财。那边的骨头很硬，只靠他一条狗啃不痛。畜生！区区一条野狗，能把本座逼到这个份上，你足以自傲了。但今天，本座一定要击败你，将你挫骨扬灰，再取灵山和苏清风的命，以雪我心头之恨。离火焚天，给我烧！阵起！别嘚瑟，继续缠住他，别给他喘息的机会。蠢货，那是元婴中期的本命真火，你的水灵力杯水车薪，用土阵，火生土，土能泻火，把他的火气吸干，转化成你的阵法之力。谢了老哥。行，厚德猎物，滚！哼，这点小机灵就想破本座的九龙离火，做梦！你来了也好，一并收拾。金行万刃！旺财，继续上，除非感觉自己要倒下了，否则不要给他一丁点喘息的出口。你这怎么还来？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难缠的狗？打不死，锤不烂，还他妈带回血的！机会，五行杀阵，给我轰！老东西，让合体期的神魂刺！我要你们全都陨落！法相，天地，旺财，快退！哈哈哈哈！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不过是强壮一点的蚂蚁。妈的，拼了！青灵珠全靠你了！老弟，借你全身灵力一用，老哥让你看看什么叫剑，合体期大佬的剑，心剑寂灭！哈哈哈！不，这不可能！哪来的剑修？滚开！给爷倒下！这样你还想跑？下
小子，我告诉你，我是天眼宗的执法堂长老，你若敢囚禁于我，我宗宗主定会将你满宗满门挫骨扬灰。天眼宗还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呢，难怪一上来就用杀招，真是聒噪。小子，这一剑差点把老哥我的魂都给抽干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记得给我找些补品。真的赢了，真特么容易啊！傻狗，以后别这么拼了。你要是倒下了，谁给我看家，谁给我试毒，谁帮我背锅。这次能赢，运气占了一半。如果不是老哥的那一剑，如果不是望曹的疯狗流打法，如果不是那个老怪轻敌，哪怕有一个环节出错，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具残骸了。我的阵法还需要加强，还得尽快炼制铜甲尸才行。只有手里握着绝对的力量，才能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活得像个人样。还好，老哥虽然虚了点儿，但只要沉睡过去，能进来空间就好。至于那老怪，以后再找你聊天。拼了！起！这不仅是疗伤，更是一次破而后立的蜕变。这可是炼制五行铜甲尸的绝佳材料，虽然比不上上官高速的那具合体期肉身，但也比普通的4阶妖兽强。小天，娘，我没事，别哭，都是皮外伤，外面那些人已经被我收拾了。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真的没事。大哥，师兄，这里不能待了，收拾东西，咱们连夜走。走，去哪儿？这可是咱们的根呐！爹，我也没有想好去哪儿，离开这儿再说。到现在，我只知道对方是天眼宗的人，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涉及到宗门，我们得第一时间离开这里。至于为什么他们一出手，就是要对我们全家进行灭杀，还是一个元婴加3个金丹，但估计也是因为我的原因，不知什么时候惹了不该惹的人。虽然今天赢了，但保不齐以后还有报复，只能先离开这里，再找个地方才是最稳的办法。爹，把你那里的金银细软都拿出来，我有用。你们在家里收拾，大哥注意保护他们，等我回来，我们马上离开。大人，大人，有人带着县使大人闯进来了！许县使，许县使，这是赔偿百姓们的。今晚我家遭了贼人，动静大了点，波及了周围的街坊。这些钱麻烦大人帮忙分发下去，一部分给兄弟们押金，辛苦大家半夜还要值班。但这钱财的大部分必须全部用于修缮受损的民房，救治受今晚之事波及的百姓。每一笔钱，麻烦张县令都要亲自监督，并落到实处。我会暂时带我家人离开安平城，但我林家在安平城的名声不能臭。大人，您明白吗？明白，明白。这几块石头，大人留着把玩，或者换点养老钱都行。至于这瓶子里是几颗灵药，大人可服下，可保长命百岁，无病无灾。哎呦，这可使不得，这太贵重了。林田师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谁要是敢说林家半个不字，那就是跟我张某人过不去，我扒了他的皮。那就多谢大人了。对了，我姐夫的职位，麻烦大人另寻贤能。爹娘，别看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要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不管在哪儿都是家。而且那是真正的神仙日子，到时候我们找个空气好，还没人敢欺负咱们的地方常住。而且这里我交代了，县令会保护这里的，这还是咱们家。以后这安平城，咱们想回随时能回，飞过来也就一顿饭的功夫。走吧。爹娘大姐姐夫，上非洲吧。起！哥，师兄，还有胖子，咱们得商量个事。现在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后面还有没有人，也不知道咱们是不是被更大的势力盯上了。胖子，
这里是5000块上品灵石，你带着我爹娘、大姐一家，伪装成去天星城投奔亲戚的发上。传送阵虽然可以传送凡人，但是远距离传送，如果没有灵力护着，有可能会撕碎他们的身体。你现在的修为可以护得住我家所有人在传送阵中的安然。还有，后面这段时间，麻烦你陪着我爹娘他们。我会把咱们宗门的联络点告诉你，你有什么事情，直接去找那里一个叫陈富贵师兄，我会和他打招呼的。你的交际能力强，这事儿交给你，我放心。天哥，你这就见外了。我知道，我有今天都是靠你和山哥关照的。伯父伯母就是我的亲爹娘，大姐一家也是我的家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护着他们，就没人能动他们一根汗毛。好兄弟。爹娘，本来我是想带你们回宗门的，但现在我改主意了，咱们先不去宗门了。宗主和老祖都不在，现在的归元宗未必会护住咱们，咱们先去天星城，到了那边，我打探点消息后再决定去处。天星城，天星城是咱们青云州最大的城，也因为是大城，所以我觉得才是最安全的。天星城里有青云州3大巨头之2的上官家，还有欧阳家这2大巨头坐镇。这些年我住在天星城，那里是整个青云州将凡人保护法执行的最严苛的，在那里，修士别说是伤害凡人，就是无理欺负凡人都是大罪，没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而且那里生活便利，只要我们低调点儿，过个富家翁的日子不成问题。我和大哥苏师兄会在暗中跟着你们，直到你们安顿好，然后我们会暂时离开，等我办完事儿就去找你们。哎，听你的，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这胖子虽然修为不高，但办事确实靠谱。那是，他在外门馆采买的执事这个位置上混了这么多年，早就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有他在明面上应付，比我们这些只知道闭关修炼的人强多了。行了，家安顿好了，接下来该去办正事了。小天，咱们去哪儿？走，得先把事情查清楚。天眼宗的一尊元婴带着3尊结丹的大能杀到咱们家去，绝对不是小事，得搞清楚他们的原因。但既然天眼宗的人出手了，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全都把命留下。说吧，你是谁？堂堂天眼宗长老，为什么动我家人？小子，你敢囚禁本座？本座说过，本座是天眼宗执法长老莫千愁。本座的魂灯就在宗门祖师堂，一旦我出事，魂牌碎裂，戴宗主必会倾巢而出，将你这小小的林家夷为平地，甚至不惜代价与你归元宗开战。魂灯开战？你以为我的灵晶是普通的法宝？在这里，你的因果被切断，天机被屏蔽，别说是魂灯，就算是你那天眼宗老祖亲自来到我面前，也算不出你被小爷我禁在此处。莫千愁是吧？为什么要杀我家人？啊！住手！住手啊！我说，我是为了兴魂，那个被你们杀死在秘境里的爱徒。小天，这事哥刚才就想和你说了，现在他说出来了，也证实了我和苏师兄的猜测，那星魂是我们杀的。当年在五行陨星界秘境，那小子仗着修为高，想要杀人夺宝，还要羞辱苏师兄和叶师兄，我们几个联手还有旺财一起把他宰了。是我们连累了伯父伯母。原来是这样啊，连累个屁呀！杀了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本来修行界中杀人夺宝本就是常有的事，要怪只能怪那个叫行魂的技不如人。再说了，是他先动手的，败了活该。不仅不怪你们，我还要谢谢你们，没让你们自己和旺财吃亏。至于天眼宗，这笔账得想办法要算了。林师弟，要不回我们宗门吧？虽然宗主和另外2位老祖都不在，但归元宗还有一张底牌。底牌？太上3长老，也就是我师爷，这是绝密。我师尊应该是怕我泄气，曾隐约和我透露，师爷早些年闭了死关，正在冲击化神，用的就是你当年带回来的那株9转还魂草炼制的丹药。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但只要师爷他老人家还在宗内，天眼宗就不敢轻易打上山门。太上3长老冲击化神，如果成了，归元宗就是当下青云州强者宗门，天眼宗就是个屁。但如果没成呢？我现在的身份太敏感，五行金丹，绝灵海归来，身怀巨富，一旦暴露，归元宗内部未必人人都能不动心。
师尊和枯荣师爷都不在，回宗是肯定要回的，但不是现在。现在的归元宗未必比这里安全，而且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这才是我们的优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摸清天眼宗的底线。灵师弟，你不是去往中州？路上出了点事儿，运气好捡了条命，这不又跑回来了。麻烦陈师兄将这些药草送回宗门去，交给李峰主。还有，不知陈师兄能否帮我查点事，关于天眼宗的，越详细越好。嗨，师弟，你这说哪里话？刚好，这情报在上次泉州聚集前往中州时，我们都收集了不少。你坐会儿，师兄这就去给你找来。这陈师兄对你倒是殷勤，他是为数不多知道我身份的人。莫千州，那老东西的魂灯果然没灭。情报上说，天眼宗现在的状态很微妙。执法长老失踪，魂灯却未熄，只是光芒暗淡如豆，摇摇欲坠。这让他们既不敢大张旗鼓地发丧讨回公道，又不敢真的以为人还活着，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暗中疯狂排查。只要魂灯不灭，他们就存有一丝幻想。虽然不排除天眼宗内有人知道莫千愁前来寻仇，但天眼宗应该是不敢轻易与我宗全面开战，这就给了我们时间。师弟，将他关在灵晶里，这一手灯下黑玩得漂亮。那是，养着他比击败他有用。天眼宗明面上还有5名元婴长老，老祖籍不知是死是活，但去了中州2人，还有2人最后一次出现都是100年前元婴巅峰。算他共有6个元婴，1000金丹，得好好想个法子才行了。留着你还有用。既然你是执法长老，那你的魂灯也许就是我送给天眼宗最好的礼物。让开，都让开！文公，林兄真的是您啊！您终于回来了，可想死弟弟我了，是不是又安排大量出货了？嘘，林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而且有件天大的事儿，我得赶紧告诉你。什么事？我爹出关了，我打听到了，我家那23姐，她疯了。婉儿小姐她疯了？是啊，你不是让我打听为什么全上官家都在找你们？然后呢？你打听出来了？这点小事不难，就是之前我爹在闭关罢了。是这样的，我姐她传音回来，刚入太上道宫不久，就被一位太上长老收为亲传。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家里连发了100多道的加急传音符。按照我家老头子的说法，算上在绝灵海被毁灭的，估计我姐至少得发出了几百道传音符。她甚至还给家里下了死命令，若是找到你，必须以最高规格礼遇，若有怠慢，她日后定不轻饶。灵兄，你到底有什么法宝，让我那个冰山姐姐那么迷你啊？能不能传授兄弟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老爷子都被惊动了。出关后，和我2位伯伯都没心思闭关了，都在满青云州的找你呢。既然咱们遇上了，不如您这就跟我回府。我们家老爷子若是见了您，定有大喜。这可是我也跟着沾光的好机会啊！现在还不是时候，计划未成型，归元宗实力不足。此时若大张旗鼓进入上官家，固然能借势，但也等于将自己和家人的位置彻底暴露。青云州3族鼎立，任何一家的风吹草动，能瞒得住另外2家。狗道中人最忌讳的就是底牌全露。金红兄，这上官府我就先不去了。啊？为何？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23姐现在可是圣地亲传，未来不可限量。你若是吃上这软饭，兄弟，你觉得你姐为什么要发上百道传音符找我？是啊，23姐那种冰山性格，什么时候对一个人这么上心过？而且那语气，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怎么听怎么像是一种执念。有些事不足为外人道也。我现在若是大张旗鼓的去了，万一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对你姐的名声也不好。况且，我也还没准备好怎么面对你们家里的长辈。私情？这绝比是私情，还骗我说被赶下非洲的。怪不得23姐那么高傲的人会如此疯狂，原来眼前这位是未来的姐夫，而且还是那种让姐姐爱而不得、狠人姐夫。懂，我都懂。灵兄，哦不，姐夫，您是怕老爷子棒打鸳鸯吧？也是，这种事儿确实得从长计议。所以，
今天见过我的事，保密，绝对保密，我绝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包括老爷子。您放心，弟弟我嘴最严了。这可是23姐的心上人，我现在帮她遮掩，那就是雪中送炭。以后她在姐姐耳边吹吹枕边风，自己在家族的地位还不是扶摇直上？而且这个亲戚化神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甚至炼虚合体。那就多谢了。行了，我还有要事，最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若是真有心，就帮我暗中留意一下天眼宗的动向，回头少不了你的好处。没问题，不就一小小的4品宗门吗？你放心。师弟，你和上官家的天才婉儿姑娘居然有一腿？哪有的事儿？她都3、400岁了，而且这叫善意的谎言。为了我的计划，也是为了她好。走，回小院通知胖子和爹娘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走。又要去哪儿？不是说不去上官家吗？不去了，咱们回宗。天哥，胖子，伯父伯母他们呢？刚打扫好庭院，在屋里呢。来不及解释了，我有些事情要办，把他们全放在这儿，我始终是不放心。参见真禅师弟。无需多礼，安排宗门最快最稳的飞舟，送我的家人回宗。是。天眼宗、太一宗，这一次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规矩就是规矩，反正只要家人安全，其他的都不重要。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弟子在外游行时，遭遇天眼宗莫千愁劫杀，幸得旺财相助，加之对方大意轻敌，才侥幸逼退兄弟。欺人太甚！天眼宗莫千愁那老狗，身为元婴长老，先是构陷我宗在前，如今竟敢劫杀我宗3位亲传，简直是丧心病狂！此仇不报，我归元宗颜面何存？莫千愁，哼，这天眼宗一直以来都是铁了心要跟我归元宗过不去。凌天，你做得很好，不仅护住了家人，还保住了灵山和清风。若是你们几个出了事，那就是动了我归元宗的根基。宗主过奖了，这是弟子分内之事。宗主、峰主，既然天眼宗已经撕破脸了，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比如主动出击。凌天，你有血气是好事，但宗门之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今枯荣二师叔和方师叔以及宗主都去了中州，宗门内虽然还有我们几位师兄弟坐镇，实力也不差他天眼宗什么，但这并不是可以开启宗门大战的时机。更何况那里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太一宗，若是我们和天眼宗拼个2败俱伤，最后只会便宜了太一宗。不过，你小子送回宗门的药炼成破镜丹后，先是2师伯化神成功，如今你3师爷也在闭关当中，相信假以时日，我宗将再添一名化神。3师叔乃是纯粹的剑修，功伐之力冠绝青云。当年他们几位太上决定去中州之前，便留下最后1枚丹药，令3师叔护宗。师叔他老人家便立下誓言，不入化神，绝不出关。估计也就是这1、2年了吧。一旦化神成功，到时候别说是区一个天眼宗，就算是太一宗的行无道，也要避其锋芒。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先稳住，守好山门，积蓄力量，等待3师叔出关的那一刻，到时候新仇旧恨一起算。化神期的剑修，那确实是核武级别的威慑力。弟子明白了。既然要等，那弟子也不能闲着。弟子在外面游行时，学了一些炼气和阵法的小手段。既然宗门要备战，弟子想申请一批材料，尝试改良一下门内弟子的法器，或者炼制一些特殊的防御法宝。只知道他灵芝有天赋，没想到还会炼气。准了。这是宗门宝库的附令，除了最核心的那些东西还需要我的批准之外，其他的材料你若是需要，尽管去取。若是能提升弟子的保命能力，算你大功一件。多谢宗主，有了这个官方许可，计划终于可以铺开了。化玄剑修嘛，那就等您出关，到时候希望天眼宗的护山大阵能扛走一点。老哥，好点没有？别睡了，起来干活。
你不知道我刚苏醒吗？上次帮你老哥我魂都快散了，这大半夜不让休息，叫魂呢？怎么不再等等？要开始炼制了？要报复上次那人的宗门还是家族？还是准备去挖哪家祖坟？又或者准备去抢哪个圣女回来留给我？挖坟抢人那种低级趣味，哪配得上咱们这种高尚人才？嘿，老哥，我记得你日记里说过，修仙的尽头是科学，阵法的本质是数学。现在有个验证理论的机会，干不干？这是我那小须弥九宫复合大阵的变种。确切的说，是超视距、精确制导、饱和式灵力打击阵列。天眼宗和太一宗欺人太甚，我打算送他一份大礼，但是我不想也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太累也太危险，不符合我的修行理念。我想利用这具拥有合体期强度肉身，作为阵法炮台，承载超负荷的灵力反噬，然后我再结合我们宗门的几百名五行属性灵力的金丹师弟和师叔们，通过你的数学模型进行压缩、加速。我要在几百里外，不需要他们露面，直接把他们的护山大阵轰成渣。或者说，如果我的计划成功，他们的护山大阵已碎，那我就省很多事。他们不是想要五行至宝吗？我送他们一个五行至宝，到时候老哥，你看，咱们先这样，把饵撒出去，让他们先窝斗，然后呢，咱们在内营暗地里把刀磨快点，等他们一咬钩，咱们就继续这样，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觉得稳了。这时候他们肯定会那样急呼呼的就按我们想的做。所以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再那样反手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而且到时候他们一乱，咱们还能顺手把那边的浑水再搅一搅。估计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咱们还有后手。只要这一套连招下来，我有把握，绝对能把他安排的明明白白。你觉得这波那样行不行？用合体期肉身当炮架子，用金丹当电池，用微积粉算弹道，然后去算计。你要不让我夺舍吧，我感觉金丹我也可以凑合的用用。去，夺舍了我不就成了你了？你还有本天才这样的头脑吗？说的也是，天才，你他妈真是个天才！这想法太疯狂了，但我喜欢。不过，我估计这阵眼还得是你来守，光靠我的那身体不行，即使我去操控也不一定行，因为五行灵力只有你才是最熟悉的。还有，你这算法有点粗糙。灵力在高速压缩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空气阻力，还要考虑五行灵气的衰减率。如果是这样硬轰，怕是还没飞到目的地就散了，或者威力削减了1半以上。阵眼的事我也有考虑，先试试，到时候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压阵，而且我也有后手。现在就是先需要老哥出马的时候了。我也知道上次一战让你消耗不小，本应可以让你从从容容的养魂，奈何老弟我实力不足，只好匆匆忙忙的叫老哥你来帮忙了。哪儿？这是养魂木，是我从我苏师兄那儿借来的，你抱着睡吧。而且你是数学博士，兼前合体巅峰期大能，这种关于灵力运转高密度的计算还得你来，我负责提供资源和人力，你负责提供技术支持。至于刚才你说的那个阵眼问题，老哥你说的对，这具身体虽然强，但毕竟是已经失去生机的躯体。这样行不行？老哥你看，到时我需要你在灵晶里操控它，就算不能传导和控制五行灵力，但充当火控雷达，精准锁定目标，这个应该可以吧？能不能做到？哼，笑话，男人怎么能说不行？而且只要灵手管够，别说几百里，就是几千里外的一只蚊子，老哥也能给他算得死死的。但你也得有2个方案，万一1击不成，得至少能打2至3击，这样才可以保证你的计划相对稳妥。那就行，老哥你说的没问题。至于人的事儿，我来安排，就劳烦老哥你帮我实现现在这些推演了。这得用2次函数修正抛物线，这灵力压缩比，如果按这计算，估计要达到临界值了。这里得加个类似增压阀的阵纹，风速、湿度，还有灵气乱流都得算进去。嘿嘿嘿，这玩意儿要是真的能造出来，那天眼都想不到有一天会被数学给教育给重新定义了战力标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老哥，你说当科学遇上修行之道，当真理真的只在设置内时，那画面会不会很美？美得很，我都迫不及待想那帮老小子一脸懵的样子了。那快开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弟子参见裴师叔。凌天啊，你不在山谷里好好陪你家人，跑这儿来做什么？现在宗门不太平啊。回师叔的话，正是因为不太平，弟子才来的。这是什么？给宗门的活动经费。1.20万上品灵石，你哪来的？你去太一宗宝库了？师叔说笑了，
弟子这是在外面和上官家合伙做点小生意赚的。上官家，天星城那个上官家？是的，师叔，不然整个青云州谁还能带着弟子发这笔横财啊？不过师叔，虽然钱不是问题，你得帮弟子保密。还有就是，弟子可能接下来要有大动作，需要人，需要材料。你说要什么？只要宗门有的，只要不违背祖训，全都依你。弟子需要5个元婴期长老，必须是要守秘密的。还有，弟子还要找495名金丹期弟子。你要那么多人干什么？而且要还要几百个人，那495个人这数字有什么讲究？回师叔，这当然是有的，必须严格按照5行属性来分，金、木、水、火、土各99人，少一个不行，多一个不要。而且必须是那种令命禁止，让往东绝不往西的死忠。弟子要让诸位师兄师叔们陪弟子演练一个阵法，如果此阵可成，将来与天眼宗开战时，那战力绝对不输化神一击。化神一击，你一个金丹可以布下那么强悍的阵法？好吧，师叔答应你，但你要给师叔几天的时间，我亲自去各峰挑人。还有材料，弟子希望师叔您可以动用宗门所有的渠道，去采购市面上最好的炼器材料。深海寒铁、天外陨星砂、赤炎铜晶，只要是硬度够高、耐高温、传导灵性好的，有多少要多少。另外，师叔，咱们自家库房里那些压箱底的宝贝也别藏着掖着了。师叔，我要去挑几件。去吧去吧，反正这宗门以后也是你们年轻人的，别搬空了就行。这块金金之母不错，拿走。这块千年雷击木正好做握把，拿走。这是啥？须弥石，扩容用的好东西全拿走。注意动作要领，不要晃来晃去。各位师叔师兄师姐们，大家的灵力输出要稳，就像呼吸一样，别忽大忽小了。火阵营的第3排第5个师兄，你的火灵力太暴躁了，差点把前面的人烧了。好的好的。一根根灵力导管，挺好用的。普通的晶体根本承受不住那种瞬间的高压。失败是成功之母。刚才虽然炸膛了，但我发现，如果在枪管内壁刻画3层固灵阵，再用风系阵纹加持旋转，出速绝对能再提高3成。你这疯子！如果是那样的话，还得考虑散热。普通的寒铁不行，得用深海寒铁晶，还有撞针部分得改，唐压、出速、稳定性、散热技术、材料应力、灵力衰减率。我就说不行吧，灵石粉末太不稳定了，刚才差点把我也给炸散了。这是科学的代价，懂不懂？神识锁定，中偏修正，灵力注入。成了！老哥，你看这个膛线刻画的怎么样？这穿透力，元婴初期的护盾估计也撑不了几发吧？妙啊，简直妙不可言！用爆灵阵做撞针，用上品灵石做底火，你小子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不过这里枪膛这里还得再加固一下，得用那个金金之母做个内胆，我怕不稳定又炸膛了。有道理，不仅要防炸膛，还得考虑后坐力，别把使用者的肩膀给震碎了。刚才后坐力就有点大。还有这个倍镜，我打算再加强一点，让使用者的神识链接进去时计算灵力衰减。咱们看看能不能给他来个超视距、精确制导、爆头打击。让那帮只会开盾硬扛的修行土摆子知道知道，什么叫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枪又准又快。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那帮金丹，甚至是元婴老怪的护体罡气，被这玩意儿像纸一样捅穿时的表情了。这叫什么？这叫众生平等。凌天这小子让裴师兄把我们集中到这儿来，神神秘秘的，到底搞出了什么东西？非要把咱们这帮老骨头都折腾过来。这几个月，我那徒弟灵山也是天天往那个破山谷跑，连体修课都不上了。要是拿不出好东西，老子非得踹灵山的屁股1万次不可。稍安勿躁，那小子从不做亏本买卖。上次他带回来的资源可是解了燃眉之急。
弟子凌天见过各位师叔师伯。行了，别整虚的。听裴师兄说，你弄出了个能改变宗门命运的法器，还用了宗门宝库里最好的材料，拿出来让老夫瞧瞧。要是糟蹋了东西，老夫可不饶你。是，陆师叔。此物名为66式破灵狙击枪。裴师叔，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吧。枪头都没有，还自称是枪，光说不练假把式。师弟，这玩意儿练了几天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回师兄，这几天您教过，我已经会了。陆师叔，麻烦给那傀儡加持一道巅峰级别的防御护盾。筑基巅峰，这弟子才筑基初期，筑基初期想要破开巅峰防御，无异于痴人说谋。确定。装弹。这是灵力压缩阵，还有旋风阵，怎么可能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叠加这么多阵法？开始射击。这是筑基初期能打出来的威能，这穿透力，这爆发力，就算是极品灵气飞剑也做不到如此干脆利落，而且不需要法诀，不需要蓄力，使用者的一身灵力就能用。这东西能造多少？各位师叔，如果我说这种枪只要材料足够，我们能造1000把呢？这把枪控制不好，直接就炸，到时候退场的是开枪者了。但即使如此，现在威力就摆面前，天眼宗的护山大阵还算个事儿吗？他一击便可击溃筑基巅峰，甚至这威能击中要害，金丹初期若无极品法宝护身，也得重创。裴师兄所言虽然有理，但这代价也不小。如此一击，便需要3枚上品灵石。筑基期若是连打2枪，至少要躺3个月。金丹期修士身体倒是扛得住，但此枪抽取灵力太快，连打3发，金丹期也会出现真空期，是大忌。而且养伤也要3个月以上。3枚上品灵石换一条筑基巅峰甚至金丹初期的命，值，太他娘值了！凌天，快把图纸给我，那个核心的压缩阵纹简直是天才的构想。图纸在此。可是陆师叔，图纸失职可以给戚风，并且要保证打造灵剑的师兄们不会知道是在打造什么东西，一人负责1样即可。最后的灵能聚合撞锤以及核心阵法链接，必须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来完成组装。你这是什么意思？信不过老夫，信不过戚风的师兄弟们？师弟，凌天这个做法是对的，此物威力太大，若是图纸流落出去，那这杀气明天就会用来对付我们。部件必须分开打造，最后由你亲自组装，核心部件必须掌握在最少数、最核心的人手中。陆师叔，戚风负责造壳，我负责注入灵魂，这样就算有人偷了图纸，造出来的也只是一根烧火棍。弟子管这叫技术壁垒。好，老夫答应你，戚风全力配合，所有材料优先供应，所有炼器师听你调遣。多谢师叔，由师叔安排人员分别打造即可，最后的组装由师侄处理。另外，我还研发了一款低配版的灵鹰手弩，只要下品灵石就能驱动，炼气期就能用。如果100个炼气期齐射，即日起气风封山，全宗资源倾斜。凌天，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是，弟子定让这修仙界知道什么叫时代变了。枪炮已备，粮草充足，那500人的五行诛魔阵也练得像模像样了。可惜，这最大的核威慑却迟迟没有动静。你那师祖虽然吃了9转还魂草炼制的破镜丹，但毕竟是剑修。作为一名剑修，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想在这么短时间内突破是很困难的。那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中州把资源陷得那么死，好东西都被他们垄断了。听斐师叔说，天眼宗最近像疯狗一样在试探，太一宗那个行无道也一直找借口想介入。若是没有化神坐镇，咱们这200条枪最多只能打个出其不意，一旦陷入持久战，归元宗必亡。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找个外援，或者找个够硬的盾牌。老哥，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个计划，我觉得是时候提上日程了。你是说青云州这边的上官家？没错，上官、欧阳、太一3足鼎立。天眼宗的执法长老失踪，到现在仍没有音讯，魂灯也没灭。最近的情报来看，天眼宗的确知道莫千愁是劫杀我家了。太一宗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后盾，欧阳家还有死仇在，唯独上官家还有一份情分在。而且，老哥，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上官家到底是不是你那个上官的分支吗？我在古墓里待了几千年，外面的世界早已沧海桑田。如果真是我大哥那一脉的后人，那这忙老哥我还真帮得上。嘿嘿，这就对了，咱们这叫双赢，
借上官家的事灭天眼宗的威，顺便还能帮你认祖归宗。滚蛋！老哥，我就是他们的祖宗。好好好，依你，您是老祖宗。根据情报，欧阳家似乎想联手太一宗打压上官家的生意。上官家现在也需要一个盟友了，而我们归元宗3事业突破后，我们将有无法拒绝的筹码。筹码？先不说能不能突破，你是说凭这些老六式狙击枪？什么老六式？那叫66式。凭你，凭我是上官婉儿的救命恩人，凭你是上官家的万年老祖。只要操作得当，我们不仅能拉上上官家，还能让他们冲在最前面。你小子心真黑，这样害我的后人。怎么能说是害呢？要是事成了，他们就是青云州唯一的霸主，不是？旺财，别睡了，咱们准备出发去天星城。这一趟，咱们要去认亲。唉，我操，滴血！不对，这股意境是剑意，而且是触及到了法则边缘的剑意。你们宗门有人在突破化神。化神？太上3长老真成了，太好了！这是太上3长老的裂天剑意，800多年了，师祖他老人家终于真的要成了。护宗大阵全开！所有弟子原地盘膝赶位，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天象，违令乱跑者斩！两侧云霄，恭贺老祖神功大成，仙福永享，寿与天齐。这就是化神吗？二师兄，我也做到了，这一切都是那小娃娃的功劳。那是这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还有那个残魂是什么怪物？裴寂，林天那小子怎么在山谷里？他不是去中州了吗？还有他身边那个是谁？老祖这事说来话长，林天他是不久之前从绝灵海死里逃生回来的。至于那位，林天说，那是教他种出9转魂草的老前辈。什么？快随我去山谷！如果那真是位高人，那林天这小子怕是给宗门带回了一个天大的祖宗啊！道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老哥，别装睡了，快出来吧。现在的年轻人火气都这么大吗？刚突破化神，连境界都没稳固，就急着到处乱跑。你的剑意虽然锐利，但根基未稳，若不及时调理，怕是这辈子也就止步于此了。阁下是？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鬼，如今寄宿在这小子的灵晶里，苟延残喘罢了。老祖，这位就是我常跟大家提起不少的那位种地的老前辈。当年在妖兽山脉的古墓里，正是这位前辈救了我，还教了我怎么种那株9转还魂草，怎么布阵，等等。弟子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辈，弟子早就陨落了。原来如此，难怪这小子能从绝灵海活着回来，难怪他能拿出那么多极品资源。那把枪，那把66式狙击枪上的阵纹逻辑，根本不是现在的炼器体系，这根本不是林天能做出来的。9转还魂草，5阶甚至更高，能培育此物，此人生前至少化神巅峰，甚至炼虚合体。原来是前辈，晚辈蒙天放，多谢前辈对列徒孙的教导之恩。若非前辈指点神药培育之法，晚辈此生恐怕化神无望。无需多礼，我与这小子算是有些缘分。我只是一缕残魂，也就是些皮毛罢了。林天啊，你这孩子嘴也太严了，怎么之前不说清楚呢？师叔，前辈喜静，不想被打扰。这次面临大敌，我才不得不请前辈指点5行绝灭阵。对。行了，叙旧的话以后再说。我这残魂不能在外面待太久。林天，你不是说你那个师兄的肺脉还有救吗？趁我现在还有点精神，赶紧的。前辈，你是说有办法重塑清风的经脉？虽然不算是小事，经脉尽断算什么？只要人没陨落，换套灵剑不就行了？不过原本担心没有灵力精重的人来护持，这小剑修既然突破了化神，这人形稳业器就算是送上门了。去把那株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吧。老哥，你确定？这事一直没个定论，怎么突然就动手了？万一弄巧成拙？废话，我是合体系还是你是？我说行就行，赶紧去，别磨叽，这笔我帮你装定了。老祖，各位师叔，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希望老哥别坑我吧。苏师兄，我也不想冒险，但毕竟9品丹方，但是都是个未知数。这一次能不能逆天改命，就看他的了。这是传说中生长于极寒绝地的9品神药天脉紫金藤吗？天哪，这世间真有此物啊！
这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呀！前辈说可以试着用这藤重新为你重塑根基，但至少需要化神期大能护住心脉。如今老祖神功大成，这便是天意。前辈深谋远虑，晚辈佩服。为了清风，晚辈愿倾尽全力。行了，别在那儿互相吹捧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今我们只能用最古老也是最直接的法子——灵植嫁接术，以藤代脉重塑灵根，过程会很疼，比剔骨削肉还疼100倍。小娃娃，你扛得住吗？前辈放心，只要能重回大道，别说是疼，就是把这身骨头拆了重装，晚辈也绝不皱一下眉头。好，有种！老弟，你负责用5行灵力提供生机，这事儿你熟。化神小子，你负责用灵力护住他的心脉和识海，现在别让他疼死了。是，老哥，前辈。铁阵。小李子，别抖。前辈，把你那点可怜的丹火收起来，只需要用你的木系灵力温养这小子的肉身即可。化神小子，动手！定。前辈，心脉与识海已锁，他扛得住。老弟，该你了。这天脉紫金藤药性霸道，你必须用5行灵力将其化开，只留那一丝先天紫气，然后像穿针引线一样，把它种进你师兄的断脉之中。明白？5行之力研磨万物，萃取精华。师兄，忍着点。这就是天脉紫金藤的本质吧？上古神药，当真夺天地之造化？就是现在，去！师兄在拖，但我不能停，停1分，前功尽弃；停1秒，经脉尽断。忍住！要想人前现贵，就得人后受罪，这点痛都忍不了，还修什么道？引导要力，走手太阴肺经，入手阳明大肠经，上贯足阳明胃经，下贯足太阴脾经。痛，但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经脉在动，它在动。好小子，是个硬骨头。最后一步，接拨丹田，加1滴就够了。5行灵液为融合剂，让紫气与他的肉身彻底一体。成了，成了，真的成了！老哥，是不是好了？清风，弟子苏清风，多谢前辈，多谢师尊与众师叔师伯，多谢师弟再造之恩。天脉木灵根，后天下接韧性与生机比你原装的强1倍不止。小子，以后好好修炼，别辜负了你师弟这一身。